这个女人一出现，全村都是一直戒备。快回家看好房梁，周延慈来了。就连村子里的狗都要跑回家看紧自己的狗窝。原来他每次荡秋千都上别人家的房梁，都把人房梁弄垮，却都没达成。这不又被抬回来了。哎呦我的老天爷，你抬轻点，把人弄醒了可还行。周家的那谁出来个人，你家延慈又寻死了。大清早的多晦气呀！上月才吊断了王家房梁，今儿差点砸嘎老娘，你们能不能管，能上自家梁吗？哎妈，小祖宗你可别醒！妇人那如临大敌的样子，气得杨氏浑身直抖。我的妍妍，你咋这般想不开？小林媳妇儿给你添麻烦了。我家妍妍是个命苦的，这亲是3日前又被退了。你家周延慈还命苦，那我们这些不是更命苦？塌了3次房梁，又得费2钱银子。小林媳妇有些刻薄，想想似乎不解气。瞧瞧，您这没出息的，早便让您在家守着，不准这小可爱来蹭房梁。瞧瞧您办的事儿。杨氏一听脸都黑了，当即便从兜里掏出3钱银子。这房梁咋用得着你们来修？妍妍给大家添麻烦了。哎呀，这谈钱就见外了不是？小林媳妇儿一边脸上带笑，一边飞快地把银钱揣进腰间。下次房梁还约吗？这还有1钱银子的赚头呢。他这话在杨氏心口上捅了一刀。一声微弱的咳嗽响起，屋中还有些事，咱们便先回去了，让妍妍好生休养着。说完，拉着2个目瞪口呆的儿子落荒而逃，那背影活像有鬼在追似的。这身子越发不好了，这婚配可怎么是好啊？杨氏不敢深想，现在闺女都成了远近闻名的孤寡命。周家5丫头又荡秋千了。周家丫头这命还真是怪了。第1回定亲，未婚夫定亲第2月便被小姑娘勾搭上了，今日都要成亲了，据说还请妍妍过去吃酒。第2回定亲，未婚夫调跟人私奔了。第3回嘛，那男娃在外不检点，人家小姑娘都挺着大肚子找上门了。第1回那个听说还是娘家侄儿，光着屁股玩到大的。那回上了郑秀才新房的梁吧？可不是，刚修的新房，那房梁杠杠的结实，便是挂4、5个壮汉都不至于有半点松动。5丫头那小身子咋整的能弄断？原来周延慈本着生前没住过好地方，死了要住大户的想法，上了郑秀才新房的梁。当晚第1回自缢，以郑秀才新房房梁显现为最终结果，失败。他被抬回来时，只剩一口气。第2天爬起来，依然拖着病歪歪的身子，好端端的活着。再说第2回，那家伙竟然把8尺壮汉砸伤了，他倒好，自己个儿好端端爬起来，拍拍屁股走了。隔壁老王在家躺了半拉月。你说他运气好，他次次退婚；说他运气不好呢，3次敲阎王门都没被收。众人都去那被吊断的房梁研究过，3、5个壮汉都他妈断不了。这货是怎么吊断的？3次，那一阵风都能吹倒的小身板，能有1000斤不成？整个五福村的百姓最近都防着周延慈，跟防贼似的，生怕他报复自家，来自家荡秋千。此刻，周延慈坐在院中小木凳上，一身发白长裙，跟个幽灵似的。大郎那边怎么说？唉，第3次了。大哥狠狠擦了把脸，满脸水珠，眼中有些烦躁。方才2郎3郎去问了，听说那女子怀胎9月，马上都要生了。咱家妍妍退了。看着院中妹妹跟个鬼似的，顿时感觉浑身发凉。咋吊断了3根房梁后，有点不一样了呢？今儿舅舅家成亲，那妍妍，哼，未婚夫成亲，新娘不是自己，还有脸请自己去观礼，这都他妈啥事儿啊？不去，去什么去？还来请我们，也不知哪里来的脸。之前舅舅家穷的连狗都嫌弃，哪知刚定亲1个月就发了笔小财，当时还夸周延慈生来带福呢，结果转头他表哥就挑了，给周延慈戴了一顶3尺高的大绿帽。似乎跟妍妍定亲的都发横财了，发完横财就把妍妍踹了，典型的端起碗吃饭，吃完饭摔碗呢。院中发呆的周延慈听得耳边细细碎碎的声音，一脸懵逼。在青山精神病院待了3年，曾经向往的青山绿水如今都在眼前，一切恍如隔世，依稀还记得在精神病院称王称霸的日子。毕竟他可是被称为青山之王狠角色，虽说是精神病之王。娘，那不要脸的，呸！那舅舅家要催了。大嫂懂事，思绪飘飞，差点没把心里话说出来。做不成亲家，总不能连亲戚都没得做吧？虽说那不要脸的是他大哥，但那毕竟是他的娘家呀。杨氏掏出2钱银子，出门塞到周延慈手中。周二愣呆呆地看着他，眼神迷茫。娘去舅舅家一趟，你去街上买些自己喜欢吃的，莫要再多想了。杨氏眼神有些躲闪，心中1万只草泥马奔腾。
周言辞脑袋微偏，苦苦思索，才跟那所谓的未婚夫表哥对上了号。就是那个眼睛扣下来能当三角板用的蠢货啊！摸了摸脖梗，这些都是倒霉蛋原主自缢的证据。杨氏也没等他点头就走了，他不担心他想不开，毕竟上吊3次都没被阎王收走，唯一担心的便是谁家房梁比较贵，赔不起了呀。见杨氏关上了大门，这货才慢悠悠的回过神。前未婚夫的亲事总要表达一番祝贺的，毕竟精神病人也是懂人情礼数的好吧。周言辞总觉得应该去，似乎那是原主本身的情绪存留的些许不甘。来啊，造作啊，互相伤害啊！前未婚夫成亲送什么呢？小姑娘摇摇晃晃的身子出了门，眼神迷茫。周言辞没发现自己所到之处，村民皆退散。周言辞来了，快看好自家房梁，他要来荡秋千了。我家房子新修的，不好使，你换一家吧。我娘娘说了，不准你用我家房梁。周言辞一顿无语，感受到了来自全村的伤害。走了18条街，才最终找到了这个礼物。这个怎么卖？什么时候走的？哪是店里最大的？这个价格偏高，可以包运货。这里管成亲就要走吗？前未婚夫今天娶，院长说过，娶亲生子都可以送花。院长说的一切都是对的。呵呵，大姐，你他妈别闹，我可没说喜事送白花，这锅我不背。挑了店中最大最霸气的一朵，要是放在前未婚夫门口，想来小两口会很欢喜的。就这个吧，够大，够气派。伙计听了此话，登时多看了他一眼，脖梗间还有一层层掩饰不住的痕迹，只怕是寻死未遂。苦命啊，年纪轻轻便死了未婚夫。行，那便收你1000银子，中间的祭文你说说，我给你写上，咱们保证在下土前送到，不误事儿。店门口一阵妖风袭来，大大的丧葬一条龙5字格外耀眼，站在店内的周大小姐更耀眼。第一次参加婚礼，好激动啊！贺礼送到3福镇杨万福家，要放到最显眼最霸气的位置，我的贺礼一定是最出众的，嘿嘿。小姑娘脑袋一甩，便大摇大摆的走了，那背影稍微有那么点掉炸天，好像哪里不太对的样子。算了，钱都收了。伙计嘀咕一句，看着店字下一排小字恭贺，花圈上还是第一次见写恭贺的，活到老学到老啊。为第一任未婚夫挑好了礼物，走在热闹的大街上。不知道3个未婚夫还好吗？周言辞嘀咕一声，按照以往的经验，他喜欢的都发了横财，他开始讨厌的，就算发了横财之后，都以各种倒霉方式呈现出来。屏幕前的你，每个一键3连的人，我都会喜欢哦。周言辞在镇上看什么都觉得新鲜，但心中总念着种马第一任未婚夫，于是买了2块布塞在怀里，甩着小短腿儿朝3福村跑去了。妍妍，居然真是你！你怎么没去参加招表哥亲事？你也太小气了吧！你招表哥还特意给你道歉，赔了20两银子呢。一个傻乎乎的丫头，闭口一个招表哥，仿佛不知道周言辞被绿了。妍妍，听说你又被退啦？你不会又寻死了吧？哎呦，我说你怎么老想不开，3门亲事都悔亲，好歹你还落了几10两银子呢，要是我乐呵都来不及。这货明显是故意的，站着说话不腰疼。你要是愿意，下门亲事你死相公怎么样？妍妍故意捏着嗓子，学着他绿茶的样。啊呸！周言辞，你说什么呢？你存心诅咒我是不是？我还未定亲呢，你便这般恶毒。傻丫子跺了跺脚，捂着脸跑了。可是你下门亲是真的会死相公啊！丧葬一条龙，一路纸钱洋洋洒洒，杨家大门外摆了10几桌，吹吹打打，热闹非凡。还好没娶周言辞，那死丫头碰都不准碰一下，那豆芽身子还不稀得碰呢。想着在草垛子里的那一夜，心中越发火热。还是找熟了的好了。杨家父母也满意的很，这嫁妆就是丰厚。杨昭那个白眼狼，当年日子难过的时候，还收留了他几年呢。求亲时信誓旦旦的指天发誓，老天爷总会开眼的。还不是咱们没本事，让妹妹受委屈。不过我舅舅家也是怪了，怎么突然就转运了？我这儿媳妇就是天生带福气的。自从我家大昭与她相识后，这好事儿是一波接一波。这儿媳妇娶得好，这是把言子当什么了？周大郎捏紧了拳头，脸色阴沉。这杨家太过分了。屋内锣鼓喧天，也没人理会脸色铁青的周家人。屋外俩伙计抬着花圈，目瞪口呆。这他妈谁家白事张灯结彩这么热闹啊？这里是杨万福家吗？前未婚夫结婚邀请我，那当然要去，哪怕他之前把我绿了，我也要给他们送上洁白而神圣的祝福。院长说做人要大度，
嘿嘿。周言辞自然是心满意足，只是苦了俩送花圈的伙计，他们现在正面对着数百道冰冷的目光，大热天的都快结冰了。这里是杨万福家吗？有人给杨昭送贺礼，魏毛有种不祥的预感，这他妈还是第一次在大喜之日给人送花圈。怎么了？什么玩意啊！来这里干鸡毛，忒他妈晦气了！滚！对不住了您呐，这是给杨昭订的花圈，实在不知您府双办喜事，大吉大利，百无禁忌。对不住，咱们就是个跑腿的。话一出，整个杨家大院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沉默，小伙计当即吓得腿都软了。你说这是送给谁的？送给杨昭啊！听说今日是杨昭入土之日，咱等赶着送来的。不造魏毛说完这句话，感觉浑身一凉。不会来晚了吧？没事，这心一进到便好，赶明儿刷在坟头上也行。您快进去吧，这东西真上不好。你特杨二货吗？你真的看不见整个院里悠悠的眼神吗？请问您是？咱们回去也好交代。杨昭，什么？不误会，这真的是误会啊！今儿一早店里来了个小娘子，看着13、14岁，掏出1000银子便说什么？难道有谁与我相公有过节？这般大喜之日触人眉头，当真是好不知礼。娘子你怎么出来了？大喜之日便让你受惊了，是夫君的不是。两位新人百年好合，实在是那订花圈的小姑娘言辞恳切，这才闹了笑话。她自称是给未婚夫送葬。伙计一脸尴尬，妹纸，你这送葬合着是送你逝去的青春，咱理解错了。未婚夫。杨家人一怔，转头看着同样目瞪口呆的杨氏。大哥，你别乱想，这怎么会是妍妍？妍妍那般心善的孩子，怎会记恨你们？定是他们哪里搞错了。娘，这事本就是他们对不起妍妍，你认什么错？都是哥几个没本事，要靠着大舅家吃饭。妹妹受了这般大委屈，还要亲自参加婚礼以示祝贺。这般一想，3个兄弟脸都青了。三郎，快给你大舅认个错，你个孩子知道什么？杨氏急得眼泪都要出来。娘家退婚时给了20两银子，说起来杨氏对娘家还存着感激呢。周家的，你看看那戴着绿帽子过来的是不是你家妍妍？门口不知谁喊了一句，众人纷纷跳目望去。大小姐驾到，通通闪开！自带绿帽，真是个合格宾客。杨家人黑着脸，关门把3拜完。杨万福也怕周言辞一哭2闹3上吊，生怕这亲事办不成。这杨家着实狠心了一些，当初自己毁亲在先，上赶着去求娶，弄得几个村全都知晓。现在退婚人家小姑娘怎么做人？如今被当着全村面关在门外，以周言辞这千疮百孔的心，只怕又要死一回了。回去看好房梁，以防周言辞寻死。周大郎先住桌沿，正要一把掀翻，娘求你们仨了，回去好好哄哄妍妍，今日就别闹了。娘待会就去找大舅。杨氏能感觉到周围人刺眼的目光。大堂中，一对新人携着大红的绸子，双双祭拜天地。大宴中吃酒的村民有人好奇，转头盯着门缝那边的周言辞，却见那货笔直站在大门外，头戴绿帽，双手捏着3根香，地上竟是还点了一团火，烧的赫然便是那黄纸，一脸的严肃悲痛。1拜天地，1叩首，2拜高堂，再叩首，夫妻对拜，3叩首，家属打理。哪来的剧本？我在这喊个毛，快了哟！绿巨人周言辞默默摘下绿帽子，在门口焚烧。求婚时说好的誓言，我都会帮你们一一做到。我周言辞向来是言出必行之人。3拜完毕，只听那2位新人拜堂的头顶。刚建好3年的房子，梁断了，正好打在一对新人脑门上，当场就见了红。都知道他荡秋千会断房梁，却不想他杀伤力这般巨大，还没进门不刻房梁呢。周言辞刻房梁，这名头瞬间就坐实了。妍妍啊，你咋来了？你这孩子，舅舅他不让你进来，也是怕刺激到你。你说，明儿跟娘来大舅家认个错，知道不？却见周言辞悠悠地看了他一眼。我觉得杨家房梁好，风水好，一家子又富裕，我看上了。那个，妍妍了。娘给你说笑呢，你这孩子，杨家哪是什么风水宝地？对了，咱不去道歉啊。风水宝地，多么贵气的一个字！杨氏吓得腿都软了，拉着周言辞落荒而逃。刚一进村，便见村口一胖乎乎的妇人嚎叫着冲了出来：“周家的，你咋才回来？你家老周出事了。”咋了？我家老周咋了？说是东家嫌弃你家老周做的不利索，当场就换了人。这不打起来了，你家老周都见血了。
哎呀，我的天哪！你这是要绝了我一家子的路啊！娘，咱们赶紧去镇上，你快别哭了。妍妍，你去借牛车，娘你回家拿钱，去镇上。周家一群人忧心不已，唯独周言辞眼睛发亮，内心躁动不已。待会三郎去镇上把你弟弟找来，他是读书人，好说话。知道了。对了，妍妍，你怎么找陈叔家借了牛车？平日里他可宝贝这老牛了，碰都不让咱们碰。这么一说，另外几个哥哥倒是多了几分好奇心。借什么？看我过去，他们直接问我做什么，我说他们就给我了。就是全家都站在门前，不准我靠近房梁。我说借牛车，陈大爷片刻都没犹豫呢。为毛我就没这待遇呢？上次去借还被骂了一通呢。周二郎努了努嘴，心里不忿得很。你要是也有随时荡秋千的勇气，你也有怎么掉都不死的运气，你可以试试。一路上一家人插科打诨，杨氏心中才稍稍安定。相公啊，谁伤了我相公？我们一家老小可怎么活？谁伤你相公？你相公自己不识趣，自己伤的自己，难不成还怪我们不成？哟，这是还要赖我们呢？这一家之主赖着主家不肯走，这媳妇儿也不是个好东西啊！周言辞眼神一扫，对面的妇人双手叉腰，唾沫四溅，眉心玉玉，眼中浑浊，出口浊气污秽，有血光之灾啊！瞧着就要倒霉的香呢，好想抄个家。你污蔑，这街坊谁人不知？这事一直是我相公在做，怎会突然换人？杨氏面色苍白，气得满身发抖。老周家的，你们赶紧走吧，这真是换人了。你家老周被那老管家撤了呢。老管家与你杨家大哥熟悉，那新进门的媳妇又是老管家干女儿。杨氏心都凉了。你们赶紧走，这新房子建了却没找你们，都是人子。管家大人，你要给我相公做主啊！我相公是在主家被人打的。你还找我要赔偿？小小农妇竟是这般下贱，滚出去！袁管家怒斥一声，想着干女儿送来的口信，说如何委屈，他这心里就心疼得很。周言辞双手背在身后，嘴里念着众人听不懂的句子：抄家，我不踏，他不踏，你不踏谁踏？袁管家扑哧一声放了个震耳欲聋的响屁，站在院内的人一怔，看了眼面红耳赤、有些恼羞成怒的袁管家，正要说什么，不好，房子要塌了！只听话音一落，早已修建出一个雏形的小阁楼，直接在众人眼前轰然倒塌。那倒塌的碎片与袁管家擦身而过，此刻他还保持着那放屁的尴尬姿势，所有人都静了。阁楼塌了，被管家的屁震塌了。但此刻的周言辞站在目瞪口呆的周家人身旁，对此很满意。咋回事？发生啥了？掌柜的，他自从在那家被吓到，下巴就合不起来了。这家地主老财是有多嚣张，把工人打成重伤，却没给半点赔偿，被抬走时还要吐上一口唾沫。顶梁柱身受重伤，家人的话却让他更加难受。牛车上，一家人忧心忡忡。老周啊，老大还没生，老二老三还没娶，老四还在念书啊，一家子都靠你了。你有事咱们可怎么活啊？周言辞默默瞄了可怜的老爹一眼，方才他爹强烈的求生气息被杨氏一嚎，眼珠子一转，活活晕死过去，身子还抽搐了好几下，有点生不如死。大夫，快来人了！大夫，我家相公如何了？你可帮忙瞧瞧啊！这腿废不了，并多搏一些，心里这玉气要好好修养。可这手上这伤有些奇异，我再瞅瞅。我要是说爹玉结是被我娘下的，手是被我娘掐肿的，不知道有人信不？这身子要好好养养，有几味大补的药材，你们去抓吧。大夫，这汤药要多少钱？这其中有一味野山参贵了些，总共12两。医馆顿时鸦雀无声，几个好儿子大眼瞪小眼，如今三人穷的一个比一个响叮当。明，那老山参哪里有什么功效啊？不如咱们去山里找找，野人参找不到，找个小松鼠也好啊。妹妹退亲3次，娘手中大略收了3次退亲钱。周老二掰着手指头，就3笔数字捋了得有小半天，总共50两银子。大哥成亲花了20多两，大嫂看病花了约10两，剩下的省还能给我娶门媳妇儿。周老二低着脑袋，又捋了小半天，头上都冒起了烟。要是妍妍再退1次就好了。
好吗？数都算不来的玩意，算盘倒是打得噼啪响，怕是隔5里地都能听到。有好的当然给爹用，这一家都是爹挣出来的，给爹用也合理。老三虽说没心没肺，但极重情义。老大没吭声，就数他花的钱多，说啥都心虚。还是娘拿主意。这用了山参，能拳好步，还能做功夫，略有些微薄，恢复成以前模样是极难的。老周为了几个孩子操劳一辈子。杨氏边抹着泪，颇有爱父心切那味儿。如今孩子都大了，老周只怕也是希望几个孩子过得好。现在家中正是缺钱的时候。周言辞一脸懵逼，卧槽，这反转，本来都差点感动了。给爹治，按照最好最贵的治。周家四郎一身蓝色长衫，颇有大雅之风。咱家再穷也不能委屈了爹，给爹治。知道是治，但这钱哪来？大哥娶了媳妇儿，老四你念着书，将来大好前程。哥哥我就活该老光棍了呗。上次妍妍不是退了亲还有钱吗？娘做主便是，这孝道为天，爹自然要治好。我跟你说。周四郎走时又拿了3两银子，好吗？这货义正言辞的，不想也是个来伸手要钱的。老四上个月才拿了1两银子，这咋又拿了3两？咱们2个月的开销都没这点。老二拉个猪肝色的批脸，你懂啥？老四是读书人，与咱们能一样吗？只要早晚内服3次，外服1次，莫要忘了，若是腿有什么化脓之处，一定要及早来镇上，不然耽误了医治。大夫嘱咐了几句。回到五福村时，天色已经全黑了。周家的回来了，你家城里没事吧？你家这也是遭了灾，没事去庙里拜拜，瞧着有些备孕呢。一个长舌妇在路边一顿逼逼，你家房梁不错哎，瞅着像是走运的。长舌妇正要开口，喉咙直接消声，言恶人开口比啥都管用，原本嘈杂的村子瞬间消停。几个热心的帮忙抬，3两下便把周城里送回了屋。见到周家空荡的，连老鼠都不关顾，就都匆匆走了。话说方圆几十里，各大村落以五福村最为富裕，但周家却穷得清新脱俗。为什么呢？俗话说半大小子吃穷老子，周家杨氏这能人却是一口气生了4个儿子，现在除了老大娶了媳妇，剩下的没一个能打的。如今的男娶媳妇流的泪，都是当年生孩子时脑子进的水。都说一孕傻3年，谁曾想3年不到又3年，3年不到又3年。你知道这5年我怎么过的吗？孩子倒是生了1个，却越来越穷了。想想将来个个拖家带口，周家人都快愁不活了。如今老爷子出事，更是雪上加霜。杨氏有时候都动了和周言辞一起荡秋千的心思。杨氏越想越气。咋回事？难道给舅舅家茅坑偷偷丢鞭炮的事情被发现了？杨妹妹，你家除了大郎全都还未娶妻吧？妹妹有福气了啊！有人托我来打听打听呢。这话一出，周二郎瞬间清醒，眼神都清明了几分。这谁家孩子啊？咱家条件你是知道的，就这么几房屋子，现在老周又出了这档子事。哎，我的好妹妹呀，我哪会亏了你？放心，那家的我看过了，那孩子身体好，进门就能生呢。杨氏听的那句进门就能生，有点心动。我跟你讲啊，这简直就是你们的运气来了。那女娃不要聘礼，说是还有几两银的陪嫁。周老二眼睛一亮。不过就是有个要求，对你们家也是更好呢。我说的那家人其实是看中了你家爷爷，打算娶你家爷爷当媳妇的。你家老二娶一个过来，嫁一个人迎过去，正好。王氏一脸的兴奋，换亲。哎呦，什么换亲呢？难听，这是亲上加亲。那家人可是有什么不对？好端端的家庭怎会娶不着媳妇儿？瞧着又不是日子难过的。没啥没啥，就是前些年与人打架，有些疯疯癫癫。不过现在好多了，你放心，你家人迎过去可是吃香的喝辣的，好着呢，人家可不缺钱。王大嘴巴还在叽叽咕咕，杨氏却猛地变了脸，疯癫的换亲。周言辞默默站着，不知道在想着什么。周老二盯着周言辞，心事重重。王氏走前笑眯眯地看着周言辞，眼神仿佛在打量什么货物一般。快来吃饭。妍妍啊，以后可不能这般冲动了，你知道吗？今儿你爹只怕是受了你的连累。是我的错，不是我打的，也不是我把他换下了，不是自己的锅，绝对不能背。但事情因你而起，娘如今可怎么面对他们？连恶人一发狠，对着桌上食物一阵扫荡，一桌子人都傻愣着看他，犹如蝗虫过境般模样，愣是把几个大碗一扫而空。这妍妍啊，你能吃得下娘就放心了，放心了，以后可不准再做傻事，娘定是能给你找门好亲事的。对了，你想找个啥样的？
我要祖上没积德的，要那后宅不宁的，要那一家倒霉至极的。要那周言辞掰着手指头，一五一十的数，十分认真，大略意思就是要那上辈子作恶多端，这辈子回来还债的倒霉孩子。阎王爷，收我走吧，求您了！这一家子没一个正常的，我太难了。周言辞，周言辞，你别躲在里面不出声，我知道你在家，你有本事克男人，怎么没本事开门啊？开门！怎么这时候还有谁来？这声音咋听着有些耳熟？周言辞，你这个扫把星！新娘子咋来这儿了？这是来看看你相公的前未婚妻不成？是不是打算三跪九叩认个错啊？这是怎么的了？今日可是大喜，莫不是出了什么大事？杨氏脸色有些尴尬，周成礼还在屋中躺着呢，他还没问大哥怎么意思呢？什么大事？你家周言辞是不是克我家朝哥了？白日里拜堂和杨昭被房梁砸晕也就罢了，晚上两人洗漱好，准备洞房花烛，哪知杨昭竟然违了。新婚第一天，杨昭违了，且怎么都起不来。当时两口子脸都绿了，偏生这事方昭元又不敢说出来，让相公没了面子。我家妍妍哪有那么厉害？大嫂，这实在不干我妍妍的事儿。谁不知道你家周言辞是倒霉催的？是不是他故意来坏了我家风水？可怜我的赵哥啊！难道真是我鞭炮丢舅舅茅房被发现了？这兴师问罪的给茅房崩塌了吗？威力这么大吗？不应该啊！你这倒是怪了，问你杨昭是死了还是残了，你又不说话，莫不是今儿杨昭被老天爷开眼砸了脑门，来了点汤药？那给你2铜板，不用谢。周言辞一句话没说。你做什么？便是你被退了亲，再舍不得表哥，也不能这般害了他。我哪里害他了？倒是你，新娘子不好好在家躺着，挺着个大肚子到处跑，也不怕肚里的娃夜里受了惊。此话一出，方才还紧绷的气氛顿时一静。傻，大肚子，身孕，你胡说！便是你嫉妒我嫁与你表哥，你也不能这般胡言乱语，坏了我名声。方昭元眼睛通红，恨不得上去撕碎了周言辞，哪知她那婆婆彭氏却是当了真。咱先回去，赶明再来。先回去，风大，我伤了身子。这刚开场的闹剧，一碗饭还没吃完的功夫，就被周言辞带偏了。周围人似乎也明白了某些东西，这杨家小子只怕是早就吃了禁果。你这丫头，当着这么多人胡说八道，以后还要不要嫁人了？你觉得这村里还有谁家敢娶我？你说可不是，这村里防他去自己跟防贼一样，还说亲呢。你这丫头胡说八道，当心下次就麻撕了你的嘴。要怎么劝娘把妍妍嫁过去呢？混亲只要能娶到媳妇儿，那算什么？我可没胡说。瞧她天庭饱满，带着红光，眼中春意横生，浑身气息与小妇人大不相同，不是有身孕才怪。月貌的3个月了。别问他为什么知道，他就是知道，老天爷赏饭吃，咋地？哟，你还会掐指一算了，妍妍你这可厉害了，还怀了3月身孕，你舅妈知道只怕要乐死。周三郎拍着大腿笑，显然没把周言辞的胡说八道放在心上。你表哥跟那方昭元相识才3月呢，你这丫头越来越口无遮拦了。妍妍这亲是在进步的退了，成家。我这也是迫不得已了。当家的你要是身子还好，几个孩子的亲事我也不急，但现在你这……明儿我就带上妍妍去全福庙看看。大哥，你踢他屁股啊！哎，二哥这个猴子偷桃金髓，哟，这巴掌牙都松了吧？俩兄弟就因为摁了一下头，打得不可开交，人脑袋都快打成了狗脑袋。周恶人在边上疯狂拱火，却不知明天又是一场万恶的香气。出了村子，坐上牛车，杨世才拉着周言辞细细嘱咐：我这闺女在村里长得算顶好的了，怎么这亲事这么不顺呢？去了庙上少说话，跟着娘就行了，见了什么人也不准瞎说。娘你放心吧，我会看好妍妍的，不会让她乱说话。一个周言辞就够让他揪心了，回头再看着一张脸跟发面饼似的，说话都漏风的周老二，就气不打一处来。你瞧瞧那人，眉心玉气不散，头上乌云罩顶，脚下绵软无力，一看就是家中有人重病去世。啧。周言辞冷不丁来了这么一句，此刻杨氏脸都绿了。让你别说话，你死了3回，倒是会看命看相了。你这么能耐，咋不算算自己什么时候能嫁出去？杨氏气得心口生疼，这小可爱说话就没好事。这倒不是，不过我多说2句，他家可能就……我又不骗你。这小可爱荡了几回秋千，提起性子越发怪异了。一路杨氏都在絮絮叨叨，你们几个都跟我去大殿上香，看见什么都别问，回去什么也别说，听到没有？管好你的嘴。
说的就是你。哎，你们可来了，程大嫂可等久了。程公子还念着要看媳妇儿呢，你家二郎这是咋了？一个晚上的时间脸大了3圈，差点都没认出来。别提了，先去见见程家人吧。嚯，媳妇儿在哪呢？我要睡媳妇儿，我要跟媳妇儿生娃娃。马上就来，马上就来！你媳妇可是出了名的漂亮，到时候你想怎么生就怎么生啊！进了咱家的门，生死可都是咱家的人。董事来时，恰好听见这一句，若是真换成了，只怕周言辞真就是程家人了。董事不屑地看了眼周二郎，这啥玩意啊？脸跟个发面饼似的，拿脸砸墙了！走，上大殿去看看。725，就当给咱两家做个见证。哎呀，我的妈！这黑傻子还是个绝的。娘，你慢些。看二儿子，他哪里不知道他的心思？一行人一前一后，心思各异的，这就进了大殿。你不准走我前面，你得走我后面。那黑傻子一边流着哈喇子，一边眼神不眨的望着周言辞。俺娘说了，我走在前面，媳妇儿只能走后面。你是我买的，就只能是俺程家的。以后你好好生娃就行了。程公子这是心疼你，怕你走快走累了呢。程公子啊，这什么买的？这可是明媒正娶的。王氏不禁又有些埋怨程大嫂，这傻子面前能乱说话呢？这白白净净的闺女还没进你家门呢。我儿程腾果然有大地之资，往常教他什么都学不会，现在能记住这么长一串话呢。董事心里带了一股子火，便是泥人儿心里都有些火气了。该轮到咱们了，求菩萨保佑，保佑两家就姻亲之好。杨氏听了也只垂了垂眸，看了眼儿女，终究什么都没说。两家母亲虔诚地点上香，刚插上，哎呀，娘爷，这一兜香烛全都灭了。方才还差点烧起来的香烛，竟是片刻间尽数熄灭。我亲眼瞧见他们把香插上去，还没走呢，这一大缸香烛就熄了。闻讯而来的小沙弥瞄了一眼，赶紧解围。阿弥陀佛，各位施主受惊了，想来是这批香烛掺杂了别的东西，施主安心上香便是，出家人不打诳语。说好的不打诳语呢？小沙弥也很无奈呀。我还没见过这种阵仗呢。杨氏几人这才面色好转了一些，几人干脆也不磨蹭，直接拿了香祭拜。哎，又灭了，是吧？我说是吧？杨氏吞了吞口水，傻眼的看着燃烧极旺的大香瞬间熄灭，心中拔凉拔凉的。这是巧合吧？程家那黑矮个腿都哆嗦了。娘，我怕。看着众人哄堂大笑，这全福寺该整顿了，回头便禀报方丈，一定好好整顿，保证不让各位施主买到假香。小沙弥一本正经的替他们找借口，好绝望啊！不如你们再上一炷香，上一炷，再上一炷看看。喊得杨氏一群人脸都白了。不对呀，怎么会这样？这下连那王氏都白了脸，总觉得自己拉了一对了不得的红线。程大嫂沉着脸，捏紧了一把香，干脆也不拘有几根，拉了杨氏一人分了一半。两人老规矩，在众人眼皮子底下上香。又新大片，你们这是求啥大不了的事儿了，连菩萨都看不过眼，这太尼玛邪门了！要不是亲眼所见，说出去都没人相信。杨氏一听这话，立马变了脸。娘，我怕，娘，我真的好怕，我不要娶她。来自一个傻子的直觉，娶了她一定会鸡犬不宁的。这妹妹呀，方才咱们谈的那事儿啊，就当姐姐啥都没说过啊，你全当姐姐没来过。菩萨保佑保佑！王氏面色苍白，连滚带爬的下了山，从业20年，从未遇见这等老天爷都不带人的亲家，真要成了，简直作孽呀！转眼间，徒留下周家人一脸懵逼。哈，我还是第一次遇见有人能与我谢家的党媒相媲美的。后室内方才那小姑娘站在玄山男子跟前笑道：咱们都是受上天格外关照之人。男人定亲7次，死了6个，唯一的一个生还者上山当尼姑去了，这在全国都是公认的带衰命，连上朝时皇帝都要多带2个开光护身符。还找了个借口把他调到了金銮殿大门口，害怕呀！嗨，我还是第一次遇见有人能与我谢家的党媒相媲美的。咱们都是受上天格外关照之人。阿弥陀佛，不，施主你想太多了，你们完全是2个待遇好吗？杨氏从进门拜佛开始就是昏昏沉沉的，这次相亲毁灭的相当完美。看周老二那委屈巴巴的脸色，他就一阵烦躁；再看自家小女儿那一脸满意的表情，他更是头疼欲裂。娘，你还继续拜吗？我瞧着前面还有个大香炉，看着很是大气。哥，他们要拜你刚进的香，我的乖乖不得了，你的衰命肯定又会传得更上一层楼的。
谢锦绣一抬头间，刚好瞧见周言辞不经意间看进来的眼神。天生带衰命，这天下居然真的有逮谁克谁的带衰命。少年，我观你印堂发黑，红鸾星都被淹没了，你这辈子注定孤独终生哦。说完，便跟着杨氏和周二郎一块走了。我的衰命已经蔓延到脸上了，去找几个人把天炉守着，不许任何人上香，不许任何人参拜。向来都是别人怕你，竟是还有你也怕的时候。娘，这大户人家真小气，天炉往年都还能上香参拜，今年连上香都不允了。董事看着那几米高的长香，摸着肚子，有些遗憾。1年了，他这肚子半点音讯都没有，还上什么香？你想看几米高的香倒下来不成？周二郎语气有些烦躁，眼看着到嘴的媳妇儿没了影，却又不敢再提周言辞的亲事。方才成家，吓得屁滚尿流，他又何尝不是心有戚戚？走去算一卦。全福寺求签是出了名的，杨氏3人求完签后便去挤签了，这货才慢悠悠的去拿签筒，一副毫不关心的样子。周言辞拿签筒的时候，身旁正巧一双满是厚茧的手伸了过来。一男一女，签筒在手中发出有节奏的响声，竟带出了几分和谐之意。师傅，帮我儿媳看看，这签文说什么？今年能怀上不？我这儿媳1年了，都求子无方。你再看看我这2儿子，亲事如何？老和尚接过签文，有细看了董事相貌。这张脸是典型的无子相貌，甚至透着几分中年守寡无子送终的迹象，但此刻都隐隐有破厄的征兆。老和尚有些惊悚，你这位施主近日家中可有什么离奇之事，亦或是寻常人无法办到之事？大师，是不是我这儿媳妇生不了？我老大家是不是要绝后了？夫人且放下心，这位小妇人命中有子，且安心将养着身体，自有送子娘娘到来。这居然还有改命的逆天能人，就是大国师也不敢妄加改命，命中无子之命，却又成了多子多福之象。杨氏一听，顿时喜出望外，转头看着董事的眼神都好了不止半分。你再看看我这2儿子，亲事能顺顺利利不？乃这老和尚却是皱了眉头，一眼看出周二郎并不是良善之人。谁家倒霉孩子能长一张天生挨巴掌的脸啊？多看一眼都觉得晦气，上辈子造了啥孽？这是二公子亲事不及，缘分还未到罢了，切勿操之过急，一切自有定数，切莫乱了心智。二公子一看便是心急之人，这良缘只怕要成孽缘。本就心思不纯，恐要出岔子。杨氏一听，脸色便不太好了，周二郎顿时便黑了脸。胡言乱语！哎呀，不得了，简直不得了啊！求签那边传来一阵阵惊叹，怎么回事？你妹妹呢？怎么还没出来？杨氏慌了一下，生怕周言辞要去佛前做点啥不能做的事。天下竟有这般奇事，怪哉怪哉！这经文不知该如何解啊！只见那求签的佛前围着一群人，这可是奇事。这姑娘求签，摇一下出来一支，摇一下出来一支，且支支都是上上签。你瞧瞧，那签筒里剩下的全是下下签。这有什么？旁边还有个更厉害的，支支都是下下签，签筒里全是上上签。你瞧瞧那人，脸都要绿了。特别是旁边那姑娘，每摇出一支上上签，便念一句，又是这个，可把旁边那公子气坏了。一群人看着他俩像看什么稀奇的物件一般。杨氏奋力挤了进去，便见他家小闺女怀里正抱着一把签文，还苦着个脸。娘，这签怎么全是一样的？全是什么上上签？怎么摇都出不来别的。说完这话，杨氏眼睁睁看着周言辞身旁的华服少年郎黑了脸。妹子，你可别火上浇油了，我哥要炸了呀！不过你这运气还真是逆天啊，羡慕！我谢家都成了人见人退的衰府世家了。快去解签，快，看看姑娘你这是什么命？旁边看热闹的急了，怎么下下签那个走了？赶紧催促着剩下的周言辞去解签。一群人簇拥着周言辞浩浩荡荡去解签。那目瞪口呆的老和尚张了张嘴，却不知如何下手。施主，我4方丈有请。正无奈之际，一个小和尚却出来请了周言辞去后院。周言辞顶着众人遗憾的神情走了。杨氏想要跟上，夫人且稍等片刻，在寺里吃些素斋吧，待小施主解惑后便回。小和尚眼中有着杨氏看不懂的羡慕。国师1年就来3天，且每次时间都不定，这一来就让他给碰上了。说他运气不好，小和尚都不肯信。全福寺出了2道奇签，一道全福上上签，一道天衰命下下签，这是在小镇上广
广为流传。周言辞跟着小和尚进了佛堂后面，坐着个一头白发的老人，看着很是慈祥，和蔼可亲，却又透着几分高深气息。求子求姻缘，镇宅镇国家，潜伏少女已登陆。祝屏幕前的你心想事成，万事如意，多财多福，点个赞吧。恭喜你发财，恭喜你精彩，祝好的请过来，不好的请走开，礼多人不怪。此天生死命，当朝国师都求着他当徒弟。不得了啊，不得了！你有道灵光从天灵盖喷出来，你知道吗？施主老衲观你骨骼精奇，很有慧根，不如跟我去山上静修几年，将来只怕是全国数一数二的大智慧之人。不，我是要嫁人的。我那便宜娘为了把我嫁出去费尽心思，你倒好，直接让我出家了。她要知道你这想法会打死你的。施主你这么大把年纪还来招摇撞骗，日子过得也很艰难啊！你放心，我不会拆穿你的。你可以去骗前面那个二傻子，他抓了一把下签呢，人傻钱多，好骗，速去。我谢谢你哦，小姑娘，我特么可是当朝国师啊！不远处的二傻子谢锦修听得这话，登时把千金术藏入袖笼。别哭了，老伯，给你颗糖吃。哎，施主我得回了，我那二哥忙着相看媳妇，我要回去瞧热闹呢。平常被人求着解惑的老国师一脸懵逼，还是第一次有点挫败感。这熊孩子咋就不求求福祉，不测测吉凶？没想到你也有被人甩脸子的一天。圣上知道，只怕要笑死了。你来了，他就笑不出来了。金銮殿大门口的冷风好吹吧？冬天到了，门口可冻人。冬暖夏凉，甚好。老国师笑而不语。我看是甚好吧，毕竟未婚妻全都克没了，甚肯定更好了。没人知道，老国师面上是得道高人，一派仙风道骨，内里称得上一具段子手般的存在。你得一个屁，你个老光棍！老夫至今为止没克死一个，确实不如谢克死。本公子至少曾经拥有会像你从小出家的老童子，还有谁家正经和尚和你一样满头头发的秃驴，说出来都别扭。老夫不客气啊。你也要有机会克啊，老头子。阿弥陀佛，出家人不近女色，所以也不会客气。我尼玛，逮着瘸子腿猛踹是吧？我锤死你个假和尚！俩人一阵兵荒乱摆，满屋子的家具都毁了。俩人倒是都一点事情都没有。有种别总是飘来飘去啊，老贼！呵呵，莽夫空有一身蛮力，何况老夫从未娶妻，哪来的种？要不你来当老夫孩儿？老贼，哼！别闹了，谢克死！老夫虽说硬碰硬打不过你，但你也要能沾到老夫的边。要不是你师傅传你那一身功法厉害，看我不锤死你！呵呵，想学啊你？我教你啊！滚！俩人又打了半天嘴炮，才言归正传。你这命若是找不出相克之人，只怕不出3年，你这条命以及谢家都难留。老国师提点一句，便悠哉悠哉的走了。周家一回到家，周老二、周老三不知道因为啥又掐了起来。边上看戏的看戏，拱火的拱火，老母亲杨氏又是一阵头大。今儿老四要带同窗回来吃酒，三郎你跟妍妍去镇上买些肉菜和酒回来，顺便让你四哥早点回来吃饭。明，我去吧。三郎去打猎，他身手好一些。周三郎没心眼，也没多想。临出门前，周言辞对着他哥来了一句：“我好想吃红烧兔子肉、辣野猪肉哦。”本来还想添一句：“天冷了，我还想吃蛇羹。”但见周三郎急急应了一声，就跑出了门，话便咽下去了。妹子，亏得你咽下去了，不然你三哥的交代在山上，你下次想吃什么，让你哥有个心理准备啊。
周延慈身后背了个小背篓，周二郎急匆匆走在前头，镇上一切都让他感到新奇。身后没了一群院里的跟班，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真幸福。我去买家伙，你去书院找老四，让他一起回来。回村里的牛车别错过了，他那个人惯是要面子，错过了只怕又要坐马车回家，败家子。说完就走了。周二郎早把杨氏的叮嘱忘在脑后了，千万要看住你妹妹，买东西事项先把人看住了。杨氏不知说了多少遍，毕竟上次他出门就给人整了个花圈带回去。我现在不怕妹妹吃亏，我就怕别人吃不消，房梁都掉断3根。现在就算他去跳河我都不怕，怕的是别人。此刻就有了周延慈自由飞翔与太阳肩并肩的时刻。今儿谢家日密3日，快，咱们都去排队领1万去。哦，周延慈愣了一下，便往谢家那边的长街走去。这谢家真是好人啊，老天爷一定保佑他们多子多福。恰好听得此话的谢景修内心一阵草泥马奔过。哥，他们一定猜不到，咱们求的多简单，不求老天爷保佑多子多福，只求老天爷不要格外关照咱们了。谢银慧看着不远处的谢府施粥，周延慈默默站到队伍最后边，看身边人都在念什么大善人，什么多子多福，脑子里也记了2句好话。哥，是那个抽了好多上千的姑娘。来人，去给那位姑娘多送些好酒好菜，让她多说几句吉利话，多说多赏。谢景修顺势看了过去，在人群中一眼就能看见他，怎么说呢，就像自带了万丈光芒。这会正有人拿了个大麻袋过来递给他，排队领东西的人都惊呆了。姑娘，咱们主家说了，你说一句吉祥话，咱便赏你1样。这位大哥，你可是说真的，说一句就有东西？我告诉你，我可能说的你谢家揭不开过。对呀对呀，你这可是真的。众人全都激动起来。大家误会了，只有这个姑娘说的才算。哦，这位姑娘今儿是来的第666位，咱们主家要讨个吉利数。底下叹息，遗憾一片，所有人都羡慕地看着周延慈。小姑娘，快说话，多说点好听的，让人去叫你爹娘过来搬。周延慈抿着唇，脑子里一片空白，说什么怎么说？祝谢家多子多福，儿孙满堂，荣华富贵享之不尽。汉子抹了把额上的汗，见这姑娘只说了这一句，怎么也不肯再说。把东西都给那姑娘吧，差人给她送去，莫让人欺负了去。哥，我看你这辈子是难讨媳妇儿了，今儿竟是遇到个二愣子，说点福话全是祝福多子多福的，你连媳妇儿都还没有，怎么多子多福啊？这兄妹2人没当真。哎呦，你这小姑娘就是不贪心，若是我啊，定说的那谢家都没钱买米。怎么不多说2句呢？这马上过冬了，下雪封了山，多说2句，今年一家子都好过。一群人见周延慈呆呆的没什么反应，只当这小丫头是自己后悔去了，众人心里这才好受一些。说多了他们生不起。周延慈垂眸低声道，看在好酒好肉上，还是不把你们生破产了。此时远在千里之外的京城谢府炸开了花。老爷，三姨娘有喜了！老爷，6姨娘差人送话来，有喜了，有喜了！老爷，8姨娘也有喜了！整个侯府都充斥在一片报喜声中。头上白发横生的70岁谢老太爷一脸懵逼地坐在藤椅上，脑海里只记得一句：老太爷，你又要当爹了。老夫果然是雄风不坠啊！哎，今晚老夫要打10个。祝屏幕前的靓仔靓妹青春不老，雄风不坠哦，嘿嘿。无数英雄永四方，人间正气存不尽。敢信这个姑娘每次凑热闹都能满载而归。话接上回，没人看着的周延慈就和离了笼的小鸟似的到处飞，哪热闹就往哪凑，这不又有热闹看了？老天爷啊，你要为我们母子主持公道啊！死老太婆，你好狠的心啊！大夫说着本来就是男婴，是让你给害了。唉，都家老太太不知在哪听说了换胎药，说是女娃都能变男娃。那挺着大肚子的新媳妇儿吃了整整6个月，临生前1日还喝了2大碗汤药，结果生了个不男不女的怪物。造孽造孽！杜少宇，你给我出来！是你毁了亲都要娶我的，你忘了吗？你这女子，就算杜家有99分的错，你难道没有1分吗？赶紧把孩子放下，你还要做什么孽？滚开！去你娘的吧！我这1分该打的话，那99分是不是该死？此时的周该六子正好听到这边热闹的动静，晃晃悠悠的走到人群里。哟，这不是给我戴第3顶帽子那傻婆娘吗？巧了吗？这不是虎毒上解不食子，你这恶妇，你们做的孽却要孩子来承担。你到底要胡闹些什么？前些日子已经给了你100两银子，够你吃一辈子了。带着你生的儿，
东西滚出去！东西？你说我什么是东西？你说过我生下儿子就会娶我的，你不能食言。她好好一个黄花大闺女，如今连儿子都生了。若不是杜家一直说会娶她，她早就被陈塘淹死了。以前怎么没发现周言辞这么好看呢？比起这傻乎乎的婆娘，好了不知道多少倍，都怪这臭婆娘勾引我。你这是栽赃陷害，不知在哪大了肚子，还诬赖在我身上。你看看你生的那玩意儿，有我半分模样吗？我与周家退亲那是意外，我心中最是中意周家妹妹，明日便上门提亲。你好狠的心呐！那么多个花前月下，你就是这么骗了我的身子，骗我生了你的孩子。周围人多少对杜家都有点印象，那家子不道德，那女子也不是个良善的。周家妹子，前些日子是我被小人蒙蔽了眼睛，这些日子让你受苦了，明日我杜家便亲自登门谢罪，重新提亲。杜公子与周四郎是同窗，当初两人能定亲，周四郎有着不可或缺的缘故，默默解下长长的发带。这白色发带怎么看都有些眼熟，好像在哪里见过的样子。只见周言辞拎着白绫，便站在杜家大门口。你别担心，很快的。你记得去通知下我几个哥哥来练诗，反正你要去，到时候墓碑上我允许你和杜少瑜之妻，后书我也不会爬起来找你不是。你别哭唧唧的了，看好，我教你，这荡秋千也是有诀窍的。有些人掌握不好技巧，荡上去很久都不会写，这双腿不停的蹬，一点点的扯到喉咙都没有写，反而受尽折磨。还有这个结，你看，要这样才不会荡秋千到中间散开。周言辞一本正经的在秋千上胡说八道，看得众人一愣一愣的。完了，惹大祸了！那个，你别冲动，我家房梁不结实，真的不结实，我方才说笑来着，你别当真啊！我这是造了哪门子孽？遇上两个女子，特么就没一个正常的。魏毛旁边那抱着孩子的女人在很认真的学习打结，还有那个狗子，你学这个干啥？还做上笔记了？其实上去前最好别吃东西，有一次我就吃了大亏，我严重怀疑我失败是因为吃太多了，不然那房梁脆弱的跟大饼似的，咔嚓就断了。年轻女子听得认真，老师傅周言辞不计前嫌教的认真，那一副过来人的高姿态，看得杜公子以及凑热闹的百姓头皮发麻。小姑娘，你莫要教人乱来，你知道什么？瞎胡说！我都没发言权，还有谁？你找出来咱们比比。我荡秋千荡了3次。上次他带着那小白脸挺着大肚子过来要五羊威时，我当即回去就一根白淋上了房梁。俩劈腿当事人被当面宣扬，场面一度十分尴尬。我胡说，谁能有我经验多？我跟你讲，这个事情我认第一，没人敢认第二。再说，谁特么敢比我多一次？一回生，二回熟，3回4回挂墙头，我可从来没服过谁。老者被他噎得说不出话来，比什么不好？比荡秋千？你确定能跟你比出个高下的人还活着？人家一根白绫就见了阎王。周言辞跑去端了个小板凳，恰好能踩上去的样子，还试探着把脖子挂了上去，试了下力气，吓得周围人齐齐变色。乐，给你先上去吧，用完了我好洗头发，别耽误太长时间，我还要回去过中秋。这会儿整个街头都安静了。你们别这样，我好害怕的，我特么这是招惹了一群什么样的女人？年轻妇人吞了吞口水，心里有点慌，怎么办？此刻看着那白绫，有种白骨悚然的感觉。魏毛听着他那种你先上去的话，好像在说今天你吃了吗？听说荡秋千前穿一身大红色的衣裳就能成立飘缠着仇人，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下次我试了再告诉你。周言辞心中还想，你要是那会还没洗的话，我就来告诉你好了。杜公子只觉一股凉意袭来，半晌他才哆哆嗦嗦来了一句，你可千万别半夜3更上了我家房梁，我可不敢娶你，不敢，一言不合就上吊，惹不起。散了吧，都回去过中秋吧，没什么可看的，走。你们2个是女子，应该知道坏了名声，将来不好找婆家。况且我杜家也不是那么好惹的，你信不信我让你们看不到明天的太阳？明天阴天，你要是不介意，我现在也能借你家房梁一用。杜老太太脸色一黑，忘了这么个荡了好几次秋千都没洗的存在。老太太，我尊称你一声老太太，当初是你给我的承诺，如今好好的男孩成了这般模样，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现在倒是想把我打发了。当初杜少瑜如何把我的衣服一件件脱下，现在还能装作什么也没发生吗？去20两银子给周姑娘，以后周杜2家再无任何瓜葛。今日少瑜满口胡言，招惹了姑娘，还望姑娘莫跟他计较。周言辞出来一趟，简直跟中奖一般，兜里揣着20两银子，瞬间成了富户。祝你多生几个儿子。说完，不着痕迹的扫了眼他下身，一言不发，扭头就走。刚走出街角，便听得杜家门口一阵凄厉的惨叫。
只见内杜家门口摆放的石狮子突然从石座上轰地倒下，那石狮子当即把杜少瑜砸倒在地。快去请大夫，我杜家不会要断根吧？此刻，女子怀里的那无辜男婴一下子便弥足珍贵起来，女子还愣在原地，耳边还响起周言辞经过她身边时飞快说的一句话：一口价100两。女子狠狠地打了个寒战，我到底惹了什么样的大佬啊？正可谓天道好轮回，言辞饶过谁？祝屏幕前的你也能如愿成功发财，许下心愿的宝贝，我会把冤枉挂常青树上，愿你梦想成真哦。这头足有2吨重的大野猪，7、8个壮汉都得怂，却被一个弱不禁风的小姑娘收拾了。话说上集周言辞交代周老三要吃兔子和野猪，周老三却只带回来了兔子。妍妍，你回来了，快来，三哥今儿打到好东西了。哦，只见院子里周老二跟3只兔子干起来了，没打过兔子正在地上嚎着。嘟，这是来福把常威干趴了吗？你们3个去把自己毛拔了跳锅里，别让我动手。哎呦，这是又咋了？老三，你又揍你二哥了？老大，你去扶他一下。娘，我说他是被兔子揍的，你信不？胡说八道！你四哥怎么还没回来？这天都快黑了。老四他们那些读书人说是要对月吟诗，要走路回来。咦，怎么只有兔子？我的野猪肉呢？你和老大去接一下，带上东西。这乌漆嘛黑的。明，一群大老爷们出门，要说害怕的也是姑娘家。那哪能一样？你们都是做惯了粗活的，老四他们只怕碗都没端过。我跟大哥一块去。你个姑娘家的，身子还未曾养好。你娘没事的，我带着妹妹多出去走走散散心，对身子好。不准给你四哥丢脸。杨氏摇了摇头，生怕这丫头又犯浑。妍妍，你不要什么都听四哥的，以后咱们不着急嫁人了。大哥养你，这么晚了你都还要去接四哥，你四哥不值得你对他那么好。周老大沉着脸，大哥你哪里看出我是去接他的？我是去找我的猪。此时的周老四一群人正和一头二师兄大眼瞪小眼着，空气都凝固了。这畜生没有攻击我们，我们往另外一边绕过去。5人自以为能逃出升天，殊不知他们换了个方向。那野猪也挪了下自己庞大的身躯，把路挡了个结实。该死的，出来过什么中秋？真是见了鬼！这么个鸟不拉屎的地方，还遇上这么个畜生拦路。咱们一个一个过去，5人目标太大了。这样吧，我走最前面，你们在后边。周伯月心想人多更容易招野猪，便趁几人还未反应过来，便往另一侧走去，嘴里还满口去以身犯险，一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样子。他想的倒是美，却不曾想周言辞想吃的野猪，人家都送上门了，怎会不来找周家人？周兄果然有担当，把野猪引到周兄身边，王某佩服佩服。周兄好样的！周兄，不枉咱们同床异场。伯月，你当真让我刮目相看？4人抱团一般，东挪一下，西挪一下，发现那野猪看都没看他们一眼，一双眼睛跟长在了周老四身上似的，倒是把几人惊了一下。周兄，你觉这野猪的祖坟了吗？能让大野猪专定你一个人，你也是世间头一份了。周老四气得浑身发颤，却又不敢反驳。有人来了，咱们有救了。周老四当时面上一喜，此刻谢家马车和5个读书人被野猪堵在路上，当真是欲哭无泪。谢家最是仗义，多谢管家救咱们兄弟5人出苦海。老四，是不是你老四？3人的身影不多时，便出现了众人视野中。我大哥来接我们了，我三哥是打猎的好手，定能护咱们周全的。周老大住了脚步，望着那月色下目光不善的野猪，心口咚咚咚直跳。老二，你带言辞退回去，快，趁他不注意，带言辞回去。那头的周老四差点咬碎牙，来的是周老二就算了，老大还让他回去。周言辞纳纳的看着野猪。猪猪过来！这一刻雷瞎了众人，妹纸，我给你跪了！小妹别过去！一群人还在目瞪口呆之际，只见周恶人拎着2马桶揣子，那瘦小的身子翻身就上了大野猪的背。妍妍，快下来，快下来！当心伤着你，我马上叫人救你。夜色下，一群被野猪吓破了胆的人在风中凌乱。伯月兄，你这个妹妹一点都没觉得单纯胆小啊！我迟早宰了这个畜生，今儿简直让我丢了大脸。还有周言辞，不识好歹的东西。各位，我乃谢家小厮，请问五福村怎么走？这可巧了，我便是五福村之人，不知管家要找五福村何人？此刻的周伯月仿佛忘记了他爹周成礼被管家打伤身子躺在家中之事。我找五福村周家。哦，你是周家人，那便好了，一同上马车吧。周老四挺直了脊背，今晚他感觉自己在做梦，徒步回家，遇见野猪，跟谢家攀上关系。
周元慈进村的时候引起了些骚动，都到周家打了头大野猪。一进门，野猪往角落一蹲。娘，咱家养头看门猪吧。杨氏身子都在哆嗦，好大一头野猪，活着的还没捆的，就那么虎视眈眈的躺在院里，救命！门外周四郎从马车上跳下来，还上前扶住了总管。这个读书人挺识趣，就是怎么看都觉得有点眼熟，仿佛在哪见过似的。把东西轻点一下卸下来，动作轻点。周四郎眉眼间带着几分笑意。方才在马车内，他几次与总管交谈，就是忘了问问谢家为何要给自家送礼。四郎，你看看这都何时了，非要一路吟诗作对回来，你这些铜窗只怕都握坏了。身后几个同窗有些傻眼，谁特么要走1-2个时辰吟诗作对了，这辈子都不想吟诗作对了好吗？几人正要上前，却见方才还笑盈盈的杨氏猛然间变了脸色。你还敢来我们家？周老四今日好不容易长回来些面子，都在杨氏这一声中突然破裂。娘，你做什么？这是谢家来送中秋之礼的总管。莫要是了李叔。老四，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听到声响跑出来的周大郎语气有些冷。他是仇人，就是他伙同杨万福伤了爹。总管脑子里轰的一声，这一刻突的全都想起来了。上次杨万福找到他跟前要辞退周家几人，他自然毫无二话，毕竟他给杨万福的儿子戴了绿帽子。赶紧离开我们周家，否则别怪我不客气了。不管你送什么东西，我们周家都不稀罕。别误会，这是我们谢姑娘送给周姑娘的，若是你们不收，我们交不了差。给谁？给周姑娘啊，还邀请周姑娘有空去府里坐坐。总管心里暗暗把杨万福骂了2句。周家竟能与主子扯上关系，咱们之间只怕是出了什么误会，被有心人利用了。这节礼是咱们小姐送的，咱们之间的事另算。娘，有什么事情过了节再说吧，兴许中间有什么误会，坐下来说清楚便是了。周老四眼神扫过去，顿时把杨氏满腹怨恨都堵了回去。继而劳烦各位送礼来了，请进屋坐坐，家中略备了果酒。在周家，向来什么都是听他的，读书人为大，周家人都沉着脸。给我送东西，关你们毛事？东西搬进去，搬完就走。胡闹，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东西送你的吗？你能做主吗？不是送你的，你说什么？跟你有关系吗？妈的，在我面前指手画脚的，如今坟头都长草了。周延禧，你放肆，怎么跟我说话？周四郎从未被人这般落过面子，更何况还是区区女流之辈。你有权保持沉默，你所说的一切都将是废话，因为我压根不会听。你有什么意见？对我的代言猪说，你看看他答不答应。猪，来，你跟他好好聊聊，聊清楚了再放他们走。好不容易摆脱野猪的几人，不过眨眼间又重复了之前的尴尬局面。谁能来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兜兜转转为毛，还是在被野猪威胁的道路上一去不复返？一片寂静。周老四整个人都不好了。妍，别胡闹，这是你四哥和客人，快把那处。娘，你跟我的代言猪说。周元慈手一摆，立在半空中，大气得很，仿佛背后还有万千小弟。只可惜小弟没有，猪有一群。野猪抬起硕大又明亮的眼眸看过来。今天这个神圣的日子，祝天下的母亲节日快乐，祝屏幕前的你能够走上人生巅峰，得到自己想要的高光，点个赞吧。下面在常青树上给宝子们挂愿望，我怀疑我在水时长，好奇宝宝可以看看，不喜欢的可以跳过哦。这个小女子居然把几个堂堂读书人关在了门外，还派了一头2吨重的大野猪盯着他们。妍，别胡闹，这是你四哥和客人，快把那处。娘，你跟我的代言猪说，这中秋他们合租过吗？周延慈让老三把谢家送的所有节礼搬进自己屋，一点都没留在外边。妍，谁给你的胆子这般？一个眼神扫过来，所有的话都堵在了喉咙，那双眼睛仿佛在说：你继续啊，你继续啊，信不信我把你甩出去跟猪过？几个被波及的同窗脑海里1万句草泥马飞奔而过，今晚真是见鬼了。妍，你四哥和那些同窗要是出了什么事，咱们家可怎么办？你以后迟早都要嫁人，将来还是要靠几个哥哥给你撑腰。你四哥最有出息，快把你四哥放进来赔个罪，你四哥不会计较的。你觉得谁能撑我的腰？我第3次亲事是他牵线的吧，也是他嘴贱的。你四哥是看走了眼，本想给你介绍门好亲事，娘给你解释多少遍了，不要再外提这些。你四哥马上要考取功名，这些以后再说。身后周老三眉头一皱，像个炮仗似的。你别理他，他就是个干吃饭不做事的，你当他不存在好了。
除了读点破书，别的什么都不会。一家子供他一个人读书，家拖垮了不说，还养出个白眼狼，啥也不是。呸！别的不说了，他挪用我的荡秋千的钱，总归是该还我的，让他3日内还我，不然我给他娶头野猪做媳妇儿。哼，开饭！周言辞大刀阔斧地坐下，身后周老三竟是一点犹豫都没有，便开始盛饭。杨氏正想给周老四留下些，周恶人抬头便道：“吃不完的全给猪猪。”周家今晚诡异的安静，吃完晚饭，唯独他一个人还有闲心赏月，甚至还当着周老四愤怒的目光，把剩下的东西倒给了猪。猪嘴下夺食，谁有能耐谁去。总管神色阴郁，似乎他上次踢到一块滚烫的铁板了。你这个妹子倒是强势，小小一个女子，竟是还让你一个读书人受委屈。哼，总要清算这笔账的。阿派，我倒不信。第二日一早，野猪才悠悠地回了门后睡觉。谢家的马车顺带着几个读书人，直接狂奔而去。妍妍，你过来。周成礼拿了一根筷子给他，周老四看懂了含义，眼中一抹冷笑闪过，掰断它。周言辞轻轻一折，周成礼又拿出3只筷子递给他，周言辞轻轻一折。妍妍，如今爹不再是一家之主，怕是护不住你，将来还是要泡几个哥哥。若是跟哥哥们生了见性，只怕要吃亏。拿出一捆筷子递给他，周言辞接到手里都要2只手才能拿稳。现在知道兄弟起信了，现在知道要依靠我这个兄长了。周成礼已经在脑海里想着怎样让女儿明白道理了。周言辞怔了一下，掂量着一大捆筷子。你到底要做什么？直接说，家里筷子用不完了，一大群人就围着看我折筷子。周言辞撇了撇嘴，扭头就走。一家子神经病！周成礼看着满地断成2截的筷子，僵在当场。说好的说教呢？老周，老周！杨氏一声急呼，周成礼竟是让他气晕过去。杨嫂子，你家这大野猪杀不杀？今儿一早镇上就有人来收礼。你家老四现在可出息了啊！昨儿晚上咱们可看见了，谢家拉了好大一车东西来，都来给你家老四送礼了。哎呀耶，这可是谢家送来的吧？杨氏嘴角扯了扯，望着墙角那堆东西，却不敢动。几位伯娘谬赞了，伯月哪担得起这么大夸赞？能把家里点心给几位伯娘包一份吧。周伯月也没解释，谢家其实是送的给周言辞，就这么混过去了。我们就知道老四最出息，想当初你家接连生了几个儿子，一眼就能瞧出老四与众不同，这生来就是读书人的命。一家子勒紧了裤腰带让他读书，能不出息吗？大嫂，爹昨儿等你们过中秋，你们怎么不来啊？喏，你看2只兔子。又灵快，谢谢大伯母。这2只兔子回去娘给你养着，你奶奶还养了10几只呢。田氏顿时把杨氏堵住了。幼里妹妹喜欢就送给你了。周老四眉头皱了皱，那兔子是周言辞的东西。周言辞默默站出来，一句话都没说。周老四浑身一寒，似乎又想起周言辞要给他讨个野猪当媳妇儿的话。妍妍，你这丫头吓死个人，没声没息的。对了，婶儿娘家有个侄儿，你放心，那侄儿除了年纪大些，其余样样都好呢。怎么不把你女儿嫁给他？肥油不流外人田。周围几个绣花的妇人扑哧扑哧笑出了声，这话堵得田氏心口一紧。得了，我也不跟你说了，爹叫你们晚上来老宅，兔子我拿走了。母女2人脚下生风的跑了。让你家城里嘴巴紧点，别什么好东西都想着那边，几个儿的女儿都还没说亲呢。几个妇人见有些变天，赶紧收拾了东西，站起身。杨氏送客后，嘴巴紧点，这些东西咱们一家都还只看得见摸不着呢。眼神瞄了瞄周言辞，只见他目光沉沉地望着远方，他的兔子消失的远方。三哥，收拾个大兔笼子吧，咱们家兔子要开枝散叶了。傍晚，周言辞一家人准备去老宅了，还是把家里那只鸡带上吧，难得去看一回爹。小五那幼林才拿了2只兔子走，这还带了几方点心，礼够了。带上吧，这么2只鸡始终孤独了些，让他们跟着认个门也不错。三哥，再把鸡笼子扩大些。说完便往兜里装了好些吃食，隐隐能闻见里边的香气。荷叶鸡。周成礼只以为他要孝顺爷爷和后奶奶，心中稍有宽慰。够了够了，你有这片心意便行了，多的留给你4哥带去给夫子，将来赶考时也有帮助。你爷爷那里尽到心意就好，不用太多。爷爷？什么爷爷？还有4哥送什么给夫子关我屁事？4哥欠我的卖身钱什么时候还给我？又卖妹妹的钱赶考，只怕是考不上的。杨氏脸色有些黑，周老四是他最大的倚仗和依靠。这丫头挨疼他那么多年，哥哥有出息了，他这妹妹脸上也有光，分不清好赖。周老四瞬间冷哼一声，变了脸。
呵，原主能去荡秋千，你老四的功劳最大，有我在，你连翻身的机会都没有。把你命运中能中状元的福分都包下来，送给粉丝。让我们来看看各种奇葩愿望吧。某不知名网友希望家里公鸡能生蛋，这位船到桥头自然沉。希望某知名女星倒追，这位就离谱了，成为地球领主，我都不敢这么想。还有这位，唉，你也是难啊。正常的愿望都给大家挂上去了，今天不水时长，点个赞吧。这个少女献丑献爆名扬四海，这个老太尖酸刻薄，威震八方。他们能擦出怎样的火花？让我们来走进新郎家。奶奶，弟弟说要吃蒸鸡蛋，今儿捡了7个蛋，蒸2个给弟弟吧。吃，就知道吃，打草喂兔子去，掉了根毛，看我不撕烂你的皮！老太太见有人进来，飞快地把鸡蛋藏了起来。大哥来了，快进来吃饭。来就来，还带什么东西？这都是谢家送你们的，多客气。田氏飞快地接过杨氏递来的袋子，只是还没打开，便被老太太拿走了。老四进屋吃饭吧，你爷爷等你好久了。唯独周言辞被拦下了。你们几个妮子去隔壁，老爷们喝酒吃肉，你们掺和什么？周言辞也不去隔壁。吧唧一声，便找了个位置坐下。那是你坐的位置吗？女孩子家像什么话？去厨房帮忙，难怪几次3番找不到婆家。你找得好，找了这么个婆家，难怪上不了桌子吃饭。怎么跟我娘说话呢？周幼林上来就抢了她碗筷。你要做就做啊，坐着干看着我们吃。场面十分尴尬，一度陷入僵局。周老二恰当的时机站了出来，他和狗一桌，吃的没抢过就算了，还挨了狗一顿胖揍。杨氏在厨房帮忙，不知道妍妍那丫头会不会搞出什么幺蛾子，希望到了爷爷家能老实些吧。老实倒是挺老实，就是他拿出的荷叶鸡、糯米饭散发着一阵阵香气，引得一桌子人望着一桌菜，难以下咽。我从不吃猪食。周言辞淡淡一句，这东西都是给我家小野吃的。周幼林手飞快朝荷叶鸡伸去，周言辞拿起2根筷子，吧唧一声，手都给他敲肿了。2桌人全都扭头看着他，他这一手拿着一只油汪汪的鸡，另一只手拿着腿，啃得满嘴是油。周言辞打我，我不过是想拿个鸡腿给奶奶吃，他偏打我。大哥，你家言辞可真的要好好教了，这都退了3次亲，怎么还是死性不改？老道，你也别怪我多话，但你家老四既然还要考取功名，这要是传出不孝的名声。周老四霎时抬眸看着周言辞，眼中厌恶一闪而过。妍妍，把东西给奶奶。别太客气了，随便拿些不要的东西堵外人的嘴巴就行了，都是一家人，倒是你们把那么多东西交给个丫头片子，当真是宠坏她了。就见众人全都看着他，似乎都在说，为了你四哥的四锦前程，你就没什么表示？那关妍妍什么事儿？谢家给妍妍的节礼那是他自己的，四哥要尽孝，那是四哥自己的责任。再说，四哥不是还欠着妍妍几10两银子？老三多嘴什么？妍妍是你们妹妹，有什么该不该的？将来妍妍不是还要靠你们帮衬？妍妍，你说是不是？既然你都说了，拿点不要的东西，那我就给你好了。说完，抬手飞快地抓起鸡骨头，一把塞进老太太嘴里。你吃啊，你吃啊，你不是要吗？我吃个蛋，你不是都说贱命一条不配吃吗？啊！救命！鸡丫头！妍妍，你干什么？周言岑，你疯了！你好大的胆子！今儿你爹娘不教，我这个做二叔的来教你，看我如来神掌！周老三正想要上去拦，怎么好像地在晃？只见周明安惨叫一声，便被小野一头拱起来，甩到了房梁上。野周，来人啊，快救我儿子下来！如来神掌嘛，我看是挂腊肠。周城里，这不是你家昨日带回来的野猪，你是何去信？野猪是他带回来的，那野猪也是他养的。周老四指了指周言辞，一句话便把他出卖了。小小年纪心肠如此歹毒，这野猪全当你赔罪了。不然，我还怕你这点，你莫不是脑子有坑吧？此刻的周明安宛如智障，面色有些尴尬。胡闹！老大家的，你们今日到底是不是安心过来过节的？你们是想气死我们2个老的，是不是？明儿便把那畜生给宰了。只见话音一落，一声又臭又响的长屁瞬间朝着他嘴巴冲来。说话做事有点眼色行吗？别拿住不存在。老大，我是管不住你们了，你回去吧。这中秋节咱也不过了，请不起你了啦。哎，爹这把年纪还受这种委屈，
爹，妍妍她年纪小不懂事，她不是故意的。我就是故意的。周城里解释的话登时堵住了。周家一行人默默从老宅出来时，外边天已经快黑了。你别担心，你要是嫁不出去了，三哥养你。你要是还想嫁，将来三哥给你撑腰。他要是胆敢欺负你，我把他吊起来，让小野天天在他脸上尿。镇上的谢景修莫名打了个寒战。周言辞转头看向他，周老三面相憨厚老实，眼神真诚，对真妹妹的关心爱护溢于言表。杨氏推开门时，周家一群人集体傻眼，看着院里乱糟糟一片。周言辞睡的小屋门口，一只鸡正老老实实排队下蛋。这是奶奶那边的鸡。他这话让周家众人面色一致。周言辞回头诡异地看了他一眼。我猜你肯定没有脸盲症，且惦记老宅的鸡不是1日2日了，特么鸡都长得一样，你连鸡脸都认识了。看我干什么呢？本来就是奶奶家的鸡，那兔子也是奶奶家的。他没好意思说，以前偷老宅的鸡蛋时，他经常看哪只鸡下的蛋又大又好。那边的鸡怎么全来这边了？待会他可要找来了。老二、老三，你们去把鸡赶回去。不去，兔子会打我。这两货，一个皮糙肉厚的怕精神攻击，一个脸皮厚的怕物理攻击。只见那满院子扑腾抢着下蛋的鸡，就在周城里弯腰的瞬间，直接安静了下来。爹，那些鸡毛都竖起来了。他们许是把妍妍的屋门口当窝了。没事爹，放心吧，都是些小畜生，懂什么？你行，你上去捡一个试试，捅过爹去算什么？呸，读书人。我莫不是眼花了？我怎么感觉那些畜生守在门口是怕我们偷了他的东西？妍妍，这些东西不能要。你奶奶不是好说话的人，这些兔子、鸡都是她命根子。那你送回去呗。请问这里是周言辞姑娘家吗？门外。且问这里是周言辞姑娘家吗？你这是？请帮我把这些送给周姑娘，请她大人不计小人过，不要跟我计较，我跟她也算是招报应了。谢谢她的金口玉言。杨氏心中震撼，却不敢接手。直到马车上出来一个身形消瘦的年轻男子。杜少瑜，你还敢来我家？你是害我家妍妍不够吗？周老三当即就要冲上去，只不过被周言辞给阻止了。这辆马车我也要了。年轻妇人点了点头。你若还有什么想要的，可来杜家找我要。周言辞看了他一眼，微微点头。女人走时更是恭敬的鞠躬，才拖着杜少瑜走了。到底发生了什么？魏毛都一脸高深的看不懂的样子。你们不是仇人吗？妍妍，那女子不是抢了你未婚夫吗？他们怎么还给你送银子？难道是良心发现了？杨氏还没说话，周老四就噼里啪啦一脸热络。100两银子。抓你的鸡去，1万两都跟你没关系。这俩混蛋怎么长得这么像呢？难道是天下的混蛋都长一张脸吗？晚上，老宅那边到处找鸡，到处骂该死的偷鸡贼。到了周家门口，只能闷着头挨了骂，眼睁睁看着老太太骂骂咧咧抓了鸡回去。现在抓走又如何？还不是要跑回来？这可由不得你们爹。屏幕前的宝贝，你的福分也跑不掉哦。点个小关注，福分不迷路。你们这群杀千刀的，给我鸡鸭灌了什么迷魂汤？见天的往你家跑！瞧瞧我家老母鸡，生蛋生的都瘦了一大圈了。你们这些讨债鬼，对我家鸡鸭做什么孽了？周城里一脸无语。我特么也想知道妍妍给你家鸡灌了什么汤药？每天早上爬起来都有一群鸡鸭在门口排队生蛋，晚上全都回去吃鸡屎，大早上就跑来生蛋。马上要到全福娘娘寿诞，这几个村子都要抢福去，你们这些年轻人莫伤了和气。周明安面色微变，赶紧点了点头，拉着老太太便跑了。老大家的，你们这2日好好休息些，争取明年生个大胖小子。董事不敢说一句话，只是诺诺点了头，几乎毫无存在感。娘，昨儿我去那河里看了看，河水都放得差不多了，隐隐能看到不少鱼贝。今年估计那福不好找。今年让妍妍也去试试，要是没人跟他一块，老三你就跟他一对。此时的周老三只觉后脑勺一凛，仿佛阻挡了什么天赐姻缘一般。此时谢福也在为抢福做着准备。哥，爹传信过来，祖父和父亲又当爹了，说是让你也去抢福，说不得衰运能好些。爹还说有什么贵人要来，祝你全家子孙满堂。谢景修恍惚之间，似乎隐隐想起。不过我倒是觉得，大概是府中姨娘怀有身孕的太多，她是想抢福生个儿子吧。别院上赐他了一个阁楼，据说是被管家的屁震他的，这让谢家觉得自家越来越衰。你去找一个命硬之人吧。我来吧，我是你亲妹，难不成我还会阻你姻缘不成？第2日清晨，打算以身试毒的谢银慧便被从天而降的房梁砸断了腿。妹子，我害了你啊！哥，要不给你找个男的？谢银慧不死心，算了，我自己去军中找石荣玉吧。他
他功夫也是不弱，想来是不会有意外发生了吧？谢银慧这样的惨案在周家同时发生，周老三正双眼无神，一脸懵逼，目睹了全城惨案发生的杨氏脸黑得跟块炭一样，什么都不想说，说什么怎么说。突然一群母鸡恰巧围攻他，公鸡恰巧使劲啄他，大鹅追着咬他，再恰巧导致墙上的杵臼掉下来，恰巧把他腿砸折了。若不是亲眼所见，他都不敢信。同一时刻谢府众人也面色沉沉，被人担架抬进来的石钟玉仿佛经历了惨无人道的摧残一般，可怜兮兮的惨样。石大人一路被人无意泼了3次开水，天上掉了2次石头，掉进2个大坑，还被一群野狗追了7条街。然后听着下属在堂前禀报，谢景修面无表情。下属说完还不忘抬眼看了下主子，这些全都是避无可避，好想退后2步，真尼玛可怕。最后怎么中招的？在谢家大门口被1、3岁小儿扔来香蕉皮，踩滑了。特娘的，我是不是产生幻觉了？怎么感觉到冥冥中有人把我按在香蕉皮上？我特么可是军中第一高手啊！丢死人了！谢老大，我尽力了，这谢家带不得，我得赶紧溜。一个是因为运衰众人抵挡不住，一个是因为福气太厚，众人承受不住，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谢府众人战战兢兢，不敢吭声。谁家主子过得这般凄惨？别人家少爷整天的有小丫鬟想爬主子的床，还有各种酒肉朋友拉着去喝花酒。我家大哥走在道上都能清空一条街，好不好？大哥，这大概是误会，你信吗？明儿我自己下水试试，总不能我这般武艺还能空手而回。主要是圣上大概是怕了他的衰，非要让他下水去煤，过冬的时候就允许他进金銮殿上朝。堂堂护国将军，连金銮殿大门都没进过。明儿你在府中准备好酒宴，只怕明日要你去府衙作陪。谢可言明日也来，只怕太子微服私访过来了。这个留给你，贴身收好。弟弟，不如我给你指派1人抢浮鱼如何？你若是输了，便答应董公子一个要求；若是赢了，姐姐便许你一个愿望，如何？昨日听闻有个姑娘被人退亲3次，还自缢了3次，可谓与弟弟有着天大的缘分，不如你们凑一块可好？好，我还没见过可以与你相媲美的运气呢。来人，去请那位姑娘，客气些，别吓着人家。周延慈被府衙的人带走时，还处在一脸懵逼中。你们干什么？你们把我妹妹放下！你懂什么事？那是府衙的人，那是妹妹的夫妻，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娘，你今儿怎么不给妍妍穿身好看的衣裳？妍妍穿的什么样子？绿不拉几的纱玩意啊！他今儿一早爬起来就说自己是棵草，还要出去光合什么作用？把我准备的粉色长裙扔了。谢景修看着面无表情走过来的少女，只觉有种冥冥之中自有注定的感觉。哦，姑娘，听说你退了3次亲，可是真的？我今天是棵草，你见过草会说话的吗？谢可言被人抹了面子，嘴角微沉。我家大哥退亲6、7次，跟你可是有的一拼。今儿董公子便做主了，许你俩一块抢福。哦，2个倒霉鬼，今儿这出戏倒是有意思了。小姑娘，你莫要害怕，输了我也不罚你。那个黑脸公子虽然运气差了些，但功夫可不弱，你大可放心。看起来与我大哥倒有几分夫妻相，也不知小姑娘定期了没有？我谢家可不拘什么门楣的。可儿还是那般纯善，为你大哥亲事操碎了心。放心吧，若是看上哪家女子，我定让父亲赐婚，了了你的心事。周延慈站在泥潭边上，谢景修便在他脚下挖了个巨大的坑。你放心，我定不克你，你离我远些，福语我自然给你抢来。抢？为什么要抢？我还从来没抢过什么，要的都是自己送上门来的。大哥，那边，大，你脚下有一条，为什么要去捉呢？让他们自己游进来不好吗？只见那水坑被争相恐后游来的鱼儿几乎挤出了一条路，哗啦啦的直往坑里掉。这天底下还有这么强悍的福运，老天爷也太偏心了吧！一个亲生的，一个后娘养的。啊，别跳啊！
捉都捉不住，怎么突然这些鱼跟疯了一般？何止疯了，老子辛辛苦苦抓的鱼，这会儿全从水洼里跑出来了。谢景修望着腰间的竹篓，什么时候竹篓都被拱破了洞，连鱼都嫌弃。谢景修依然不肯死心，正要下黑手直接把鱼敲晕，那鱼却像似有所觉一般，竟瞪着鱼眼看了他一眼，使劲儿一抽，整个鱼身飞出去，直接一头撞死在地干上，仿佛说落你手，无宁死。这一刻的谢景修感觉到了来自老天爷深深的恶意。大佬，膝盖要不要？我哥20年的悲惨生涯，这里了解一下，你是生来气我大哥的吗？终于，周言辞所在的小角落引起了注意。这倒是怪了，去看看那是谁家的人。莫不是有人知晓太子你要来，故意用了法子引起注意？太子怔了怔，恰巧有人过来回禀：主子，是谢大公子，岸上站的是周姑娘和谢姑娘。这周姑娘与我大哥当真是有些缘分的。你瞧瞧那么多鱼，全天下的福气莫不是都聚集过来了？谢将军虽然八字硬，但那姑娘也是不弱的，也不知定亲了没有。就是这家事，只怕委屈了谢将军。这太子哥哥就别愁了，等回京了，妍妍自然有办法。那可是我亲大哥，总不能看着他孤独终老不是？这是怎么回事？全是浮鱼！天啊，那是谢大公子挖的鱼坑，谢大公子这是有大福之人啊！站在岸上的周老四急忙拍了个马屁。我腰间的鱼篓都破了个大洞，还有鱼已死明志，你没看见？你眼瞎心也瞎。此刻他还是吩咐了人把鱼群全部捉起。景修，你今年可不用在金銮殿门口吹冷风。怎么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的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那是因为我关心。常常想你说的话是不是别有用心？明明很想相信，却又忍不住怀疑。在你的心里，我是否就是唯一？爱就是我常烦着你。这个少女阴差阳错来到这个世界，却让身边各种人的命运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大事，可是哪里有什么不对？你这命理有些奇怪，本来你有身居官位之命，如今却偏离极远，仿佛被什么硬生生改变了。你身边可有什么大变故？只怕是哪里出了差错。怪哉怪哉，怎么会有改变人命理的存在？便是当朝国师，只怕都做不到。他哪里知道，若是第3次周言辞死了，那3家未婚夫会被周老四出主意，让杨氏敲诈一番，他便得了银钱，打通了关系，用周言辞买命钱，走上官途，且一路顺风顺水，甚至后来还身居高位。这一切都是奠定在周言辞的死伤。但如今周言辞没死，他这命运自然不同了。周老四脑海里不断回想是哪里出了差错，若是知晓，定要双手将之扼杀。公子，谢将军携周姑娘，说是要过来祝福。还真是什么人都要掺和一把，只怕又有人来拍马屁了。哪知周言辞一来，却直奔谢可言。这位姑娘自带贵气，会嫁天底下最尊贵之人，但是太过刻意，只会弄巧成拙哦。现在回头还来得及。妍妍，你哪里不舒服？马上叫太医。太子哥哥，你莫要怪罪周姑娘，她只是小孩子，心性胡言乱语罢了。你纯善至此，却总是有心思叵测之人伤害你，你还替她说好话。像你这般出言伤人且又势利的女子，不配得福气。你跟她不是一起的。那你可看错了，前面那是谢家大小姐，与我们同父异母的姐姐。不过你说的挺对，她将来确实贵不可言。会嫁给那个呢？周言辞意味深长地笑了。唉，上次送你的中秋节礼还喜欢吗？哦，那可都是我亲自差人备的。远远的，周老四快步走来，正要上前搭话，便见谢景修看着周言辞道：“有事可来谢府找我。”这位公子，我是妍妍四哥，妍妍与我最是亲近，这丫头不会说话，下次一定带妍妍登门拜访，今日麻烦谢公。你是什么人，关我什么事？读书人要有风骨，别到处啃骨头。谢景修一番话说的周老四面色发白。你去谢家时告诉我，一个未出阁女子胡乱去别人家，像什么样子？切！我是一只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呀飞不敢。妍妍，你方才可是与那大官儿说话了，你可真厉害。我的乖女儿，你要是能入了贵人的眼，娘这辈子也就放心了。瞧着你这孩子就是有福气的。外面那些杀千刀的懂什么？老四可说了，一定要把他好好哄住，将来他的前程和姻缘，说不得还少不了他的帮忙。娘，那些人家是咱们能肖想的吗？你看那些人3妻4妾的，哪是什么人过的日子？我妹妹不想嫁就算了，将来我少吃2口养着她。
气得杨氏抬手打他。你懂什么？这要是能搭上关系，可是关乎你你妹妹的好前程，我们家也能跟着沾光。谢家，谢银慧晚膳都没用，回屋躺着便发起了高烧。梦里是漫天的火光，一点一点吞噬他的身体和他还未出世的孩子。夫人，老爷进宫了，说是太子妃金儿动了胎气，太子请了所有御医候着。老爷也过去了。自从爹去世后，大哥运气一日不敌一日，如今远派边疆镇守，也不知何时才能回来。周伯越也不知抓住了萧氏什么见不得人的把柄，竟是靠着萧氏，靠着皇后，靠着受宠的谢可言，官位越来越高。我的孩子，你去请祖父，求祖父救我。大哥，你若是气运能好半分也好啊，大哥。我终究只是你们手中的一颗棋子，你娶我不过是为了谢家的权势。曾经坊间流传，你最初走上仕途，是用了妹子的命一步步走到今天，冷血又无情。但你这般残忍，却独对谢可言不同。哼，我的孩子啊！谢银慧昏昏沉沉之际，只隐约可见外边铺天盖地的火光，若不是人为纵火，怎会烧得如此快呢？你终究是容不得我活下去的。慧醒醒！大哥，你怎么不早点来？我等了你好久。说着说着，声音突然淡下去了。我还是未出嫁的谢家小姐，周伯越还是没进京的书生，谢可言还不曾嫁给太子。谢银慧有些迷惘，她似乎做了个梦，似乎又亲身经历了一切，如今好像与梦相似，却又不太一样。比如曾经就没在抢福玉那里见过周伯越的妹妹，只有周伯越在那里初见谢可言，并一误终生。可如今好像哪里出了差错。别怕，有大哥在。慧，你哪里不舒服？大哥，你觉不觉得周姑娘运气真好？好像只有她一个人在梦境里从未出现过。是平生所见最好的。她若是能成我嫂嫂便好了，咱们府里一定会很有趣的。是啊，会很有趣的。你们这些人如何能做到心安理得的享受一切呢？活活烧死了我的孩子。谢银慧心痛的快要滴下泪来，整个人都在抖。明明只是梦，她却一次又一次感受到痛。你呀，病糊涂了，他不得被他们活吃了？我才不信呢，他肯定是不一样的。谢银慧大病一场，看透了属于自己的一部分。这养在深闺不谙世事的小姑娘，终究是少了几分少女的气息。她那一辈子全让周伯越和谢府一干人等害了呀。小姐姐，方才小意无礼了，无心冲撞于你，还望小姐姐原谅。无妨，并无大碍。你就是哥哥说送到府中住几日的袁公子吧？小姐，马车已经备下了。谢银慧乘着马车到五福村时，马夫私下打听，才找到了周家。妍妍，快来，有贵人来你家了。杨氏沉着脸出来，见得谢银慧，这才和善了几分。董事此时正站在杨氏身后抹眼泪，还不滚进去！莫要碍了姑娘的眼，不下蛋的鸡留着有什么用？杨氏这个把周老四看作命根子的老太太，在她娶了谢银慧为妻后，更是变本加厉。谢银慧的死，她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许多时候还纵容下人欺凌她。儿子说什么都是对的。谢姑娘，你是来找我家妍妍的吧？里边请，莫嫌弃。老四那日说的，若是能娶了她，只怕全家都能跟着沾光。我家都是你腿子不会说话，我去叫我四儿子，他在镇上念书，会说话。你这老妇好不奇怪，我小姐姐乃谢家嫡女，你叫个男人来做什么？坏我姐姐名声吗？那可是要被活活打死的。读书人也这么不知羞，害不害臊？这老妇人不懂规矩，姑娘莫怪。这么个不懂规矩的，还想当官了？杨氏转过身，脸色一变，想嫁给我家老四的不知多少姑娘，若不是老四说你对他将来有好处，我还看不上呢。官家小姐手不提肩不能挑，还一堆死规矩，将来还不得在我这个婆婆头上为虎作伥，不把我放在眼里吗？这家人胆子真大，他们不怕野猪吗？我最见不得野猪了。谢银慧一瞬间竟是放弃了要亲力亲为报仇的想法，为毛呢？重活一世，脑子还是那个脑子，身子还是那个身子，不如跟着大佬混。上辈子没了周言辞，大哥孤独一生，如今我还活着，那妥妥的要拐进自家大门啊！且一切的变数都是从嫂子这里开始，那我还抓不住，那就是傻。谢银慧坚信这辈子有大嫂妥妥的了。首先从周伯越的开始，前世这个时候周伯越已经拿到他的买命钱，即将走出五福村了。呵呵，你妹妹弄不死你。嫂
啊，妍妍，你看这颜色极其衬你，我大哥让买的，托你的福，我大哥现在可算沾了点福气。像你大哥那般气运，倒是极其少见，想来几百年都不曾出现一个。你这是夸他的吧？这两人越看对方越满意，一个想拐对方当嫂子，一个想拐对方哥哥当夫婿。谁让以前那算命老大爷说他要找一个八字奇硬、命里奇差之人做夫婿，才能过20岁那道大关呢？可怜的谢景修还被蒙在鼓里。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我与妍妍一见如故，不如去我府中坐坐。我大哥身高8尺有余，相貌端庄大气，洁身自好多年，身边一个母的都没有，一不酗酒，二不在外胡来。虽然家中混乱了些，但大哥若是成家，就能在外自开府门。不是请人家过府游玩吗？怎么好像在相亲的样子？而且对面那女大王还一脸满意的样子，我为毛听不懂。若是能早些成婚便好了，好白菜要早点拱，万一被人拱了呢？喂，你们是不是忘了正主？谢一慧一个妹妹重生回来，还不忘给自己找嫂子，也是操碎了心啊。叫我女王陛下。还不快点赞，说你呢。听说谢家大公子是修罗转世，这一生要孤独终老，不可与任何人婚配，不然逮谁克谁。可不是，若是你看哪家姑娘不顺眼，直接让谢家与她说亲便事儿。你说这谢大公子一个纯钻石王老五，愣是成了未婚姑娘们忌惮的存在。堂堂镇国大将军呢，中意他的定然不少，但当真是只能想想罢了。那不是肯定的，毕竟命还是要的。这些混蛋又在京中乱传大哥的谣言，总有一日我要带个嫂子回去打肿他们的脸。他们说的也是事实。大哥，你就不能努把力？连个姑娘都搞不定，还要妹妹帮你追，今儿让你送妍妍回村里，你居然来个她长得无害，没人敢动她。大哥，你咋那么秀呢？他运气那般好，你以为什么人都敢动他？他确实长得人畜无害啊，有什么不对？没觉得有错啊？谢银慧都快气笑了。话是没错，但你连起来就错大发了。慧，府里有多乱，你是知道的。12个小姑子，6、7个姨娘，还有个后娘虎视眈眈。你让她一个什么也不懂的傻丫头入府，这是害了她。所以咱们缺个镇宅的。不过大哥，你哪只眼睛看见妍妍什么也不懂了？你到底对她有什么误解？公子、小姐，圣旨来了，让您赶紧接旨。谢可言刚回去，便急吼吼的求了圣旨来，莫不是又要算计大哥？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谢将军独身多年，朕念其为国效力，功不可没，特赐五福村周家妖女周延慈为妻，天为聘，地为媒，朕为月老，促成天地佳人，望择日成婚，亲子。瞌睡来了送枕头，你这也太及时了吧！谢将军，接旨吧，这可是谢大姑娘在殿外跪了3个时辰为你求来的赐婚，这次有真龙护着，定能安全成婚，可莫要辜负了谢大姑娘心意。多谢公公，公公不远千里，定是累了，后院歇歇，府中已备下了酒菜，请休息几日。圣旨朝着周家而去，这回整个五福村却是炸开了锅，不得了啊！周家那丫头要嫁到京城当官太太了。哎，然后小时候我就觉得那丫头是不一样的，你看生来就有福气的命呢，难怪退婚3次，那是福气不够。直接传遍了周围5个村，3个未婚夫吓得瑟瑟发抖。这不，谢景修过来时，便恰好见得3家人跪在周家大门口请罪，还有个私奔逃了的，是由他大哥代替请罪。我怎么觉得他这阵仗比我克未婚妻还厉害？到底是我该害怕，还是他该惶恐？你也来请罪的，你是什么退婚的？谢景修眼皮子直抽抽，这简直重灾现场。别看他这副厉害的样子，还不是退了周姑娘的婚。也是怪了，我弟弟定亲之前身边哪有那么多漂亮姑娘，定亲之后姑娘那么多，把持不住也不怪他。谁不是您？我跟妍妍是青梅竹马，一块长大的情谊，都怪狐妹子勾了我的魂儿。杜少瑜面无人色，他已经不能人道，哪还敢想别的？喂，兄弟，你是劈了腿还是出了轨？我劈你娘的腿！你们几个给我去揍他们一顿，把那个3角眼给我打方了，那个大蒜头给我打光了，那个看起来娘们唧唧的眯眯眼给我打成1整块的腹肌。别，慧，打一顿得了，你这是奔着砍死他们去的，不至于。哼，
谢锦修问了人，便朝着五福村祠堂走去。周家言辞，你是咱们村里第一个被天子赐婚之人，这是整个五福村的荣誉。今日特开祠堂大门，允许你入祠堂参拜祖先，将来进了京城，也莫要忘了从五福村走出去的。周明安作为他二叔，也厚着脸皮进来了。周家还有代表，便是周家老四。我妹妹成了谢家长媳，赶考还怕没有后台，还需要打通什么关系？这妹妹果然是个好妹妹，不枉自己疼她一场。各位叔公放心，我家妍妍是五福村的姑娘，这不用说，将来自然会回报五福村，便是我当了官，也自然为五福村谋福祉。咱们周家总是不会忘了祖宗的。周明安一脸淡定，似乎自己这村长十拿九稳了。妍妍，你可有什么要求？妹妹不会说话，她心中都是明白的。对不对，妹妹？将来你成亲了，四哥便进京做官找你，并不让人欺负你娘家无人。我未婚夫都是护国将军了，为什么要找你？再说，动动嘴皮子的事，我为什么要靠别人？我的要求一，任何周家人不得依靠我的身份行方便，自力更生的，我要当村长。胡闹，像什么样子？妍妍，你一个未出阁女子做村长，像什么话？莫要惹来谢家看笑话。这死丫头胃口还挺大。周老四却是气的话都说不出来，不可依靠他的身份，这不就摆明了说别想占他便宜。既然作为五福村的村长，将来入了京，赵福村里也名正言顺。你空口无凭，若是你将来入了京，便不管村里如何。我是周家人，我嫁出去了，不还有爹娘和哥哥？若是我失言，我最敬重的四哥便交给你们，这样我总不会失言吧？我四哥一定能高中，喜中状元。将来周言辞嫁出去，不得靠着他那进京赶考的四哥？人家把老四都压下了，这诚意够。从今日起，周言辞便是我五福村第17任村长，谁赞成谁反对？丫头做什么村长？我家丫头又没什么学问，要做也是我家老四啊。他不行，他被抵押了。若是周言辞将来不顾五福村，周老四官都做不成，周家丫头还真是个有骨气的，严格要求自家人，甚至不让周老四成自己的东风，便是冲着这骨气，这村长给他也不冤枉。姑娘做村长，这咱们村还真是头一份，这得有人服气才行啊。将来几个村可莫要看不起咱们小姑娘当村长，这能行吗？谢锦修上前，见那丫头站在人群中央。别怕，我定会护你周全。我会留人在你身边，并不让你遭受意外。你也太看得起自己了，还是先担心你自己吧。前世那老瞎子可说了，我虽然与石氏媒人有上天注定姻缘，但他在未与我真正成婚前，还会更加倒霉的。周言辞真的想告诉他，你是干不过我的。少给老娘龇牙咧嘴的，给我唱征服。还有你，关注点了吗？就资个大牙哥那乐。女子刚当上村长，就给村子改了名，丢了一块莫名其妙的石头，写上宋子俩字，就成了宋子村，还专门派人守着石头，让进村的都必须摸一下石头，连路过的狗都不放过，比特么做核酸还要严格。转头又让所有村民都不许种地，把家里的钱都拿去买粮食囤起来。碰了一下锄头的刘瞎子，当场就挨了俩大逼兜。老村长退休后，一天天就带着一群吃不饱又没事干的家伙修身养性。经过，我不停琢磨。村长，今年这么早就开始下雪，听说南北已经封路了，这地里的庄稼到底种不种？村长给话，今年不种，通知下去，今年全村不种任何粮食，家中有余钱的都去镇上买粮，在家放着。你去通知各家当家人，吃完午饭来我家一趟。你这丫头懂什么？庄稼人不种地，明年得饿死去。这雪下不了几天就得停。几个妇人本是家中男人故意让他们来问问，为难这不自量力的小村长。全村不种地，笑话！明年来你周家吃啊！这老村长是不是老糊涂了？真让个小丫头做村长，可别没沾上他的光，还把全村饿死了。妍妍，你是要这样，但你几个哥哥还要在村里做人，你让全村不种地，这怕是千百年都没有的事儿。怕什么？我拿了我四哥做抵押呢。
谢锦修从五福村回来时便遭了罪，回去的路上便大大小小意外不断，什么香蕉皮、洗脚水都是轻的，亏的功夫好避得快。不过最后晴天一道惊雷，雷没劈他，但是把旁边一棵树劈倒，砸得他头昏眼花。哎，这运气越发差了，可别连累了新赐婚的未来小娇妻。你们再带一批人去妍妍那里守着，我这心里总是突突。哟，妍妍叫得蛮顺口的嘛，大哥。只不过才稍加做了防备，便被一道急召传召回京了。我不回去，大哥，今年我只怕是要留在这里的，你回去定要多加小心，早日把我嫂嫂娶过门。他如今只想守着大嫂，等大嫂过门，收拾那群妖艳贱货。你呀，他还是个没长大的孩子呢，早早成亲，关在那不见天日的府里，只怕会难受得紧。难受？我觉得大嫂比我会玩多了。好了，等忙完这站，我便接你们进京，到时先定亲，交换信物，这下你总安心了吧？若真是今年大雪封山，只怕这镇上不会安生了，只要待在府里，便不会有危险。谢锦修前脚出了府门，谢一会后脚就举家搬迁往五福村跑去。谢府神马的滚犊子吧！等小姐投靠未来嫂子去了，大哥你不中用，我要去看着我嫂子。妍妍，加入你的团伙需要什么兵力吗？我来投靠你了。我大哥差事繁忙，让我来陪你些日子，待忙完手上之事便接你进京。你有什么麻烦吗？我大哥被陛下派到南方赈灾去了，只怕今年大雪灾要死好多人了呢。你若是不喜欢待这里，咱们一块进京吧。谢姑娘所言当真，谢将军已经赈灾去了，南方当真大雪。可不止大雪呢，还有流离失所的流民四处抢夺财物，听说有个村子全村都被杀了。若是真的，只怕村里要连夜组织人日夜巡逻，还有山里的动物只怕也要出来觅食，也要多加防范。咱们村是有名的富村，只怕要动手头一个就盯上咱们。不用手，去给我搬块石头过来，把咱村里那块五福村牌匾取了。众人合力搬来一块大石头，说来也怪，周言辞还未提字时就是块普通石头，待他提上宋子二字，就变得温热起来。1个月后，大雪纷飞，粮价疯涨了。还好咱们村有你们妍妍，不许任何人卖粮。杨嫂子你还不知道吧？你娘家侄儿杨照，他家可卖了好几车粮，也不知能不能挺过这冬天。对了，听说谢家大小姐来你家住着了，你家妍妍有福气呢，小姑子关系好，将来少吃苦头，将来有你享不尽的福气。这么好的姑娘，配你家老四可不正好？如今正好住到你家，老四赶紧回来住几日了。小姑娘最重感情，看样子又是个养在深闺不曾出门的。若是跟老四有了首尾，只要成了老四的人，那不是由咱们老周家拿捏。周成礼站在门口，脸色阴沉的吓人。我周家断然做不出这丧德之事。若是真有一日做出这种事，我让他进不了周家大门。你当咱家现在好过？这没影的事儿也值得你发脾气？老四将来还不是给你老周家光宗耀祖？况且咱家老四那般厉害，嫁给老四还能委屈了他不成？都是爹生娘养的，你要是敢胡来，我让你回杨家去，让杨家好好教教你怎么做母亲，怎么做人。我知道你历来偏心老四，却不想你脸都不要。咱们还要不要在村里做人？谁要是敢动慧慧，我就把他扒干净了，让小野拉着出去游村。你看我能不能做到？异想天开，来日做梦。杨氏就像是一个小丑般，一心为了四儿子谋划，却不想在阎恶人的威慑下，一切都是泡影。村长，出大事了！县衙那边送了信来，说是义福村那边的有个小种子被洗劫了，让咱们派人轮流看守村子。她就是个小姑娘，懂什么？旁边几个村子都开始巡逻了，你看她做了什么？说起来，上个月咱们村里就来了不少外人，说是村子被土匪抢了，来咱们村里讨口饭吃。哎呀，不会是被踩点了吧？这几天雪下的越来越大，不会要动手了吧？天杀的，这都是什么事啊？咱们村只怕要完了。老张头这是老昏头了，把村长位置让给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丫头片子，现在封山了，要被人关着抢了。完了，我还没抱孙子呢。周言辞默默望天，上个月村口的石头已经放下了，山贼没什么好担心的，就是不知道谢衰仔怎么样了。今天520没啥礼物，就送首歌给你们吧，嘿嘿嘿。那就等着沦陷吧，如果爱情真伟大，我有什么好挣扎？难道我比别人差？嘿。10个男人7个傻，8个呆9个坏，还有1个人爱，姐妹们跳出来，就算天有你把他骗过来，好好爱，不再让他离开。
这伙无恶不作的土匪竟一脸委屈的在村口讨要说法。前些天他们来村子踩点，回去后不论男女，居然都带了肚子。女土匪们一问大夫，居然全是怀孕了。男土匪们觉得自己头上满满戴的都是绿帽。去叫你们村长来，妈妈的，必须给我个说法，不然把你全村屠喽！王二麻子急急忙忙跑去报信。周家院子里密密麻麻的一堆人，有把子力气的都拿着武器训练。我这心里怎么总是悬乎乎的，眼皮子也跳。小野最近也不知去哪了，都没回来吃饭。周言辞想了想，大概回去招兵买马了，毕竟人家是猪王。要土匪金川，要土匪金川！村里妇女儿童全部进地窖，留下10人看守，其余人跟我去村头。众人满是激愤的朝村口奔去。场面却有些寂静而尴尬，双方似乎都有些懵逼。你们出来个人，村长出来，总要有人负责吧？哎呸！又不是我妹妹搞大你们肚子的。他们是2个月前来了你们村，现在个个挺着大肚子，我早已请大夫看了，全都怀孕了，不是在你们村遭了暗算，还能是什么？2个多月这么大肚子，你往肚子里吹了仙气吧？我们哪知道，明明来你们村之前都没怀孕的，回去后有的马上就有了反应。她是土匪头子的媳妇儿，如今莫名其妙多了个娃，简直说不清了嗨！你们这话就可笑了，难不成咱们村里还能有这等神人，还能等谁怀孕？女的也就罢了，男的还能怀？村民们满是惊奇，这下连恐惧都丢到天边去了。谁他妈再说我怀孕，老子剁了他脑袋！好，我不说，你别动怒，万一伤了肚子里的。咱们兄弟的肚子总要有人负责，你们村口这块送子石怎么回事？到底谁搞大了他们肚子？他是村长，你们问他，石头也是他搬来的。老二，你胡说什么？石头是我搬的，妍妍一个女娃算什么村长？周城里怒斥一声，周老三正想往自己身上揽，这节还抢不抢了？不抢我可就动手了！这么大肚子就回去好好在家待着，出来溜达什么？说是送子村，除了送子还有什么啊？放屁！老子都是一群汉子，怀个屁！你信不信老子洗劫了你们村子？好。野猪，头儿，全是野猪，野猪，好多野猪！我的娘啊，哪里来的这么多玩意儿？家养的家猪，抄家伙，马匹、衣服、钱袋子、粮食全都卸下来。你敢？有什么不敢？就靠着你们发家致富呢？到底有多少野猪？泥娃，这整个大山的猪都来了吗？回去吧，该生孩子的生孩子，不想生孩子的就带咱们村。周言辞微眯着眸子，这模样看得人胆寒。既然你觉得是怀孕了，那便怀了，不如给你们来个蜡烛配好了，点姻缘，这是我最擅长的赐福。这不同种类的姻缘还没亲过呢。今儿我看你们是要太岁头上动土，不怕死的就过来。野猪，今儿全杀了，给咱们兄弟开荤。开荤？我今儿怕是要给猪爷们开春。好了，答应你们的我会做到，你们看上哪个自行分配。周言辞对着前方空无一人的地方喊道。正当两方人马狐疑之际，便见身后那黑压压的野猪开始动了，不断有野猪走出来，然后在地上嗅嗅，往人身上蹭蹭，穿梭在人群中，不知道在干些什么。娘的，这些猪成精了吗？看着俺的眼神恶心的极，看得俺打哆嗦。什么意思啊？这母猪什么意思？雕朵野花到我脚边，这么猪都疯了吗？滚开，离老子远点！他们居然从野猪那猪脸上看出了占有欲。卧槽，那眼睛呢？你们以为这些猪为什么听我家小野的？还不是小野解决了他们的终身大事。你们可以拼个你死猪活，但是你们信不信，小野还能给你们配个人狼的姻缘出来。既然来了，就不要想离开，谁敢偷跑，只怕会被野猪撕碎了。土匪头子面色阴郁，此时若是不知着了周言辞的道，那他就是蠢蛋了。你想走也是走不掉的，不妨告诉你，你这里23个女人全都有了身子，以及你们寨子里留下的，谁都没得跑，拖家带口的，就你这样还杀人放火，回去奶孩子吧。人群中满是震撼，连五福村都被唬得一愣一愣的。那块石头有问题。转眼间，众人腿脚飞快的离那石头好几米远，不敢靠近分毫。村里祠堂早就备好了斧头和盖房子的一切工具，明儿你们便可以动手了。等你们来建设五福村好久了。对，你早就等着我们来，当真是阴沟里翻船了。周言辞笑而不语。你到底想怎么样？这玩意儿越长越大，见天有人问什么时候生。只要心中有爱，处处是真爱。谢锦修配你，真的是天作之合。他占便宜了。你奉承我，猪也不会走的。你有什么要求便提吧，恐怕只有谢锦修那个傻货把你当小白莲。这人一身紫气东来的气势，却不可能忽视。你跟我3年，3年后我给你自由。吴奇山二话不说同意了。大肚子，他一刻也没法忍。
老大，咱们不会真的怀胎十月生个孩子吧？住嘴！管不好那张嘴，我就帮你拔了舌头，去叫人砍树，按他的要求搭建，回山上把人全都接下来。接下来的3天，周延慈跟着小野去山里躲了起来，整整3天。等他出来时，整个村子看着他的目光都极其不友好。妹妹，你真不地道！早知道村里那些大肚子男人要连放3天屁，我也跟你进山里躲躲了。村里那些猪都走了，跑了，连一连滚带爬跑回山里的，走失猪脸上都能看出嫌弃了。塑料姐妹花啊，出去躲躲也不带小姑子，心好痛。大嫂你坑我！大雪阻断的五福村，其乐融融，日子过得蒸蒸日上，孕妇遍地走，土匪多如狗。祝大家房子大了，变化小了，感觉越来越好，假期多了，收入高了，工作越来越好，商品进了，价格火了，心情越来越好，天更蓝了，水更清了，环境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来来来，越来越好，来来来。皇帝拍碎了18张书桌，底下的猪头官员瑟瑟发抖。让你去赈灾，你不是刮风就是下雪，2个月了，京城都没赈出去，你到底在干什么？皇上，前2天在皇城上有2人在打斗，臣正在查。让你他娘的赈灾呢？你查个鸟的！你个臭顽笔的，学个毛的不快！查出什么来了？臣查出一本秘籍。什么秘籍？天外飞仙。什么什么天什么仙？就是这个修天外飞仙。什么？他在耍你皇上！你明天开始去御书房抄书，不把里面的书抄完别想出来。天外飞仙，我让你飞仙。皇帝满脸忧心地看着外面的雪，这大雪已经整整持续了2个月了。谢将军最近在干什么？禀皇上，谢将军最近窝在府里看书，据说在研究什么产后护理。这他娘的哪比的研究抓贼，玩片刀的看书去了，没一个正经玩意。传旨让他赈灾去。皇帝骂骂咧咧地回了寝宫，倒霉蛋谢锦绣开始赈灾。诡异的是，他每到一个地方，以他为中心，便开始慢慢减少下雪，往往不出半个月，他周围几百里明显降雪量减少。消息很快传回了宫，谢护国将军衰命再次刷新3观，刷新历史记录，老天爷都惹不起啊！他走到哪儿雨雪退散，堪称化雪小达人。牛逼！把消息封锁起来，传旨下去。谢锦绣赈灾有功，从即日起，他便巡游全国，直到踏遍每一寸土地，不得传召，不得回京。我跟你说，出去别瞎逼逼，小心你的舌头。你说这谢锦绣到底是犯了哪路煞星了？朕有心再给他加官进爵都不敢了。皇帝不敢啊，害怕。陛下，谢家有了谢锦绣，可真是3生修来的福气。大儿子是朝中中流砥柱，姑娘将来又要选秀。是啊，将来要进宫，倒是不好再提拔娘家。陛下若真要赏他，不如让他加紧完婚。他呀，如今就缺个知冷暖的夫人。就是那姑娘身份低了些，将来进宫朕再赐她吧。她难得遇到个可心人，能克制她的八字。当真是怪了，3道姻缘，就是1道也没成功，死了3次也未死成，当真是冥冥中自有注定。短短2个月，五福村便扩大了整整1倍。我哥哥说年后便会带妍妍上京，先进京定亲，让咱们安心在村里等候。他会给妍妍一份体面的嫁妆。嫁妆。周延慈怔了一下，建阳氏面色闪烁。咱家情况你知道的，如今家里只怕拿不出什么了。你的嫁妆，谢将军那般身份的人娶了你，那他准备也是应该的。他哪样的人？你指的是外面传言逮谁克谁吗？还是指他动不动就爱把人撕碎，然后扔去喂狗啊？没有的事，我大哥已经好久没撕人了，他现在喜欢把人头发拴在马尾巴上，拖着在街上跑。我大哥不撕人了。2人一唱一和，吓得杨氏脸色泛白，腿肚子直哆嗦。找些人去半山腰东南方向挖，还有山顶上让人掘地3尺，还有山上那条路，两边大树我做了标记。周延慈眼神微闪，好海，这都能知道。如今村里粮食勉强够撑到明年化雪，但那仅仅在于1天1顿饭凑合的情况下。人啊，还是要多出门走走，万一有惊喜呢？人家做村长靠实力，你做村长靠男人。不，我做村长靠运气。谢银慧屁颠跟上，像个小迷妹一般。
村长好。村长小心些。村长好。走几步，便有吴奇山带来的兄弟一一问好，一个个乖巧的没有半点土匪样，看得五福村村民连连啧舌。我家嫂子果然很得人心，土匪都听她的。这么个娇弱美貌小嫂子，只怕带回京城都以为她好欺负，跟着大郎嫂嫂横着走。跟我抄家伙，去田地里走走。五福村迟早要被这丫头折腾死，我就说她不该做那村长。现在好了，谁还敢反驳？这雪天人都快冻死饿死了，还拉着来到处走，走来走去就有粮食了。别逼逼，山你好啊，土改仔。众人一起到了田里，来，土匪们的乡亲们，跟着我的动作。脚下积雪突然轰隆的往下滑，怎么回事？怎么回事？田地里好像被挖空了。周延慈看着一脸懵逼的谢银慧，知道什么叫步步为营吗？步步都是大本营，满满的全是粮食，果然步步都是田鼠大本营。天啊，这是掏了全村田鼠藏的粮食吧？吃完晚饭出来散个步，把全村田鼠的老窝都给掏了。此刻谢银慧仿佛听见了田鼠的哭泣，你这是抄家啊？哦。少女，你很有前途嘛，连我隐藏的爱好都能察觉到。这等灾荒年抄不到家，抄个鼠洞也好啊。五福村四处都是挖粮食的人，他们又翻出了许许多多把自己丢进天然冰箱保鲜的冬眠肉肉。几十人勉勉强强把东西搬走，下山时还不忘去标记的树下看两眼。好嘛，连松鼠的存粮都不放过。粮食和冻肉堆满了祠堂，此刻他们不由得庆幸，还好与外界不通，这要是传出去，不得让人活活吞了。连畜生都不放过，你们这群卑劣的人类！悲伤的小野大口大口吃着粮食，我会替你们都吃回来的。第二天，村里到处都猪粪、熊粪以及鼠粪，我怎么感觉到了铺天盖地的怨念？狡兔三窟，你以为呢？他们可不止一个窝，做事留一线罢了。妍妍，你是怎么知道那些粮食肉肉的？当然是夜光天象自由紫气东来的指引了，难道和谢衰仔那样散步踩的都是狗屎？远方的谢锦修正沉着脸，猛地打了大喷嚏。女人每次出门都会从路边捡几百个男人带回村，所有的村民抱着媳妇瑟瑟发抖，路边的狗不及时躲避都要挨2逼斗。你到底想干什么？不是你们说要带领五福村走向辉煌吗？退休老村长每天看着他捡回来的那么一窝灾民，一脸惆怅。你什么时候出嫁？你还是嫁出去霍霍谢家人吧。谢将军能不能管管你媳妇？五福村建村有史以来人数达到了一个恐怖的地步，好像收进来的比本村土著还多了几分。听说南边路有冻死谷，若不是谢将军带着人赈灾，估计早就乱了。咱们这块若不是妍妍大村长，也不知要冻死多少人。你家还没生呢？没呢。哈哈，我家也没。我家那口子还说，每次妍妍回来肚子里的孩儿变动的厉害。若不是妍妍是姑娘家，我还只以为头上戴了帽子呢。本来这几日都该生了，却丝毫没动静。却见此时周大福星身披霞光，脚踏祥云走进村子，顷刻间全村沸腾。哎呦，我家媳妇要生了，不得了，我娘也要生了，快来人嘛！等等我媳妇儿也喊肚子痛，怎么回事？等了这么久都不生，怎么突然发作起来？有新生命降生，福气又厚了哦，看来可以去更多人的地方赐福了。慧慧，这个给你。京城里是不是人更多？是不是好多人都有3妻4妾啊？是不是大家都喜欢生好多孩子？周延慈兴致勃勃。妍妍，你不知道，京城大家都一个正妻无数姨娘，我爹就有10几个姨娘，我后娘便是爹曾经的粉红知己，熬死了我娘，他就进了我谢府大门，真是极好的。五福村还是太小了啊！老瞎子说了，福泽深厚到一定程度，就会有天大的好运。若是去了京城，当哈，那一定会帮助他们提高人口数量的，棒棒的。京城里母凭子贵，可不像村子里这般，生多了怕养不起。喵！看来家里那么多母的怀孕，都是拜我这嫂子所赐啊！那些个姨太太集体怀上就算了，猪狗牛羊包括老鼠都一起怀，真是离了大谱。哎呦，这便是四公子唯一的妹妹了吧？在江州时就听四公子常说起这个妹妹，这兄妹俩的感情想来极好。
老四这孩子就是疼他，疼得没点规矩了，也不怕宋姑娘笑话。这孩子从小就跟他四哥好。杨氏一席话说的媒婆眼睛越发亮了起来。周老四要说清了，江州、宋家。周老四中举了，这在村子里引起了很大反响。哎呀，老姐姐你算是出头了，女儿嫁了京城当将军夫人，儿子又成了举人，下次定能考中状元呢，这辈子有福了。好姐姐，这可真是赶巧了，双喜临门啊！也不知你家老四说亲没有？哎呀，我家老四去江州赶考时被贵人相中了，也不是什么大官，说的是宋知州家的大姑娘，今年17了，听闻长得貌美，是个温柔贤良的姑娘。知州啊，那可是管着县令的大官儿。这杯又让你装上，我们可是连县令都没见过。昨儿传了信回来，说是县令夫人明儿也要过来看看。众人转而问起来周老二、周老三的亲事。如今雪灾过去，县议会也要回镇上了。有了妍妍，你还想高中状元？想得美！况且江州宋家，呵呵哒。谢小姑娘半点也没有因为周老四考中举人的事发怒，反而明白爬得越高跌得越狠。娘，这是300两银子，你找些人将家里好好扩几间房子出来，排头越大越好。人家是官，莫要失了脸面。娘，你也想办法，总不能让岳父看了没脸。周老四虽未明说找周言辞，但杨氏脑子早转到那儿去了。妍妍啊，你听娘和你说，将来你四哥做了大官，少不了你的好处。你嫁入谢家，也算有了点依靠。你说你是不是应该？不是，别打我算盘，他做他的官，我嫁我的人，谁都别靠谁。祝他早中状元。杨氏话还没说完，便被严恶人堵了回去。200多斤的大脸盘子顿时一黑，还不是嘴皮子不饶人。等你四哥娶了当官的大嫂回来，看你巴不巴结。今儿媒婆说了，老四还要忙着赶考，干脆趁着还没考试，赶紧定亲成亲，冲喜，说不定能一举拔得头筹。屋里正商量着筹办婚事，府衙却也敲门进屋了。村长，衙门来人问咱们村人数了。周老四如今是举人，以前对着衙役还有些奉承，如今却是眼皮子都没掀一下。咱们是奉命来登记人数，不知五福村现有人数，冻死饿死人数是多少？五福村原有人数700人，现有人数1900人，冻死饿死无。村里新生人数22个。话音刚落，便听门外有人大声喊道：“村长，徐家生了个大胖儿子。”衙役听得一愣一愣的。哦，现在新生23个了。你说你们增加了外来人员1200，新生23，下大雪你们就堵村里生孩子了。战绩可查哦。光靠这一个村都能拉平整个镇的死伤人数，县令一顿嘉奖肯定跑不了，俺老吴不得沾光。衙役刚走，周老四马上就跳出来装起了逼。以你的身份，何须亲自跟他们说话？平白跌了身份，你未过门的四嫂知书达理，将来好好跟着她学学。身为女子，便要有女子的样儿，在家从父从兄，出嫁从夫。周老四背着手，一副好兄长的派头。你还不知你四嫂是什么样的人吧？我前些时日。周老四一顿装逼，却不想周恶人只当是狗叫，当时就觉得好受多了。那就祝四哥你与四嫂琴瑟和鸣，相爱到白头了，祝你们生生世世都为夫妻了。从来的那天，他便感觉到周老四一身气运很强，官运亨通。直到他与宋姑娘定亲，连眉心子4元都黯淡无光，此刻更是乌云罩顶。周言辞惊呆了，我那便宜四嫂到底是何许人也？竟然能让老四那一身气运压得毫无光彩？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老四你投进去啊！说好的灾后重建呢？这都比得上世外桃源了吧？谁说不是？你看那边那群还跳着舞呢。大哥，你的盔甲没有我的好看。男人居然魂穿到一个女人身上，整日对着各种母的流哈喇子。叫小玲珑，60岁的洗马桶大婶都不敢跟他对视。风韵犹存。他的眼神连村口的老母猪都不放过，路过都得瞄2眼。眉清目秀啊！家里的老父亲不明所以给他说了3门亲事，对方都被他打了个半身不遂，妥妥就是个女流氓。这次我给你重新说了门，外地的寒门弟子定然是不知你过往的。这次趁着要赶考时间紧，马上成亲。这段时日你哪里也不准去，直接嫁到周家去。宋知州找人把宋大姑娘反锁屋内，半点回旋的余地都没有，一切都在加紧筹办着。此时周家满满当当全是人，送亲队伍一路敲敲打打，热闹非凡。
这两家人，一家急着娶，一家忙着嫁，倒是一拍即合。此时婚礼主角周老四却是黑气蔓延满脸，这特么到底娶了个什么玩意儿？宋家乃是知州，从定亲到成亲3个月，却有些诡异啊。宋家能有什么心眼？你懂什么？妹妹如今力气真大，临出嫁前想逃跑，差点一巴掌把我掀翻，还好给她吃了些软筋散。对不住了兄弟，我这妹子实在管不住了，你好自为之吧。周老四只觉得背后一阵凉悠悠的，在众人起哄下踢了叫门，果然是大家闺秀，仿佛全身骨头都是软的一般，果然与村里那些村姑不同的。伯岳兄，恭喜恭喜了！伯岳兄喜得娘子，王兄这里恭喜了。伯岳你可真是羡煞旁人了，娶得如此如花美眷，咱们可是8匹马都追不上了。整个婚礼，严恶人都是百无聊赖，倒是感觉看周老二跟狗打架明显更好玩些。周老四一路微笑着拜了堂，把娇妻送入了新房。娘子，你且在房中等我，若是饿了桌上有瓜果点心，微夫出去陪宾客，你身子骨弱，便在房中好好休息。宋曲月依然盖着红盖头坐在新房，陪嫁的2个丫鬟替她喂了些水，这才慢慢有了些力气。娘的，老子可是堂堂青山第7王的存在，给老子穿越成娘就算了，给老子下药，嫁给这么个小白脸，这特么一顿乱磨，要不是动不了，看老子不捶你个半身不遂，给老子等着。小姐，您就别折腾了，这都过门成亲了，若是再闹出笑话，只怕这次老爷真要发怒了。新姑爷瞧着是个儒雅的读书人，如今中了举，将来定是前途似锦。小姐你便安心跟姑爷过日子吧。替我摘了盖套。小姐这不合规矩。紫苏正要反驳，便见小喜暗暗摇头，暗示紫苏别在今日跟他计较。还是小喜疼我，不愧我那么疼你。那双眼睛不由自主地看着紫苏胸前，眼睛都不眨。小姐，你眼睛往哪看呢？还顺手在紫苏胸口掐了把，气得紫苏面色通红。小姐，你已嫁做人妇，周公子看了像什么样？哪有什么，我是打算睡遍天下女人的，到时候我一定要建个后宫，3宫6月，星期1到星期5都不带重样的。我跟你们讲，我和你们是不同的，我能到这里来，定有主角光环。周言辞推门而进时，便见得他四嫂正一脸色狼样的看着2个娇滴滴的小丫鬟，两人双目对视，突的全世界安静了。那正发病中的新娘子面色瞬间发白，乖巧的坐在床边，动也不敢动，对视过眼神，你就是我前世的病友。2个陪嫁丫鬟被宋曲月赶了出来，两人只以为小姐要犯病。完了完了，小姐不会嫁进来第1天就把小姑子拉到床上陪睡吧？待会儿姑爷过来碰见，那可怎么办啊？此时屋内的新娘子，我一定在做梦，我是老天爷唯一的宠儿，我是他养的唯一小可爱，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看见我大佬。女子声音不停的念叨，手都在抖。我是唯一的主角，我是唯一的主角。老七你怎么来了？你知道我一个人在此不方便，赶过来伺候我的嘛。不过你怎么成个女的了？还挺好看，老七你真棒。宋曲月顿了顿，嘴巴一瘪，眼泪都要下来了。见过我言辞大佬，言辞大佬寿与天齐。周言辞正打算多问问这远道而来的老乡，便听了门外丫鬟大声喊道：“拜见姑爷。”周言辞这才一把拎起新娘子，直接扔床边坐好。爷爷，你在这儿做什么？不准欺负你四嫂。你来了也好，以后多跟你四嫂学些规矩。周老四见到他，眉头微皱，正要训斥周言辞不懂规矩，便见他那柔柔弱弱的新娘子猛地抬起头，不准这般跟大佬说话，赶紧给大佬请罪。话音一落，手脚飞快地把周老四死死按住，那一脸的狰狞，只可惜周老四没瞧见。周言辞端了杯凉茶过来，直接倒在一脸懵逼的周老四头上。好了，你也是我园子里白菜了，我会好好给你浇水的。周言辞说完，这才背着手一脸正经的出去了。好久没浇过水了，谢谢大佬。那巴结谄媚的口气，听得周老四额角直跳。我跟你讲，每次大佬来的时候一定要蹲好，不然大佬不给施肥，不给浇水，万一他不高兴了乱除草怎么办？门外2个丫鬟见得大喜之日闹出的惨剧，只捂紧了唇，不敢说话。两人对视一眼，阻止了想要进门的杨氏。姑爷方才吩咐，让奴婢若无要紧事不得打扰。不行，一定要生米煮成熟饭才行。万一小姐被退回去，我俩没好果子吃。杨氏面色一喜，儿子还挺上道，便乐哉乐哉的走了，眼睛还瞥了眼2个丫鬟。哼，不过是卖身为奴的小丫头。哎，姑爷苦了你了。此时的周老四经历了人生中最恐怖绝望的一夜，甚至让他怀疑人生，整个人都不太好了。第2天一大早，浑身没有丝毫力气的周老四被新上任的周四嫂拉出房门，2人蹲在院子里的菜地中间，吸收天地之精华，俗称光合作用。这是怎么了？我家小姐自幼身子不好，得了游方道人方子，每日早起在朝露中静坐，定能长命百岁，福寿延年。紫苏抬头挺胸，说的自己都差点信了。杨氏如今看那儿媳妇出身高，自然百般体贴，一点也没发现自己儿子绝望哀伤的气息。娘，救我！
女人总幻想自己是颗白菜，每天清晨总要蹲在菜地里等待浇水施肥。新婚的夫妻二人足足在菜地里蹲了1个多时辰，周言辞才慢吞吞提了桶水，一瓢一瓢往二人身上倒。小白菜呀，地里长肉，常浇水呀，长得快哟。老夫人，您不知道，这神水可是当初在老神仙那求来的，每日撒上一些，定门官运亨通。他们夫妻俩的事，咱们外人不掺和。老夫人，奴婢替您按按腿。紫苏睁着眼睛说了半天瞎话，脸一点没红，唬得杨氏五迷三道，就满心欢喜的跟着紫苏回了屋。待到二人换了衣裳，准备的茶都快凉了，杨氏猛然见得儿子面色发白，腿脚都不利索，心中很是吃了一惊。老四啊，你这还要赶考，莫要伤了身子。小月啊，这几日你可要好好给他补补。补补等于施肥，作为一颗长势极好的白菜是要施肥的。儿子突然觉得，如今已经成家，便该安心好生为考试做准备了。不如我先搬出新房几日，待我考取了状元再。胡闹！儿子，你胡说什么呢？小月，你别生气啊，老四这孩子就是顾全大局，这新婚燕尔哪有分房睡的？杨氏想都不想一口回绝，丝毫不理会儿子凄惨的眼神。老四今早眼圈发黑，脚步虚浮，估计是新婚不知节制，但只要稍加节制便可。今儿周家早饭格外丰盛，众人还没落座，便见方才一派大家小姐气势的新媳妇，手脚利索飞快地替周言辞座位擦了灰。周老四正要头一个落座，直接被他死死拉住，屁股又裂开了。周老四面色煞白，只觉得在滴答滴答流血。让大妹妹先坐。周言辞没落座，谁都不准坐。周言辞没夹菜，谁都不准先动手。周言辞没吃完，谁都不准下桌子。整个周家都傻眼了。周老四木着脸，半点不看杨氏皱着眉看来的目光。管不了。一个小瘪三去管4个2代2王啊！此刻饶是周老四在迟钝，也发现了宋曲月的异常。之前还想乘着岳父东风扶摇直上，如今只怕掉进人家圈套还不自知。妹夫好自为之啊！如今才真正理解到了真谛。妹妹，你看看，这是我带来的陪嫁和2个丫鬟，你看你喜欢什么全都拿去，你的就是你的，我的还是你的，只求老大你千千万万不要祝福我，真的，我很好，一点儿也不需要你的赐福。杨氏总感觉心头有点发紧，细细看着宋曲月这个新媳妇面孔，似乎哪里有点不太对。专职查缺补漏的紫苏面不改色，我家小姐自幼心善，且乐于交朋友，关系好的举家奉上都有可能。看样子这位小姑子很得小姐欢心啊。什么玩意儿，举家相送？你特么在逗我？我还想把他屋里那些值钱玩意儿偷出来拿给老四一件，你特么居然还想把自家搬空送给他？杨氏只感觉脑子一阵发晕，腿脚都有点站不稳。卧槽，娶了个什么玩意儿回来，专门克我的？说好的好拿捏，说好的大家闺秀，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柔弱又孝顺，听话又知礼呢？他仅仅表达出了一丝一毫的不愿意，却见新媳妇那柔顺的表情瞬间没了，看着他的眼神恨不得撕碎了他。尼玛，吓死个人！自从老四媳妇进门后，家中似乎一切都变了。我以为四弟娶了媳妇，咱们日子会更难过的，还想着老四媳妇进门了，若是母亲变本加厉，我怎么也要护住小姑子几分的。哪知老四娶了个头号颜粉。你虽然蠢笨幼稚呆了些，但你这辈子投的唯一一次好胎，便是成了严老的4哥。你要怀着感恩的心态，好好对严老。严老站着你不能坐着，严老吃着你得伺候着，严老睡着你得警醒着。咱们家一切以严老为中心，严老是天，严老是地，严老是唯一的神话。这就是宋老爷说的知书达理嫡长女，秀外慧中温柔贤惠，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待人接物惯是江州典范。我家小姐担的此话没错，一句都没错。小喜年纪小，在周伯月阴沉的目光下不太顶得住。紫苏姐姐一句话不假，虽然我家小姐这样，但你当初也没问脑子正常不正常啊？你仔细想想，我家老爷和公子从始至终就没说过我家小姐是正常人啊，自己提货时没看清，现在怪谁呢？周老四气得拳头捏得咯吱咯吱响，哪知身后宋老七一巴掌啪的扇在他大脸上。你是个男人，我都没嫌弃你，你还好意思嫌弃我？哈哈，你这贱样要是搁我另外几个病兄病姐身上，皮都要给你扒了。很好，宋家你们很好。周老四哭唧唧的一顿委屈，找妈妈要抱抱去了。你瞅瞅他那娘们唧唧的样子。周老四一气之下进了京，老七得知后，也就是吐了口水，暗骂了句废物，便安安静静的继续当起了白菜。这时候谢衰仔全国巡演也正好结束。你那4个娶亲后还好吗？好，很好，四嫂也是个好人，说是她一个人无法为周家开枝散叶，还打算为她多添几房姨娘呢。周言辞却是觉得，定是宋老七打算坐享其人之福，毕竟他能见天的跟姨娘们在一块，能给周老四戴绿帽子呢。
孙子，周老四没睡到，让他媳妇给睡了。你那四个很喜欢宋姑娘，不对啊，江州那边都传遍了，宋姑娘不喜男儿呢。两人每天一早便回屋睡觉，第二天四个一瘸一拐的出来，有时候连凳子都不敢坐。我娘说是让他们节制。谢锦绣站在身后，耳根子通红。我怎么感觉这家伙懂得比我还多？你说我四哥新婚燕尔便急匆匆进京，是不是因为无法满足四嫂啊？谢锦绣差点让口水呛住，一张脸憋得通红，半点没有身为谢将军的沉稳和淡定。最心塞的是，面前的两个小姑娘正一脸少见多怪的看着他，甚至连他那养在深闺的妹妹都一脸的深以为然。你们是不是懂得有点多啊？把妹妹放在五福村真不是什么好事儿，谁他妈说不会学坏的？而且瞧这模样，也不知学了多少东西回来。谢锦绣只感觉头皮发麻，甚是对不起九泉之下的娘。妍妍、慧慧，女孩子家不能这样，你们还小，莫要跟着那些粗人学。下个月陛下便召我回京，妍妍，到时你也跟着一块去，只怕回去便要定亲了。谢银慧瞄了眼鹌鹑样的大哥，亏得我不是男子，不然你媳妇儿早就不是你媳妇儿了。那一眼格外鄙夷。谢锦绣，嫁妆之事你不用担忧，我在京城还有一座府邸，你且放心，我定不会让人欺负了你。我跟你讲，你们可不能告诉别人，如今我运气似乎转了大运，前些日子朕在走哪儿大雪便在哪儿停，陛下还因此重用我了。今年我不用在金銮殿门口风吹日晒了。谢衰仔一副穷人乍富的鸟样，看得俩人哭笑不得。谢银慧淡淡的看了他一眼，我都有嫂子了，我还指望你那点运气干什么？况且你倒霉我是习惯了的。你高兴就好，呵呵，你说的我体会不到，红薯我每日都是这么好运的，拿我的零花钱和你的年薪对比，真没意思。姑嫂二人对视一眼，似乎极其无奈。嫂子，你体谅些。慧慧，这些年辛苦你了。边上正开心的孕丈儿童谢锦绣当场被无视。喂，你们能不能尊重一下我？我的运气好起来了，你们这样无视我，我感觉好无助啊！快夸夸我好不好？人居然想把亲哥的墙角给撬了。谢锦绣墙角不太稳，妹妹拿着铲子虎视眈眈。妍妍，你看，这是我托人从京城带来的衣裳，全是今年最时兴的料子，到时候你穿着进京。你怎么不让我从京里带过来？哈哈，你送来的就成你送的了，这是我贿赂嫂子用的。喂，你那是什么眼神？这一刻，谢锦绣看懂了他的眼神。谢大将军被俩女流氓盯得心里直发毛，莫名其妙红了脸。你放心，我至今从未有半个同房，也定不会像父亲一般三妻四妾。俩人一记眼神，谢某人便一股脑把所有家底全给交代出来，就差把底裤都掀出来给俩人表明清白。只是在谢家的时候，大概要委屈你了。我有28个妹妹，谢可言，你已经见过了。过2月会参加选秀，如无意外，只怕太子侧妃跑不了。你过些日子收拾下，与我们一道回京。你确定你那妹妹想要进东宫？你大概不懂，我继母从进门开始就一直以宫规教导她，帝后二人对她极其宠爱。她若是进宫，至少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贵妃。是你不懂，女人啊，你永远不知道她们前一刻和后一刻想要的大概会是天差之别。我母亲就是被他们气死的。你无需对他们任何人阿谀奉承。因果轮回，终有报应，你信吗？你大概20年的倒霉，也许只是为了遇见我。谢锦绣一路把周延慈送回五福村，中间周延慈细细问了京城许多事情。我觉得你们京城人心眼子真多，玩起来也真疯啊，胆子也贼大。你这是夸还是损呢？对了，走时不要挑8月17，那便8月20启程，到时候我直接过来接你。你家要一块上京的，可以一起。四嫂子肯定要陪我。那我下次来接你。你这个憨货能娶到我，其实还真是老天爷开眼了。森子，这家伙就算运气好，这般憨也不一定能娶到媳妇儿的，还没你妹妹会说好听的呢。臭直男，大笨蛋！周延慈刚到家，便见周家门口围得个水泄不通。村长回来了，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不该会你婚约。咱们成亲吧，好不好？好不好？哟，这便是跟人私奔那位，这是做了啥十恶不赦的事情，被揍成这副鸟样了？说出来让大家开心开心呗。秦家公子，你回去吧，咱们妍妍可都定亲了，你这大概都是命。你救救我，我不是故意讨亲的，我被他骗了，他居然把我卖到了那等地方。周姑娘，我错了，你赎了我吧，我父兄全都不肯认我，你救救我吧。你再跑看我们老爷不打断你的腿，不要仗着老爷宠，你就敢胡作非为。几个黑面汉子一脸凶相的把哭得凄惨的秦公子提起来。众位，这是我江州老爷家的奴仆，千里迢迢逃到此处，打扰各位了。放开我，放开我，我宁死不从，你别想玷污我的身子。
哎，这人还真是命啊！到底哪个瞎眼的传村长天煞孤星命，运气极差的？跟他推亲的全都倒血没了，好不好？尼玛，这特么还叫运气差？你们说，客气的谢将军若是有负咱们村长，会不会死得更惨啊？哎妈！突然想想，真带劲儿。那谢将军还克了7个未婚妻呢，对上咱们村长，岂不是还有的一拼？哎，咱们来打个赌，怎么样？看是谢将军克了咱们村长，还是咱们村长制住他？此话一出，一群村民呼啦啦的全跑了。宋老七一脸兴奋，正要转身之际，周言慈开口问道：“你也觉得不切实际，对不对？你看。”说完，大家都走了。严老，这些人太过分了，你等我回去拿钱，压你狠狠赚一笔，看不起谁呢？这是被人开涮的周言慈气得直哼哼。晚上，宋老七便不辞辛苦地给周言慈收拾行李，还把嫁妆尽数送给小姑子，气得杨氏在门外破口大骂：“你个当小姑子，居然还要嫂子伺候你，你羞不羞？老四家的，他是手断了还是脚断了？要你这么伺候？”杨氏气得心口发紧，见得2个小丫鬟，一个给周言慈捏肩，一个给他捶腿，整个人都不太好了。你可不能跟我争，妍妍必须我亲自伺候。你要是想进点信，便晚上守在妍妍门口。妍妍渴了递水，妍妍想尿了便递桶进来。宋老七还以为跟在院里一般，有人跟自己抢着做事呢。一句话堵得杨氏面色铁青。哎，还让老娘在门口彻夜守着给你递尿桶，你怎么不上天呢？此时他看着那最疼的儿媳妇，简直恼人疼。老四，我害了你啊！等你考上功名，娘定给你收2房姨娘。听说大户人家都兴这个，你就做吧。等你四哥考上功名，你这般搓磨他媳妇，看他怎么收拾你。杨氏瞪了老四媳妇一眼，颇有些恨铁不成钢。这老四媳妇除了在周言慈跟前服服帖帖，天生在别人面前都一副眼睛长在脑门上的高傲模样，真不知周言慈给他灌了什么迷魂汤。第二天一早，谢锦修便带着一队护卫来了五福村。传闻周老四娶的媳妇喜好女风，居然被未来嫂子收服了，这货居然还一脸的享受呀，真是见了鬼！小心，让哦！谢衰仔被老岳父单独带到屋中，带来的礼品堆了满屋，岳婿相对无言，场面十分尴尬。谢衰仔只觉是岳父打算考验自己，便先开了口：“岳父放心，我定当护住妍妍终生，此生必当好好宠她，不让她受一丝一毫的委屈，定然说到做到。”哪知他说了这话后，周成礼面色更古怪了。岳父还是疼妍妍的，岳父放心，小婿若是有朝一日惹了妍妍生气，定当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定让她出气为止。还请岳父放心。哪知周成礼直接上前拉了他的手，纠结半天才说了一句：“小谢啊，平日里若是有什么矛盾，你大度些，千万莫跟妍妍计较。你是个大男子汉，千万别跟他动手，也别动口。要是可以，直接趴下抱着大腿求饶最好了。”谢锦修正要开口，周成礼老泪纵横道：“我们离得远，我们也帮不了什么，万一惹到他，你就自求多福吧，难为你了，孩子。”我大概是听差了什么，老岳父叫我别跟妍妍动手，别惹妍妍生气，这特么不是嫁女儿的套路吧？可怜的谢锦修还不知道自己到底娶了怎么样一尊大佛回去。魏毛方才来村里时，大家看着他的表情，跟老岳父的表情如出一辙，到底发生了什么不为人知的事情？怎么感觉像娶了个烫手山芋一般？他从老岳父房里出来，这才发现村里人看他的表情格外亲切，仿佛看着在发光的金子。将军，你可是大将军，你要挺住啊！我可是买了你赢的。姜子，大丈夫能屈能伸，顶不住就回来搬救兵，我可是买你数的。整个村子都打了赌，到底谁压住谁的气运？若是谢锦修知晓，只怕要一脸闭了狗的模样。女人受了3次感情的伤害，终于跟如意郎君到了他府上，却不想未婚夫刚到家就受到皇帝召见。只能独自面对他那恶毒的后娘和一大堆奇奇怪怪的女人。银慧见过母亲，周姑娘远道而来辛苦了，慧这些日子让你费心了，府上没什么好东西，姑娘莫嫌弃才是。说着便吞下了手中一块血红的镯子，晶莹剔透，价值连城，这也算是见面礼了。礼轻情意重，不嫌弃。周言慈半点不客气，倒是把萧夫人气得喉咙有些发紧。周姑娘真是有意思，看来以后咱们府上可热闹了。周姑娘可还记得我？记得，怎么会不记得？以后咱们就是姐妹了。说起来还真是缘分，你是妍妍，我也是妍妍。说起来是缘分，但咱们大姑娘将来是要进宫的，若是选中了，这姑嫂2人都换妍妍反而不妥，但没有宫中贵人改名的道理，到时候周姑娘教小词也是不错的。此时谢可言朝祝姨娘看了一眼，果然猜对了，这大姑娘表面大方容忍，内心却自私霸道，怎会容忍原配生的大哥娶了个媳妇叫她的乳名？这兄妹可是水火不容的。父母所取之名，嫁个人怕是连名字都没了。众人正惊疑他也能开口顶撞之时，却见周言慈抬头悠悠道：“除了我，谁都不配这个字，你若知趣便改了吧。”大胆，
萧夫人那带笑的脸瞬间阴沉下来。哇，跟村里变脸的老妖婆似的，说变脸就变脸。妍妍你别嫁了，三哥养你，这种人当婆母，蹉跎我妹差不多。言一言既出，扶起而至。除了我，谁当得起这个字？顶了我的身份，还想等我的名？我看你是活腻了。一时之间，气氛显得有些紧绷。谢银慧一撇嘴，拉着周言辞大大咧咧地进了里屋。一群面面相觑的女人也跟了进去。吵架没输过的她们一点也忍不了这口气。焦夫人心下震怒：周姑娘，你自小门小户而来，我谢家并未看不起你半分，但这京城水深，是非对错可不是你以为如何便是如何。先不说你将来是我谢家儿媳，将来要叫我一声母亲，便是你这般不识抬举，只怕这京城你也难走下去。哼！萧夫人看着他的眼神充满冷意。这谢府里我还没死呢，你大可看看谁做主。哎呀，不好意思，没忍住。当真是狂妄，景修便是再不济，也不至于娶你这般女子。哎呀，不好意思，没忍住。母亲，莫要气坏了身子。周姑娘不过是年轻气盛，况且这言字也不是女儿一人可用。哼！哎呀，不好意思，没忍住。干得漂亮，慧慧，那个谁，后娘是吧？你以为娶我你能做主？圣上赐婚谢锦绣，关你什么事？再说你又没儿子，我又不会嫁给你儿子，你急什么急？大话说多了也不怕闪了舌头。怎么？周言辞一副你能拿我怎样的架势，想来谢锦绣7、8个未婚妻都没好下场，大概还真是上天给他留着呢。老天爷都没说话，你跟后娘有什么权利说？这般一想，周言辞肩膀又直了几分。你有意见可以进宫跟陛下提，我还没过门呢，过了门你也不是我婆婆，举头3尺有亲吗？人家看着呢。好一个牙尖嘴利的丫头，这般大胆也不怕将来入了府被主母穿小鞋。你好你个周言辞，你竟敢无视尊卑，不尊长辈。萧氏气急，便是当初那原配还活着，他都没受过这等气。可如今的死人留下的儿子娶了个媳妇，却敢给他气受，更何况周言辞还是逮住了他的3寸，没儿子，毫无教养。你这种人如何配进我谢家大门？这屋里丫鬟都比你知理懂事，大公子娶你为妻，当真是侮辱。夫孝有3，无后为大，不能给谢侯爷留个后的垃圾也配进谢家大门。看我干嘛？你把我当垃圾吗？爹，你不要误会啊，我没有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侯爷夫人，都是垃圾。周言辞火力全开，一句话便堵得全屋子女人变了脸色。生吧，让你生个女子军团，女儿也生女儿，接力下去。此话一出，整个屋子都静了。萧氏更是面色苍白。周姑娘慎言，便是你将来是我大嫂，这屋子也是你长辈，口出恶言，这便是周家的家教吗？周家公子，你妹妹便是这般教养吗？说得好，说得妙，妹妹说的呱呱叫，妹妹说啥就是啥，你没有哥哥你不懂。萧氏感觉心口在淌血。儿子。萧氏看着西瓜子更难受了，西瓜都有籽，他却没有。我这个人呢，向来是人敬我1尺，我还他1丈，但若是不知趣呢？周言辞扫了眼谢可言，言字你别用了吧，若是逮着你用言字1次，便五雷轰顶，怎么样？你是我将来大嫂，我大哥娶妻不容易，你若是不喜我用言字，我不用便是，你也莫要说伤人的话，伤我母亲，一切都是可儿不好。谢可言顿时面上越发委屈了些，还未进门的嫂子大战小姑子，只怕京中不出半日便会多了许多谈资。姨娘们都没说话，见这母女俩吃瘪，最开心的便是他们了。这未来的少夫人真泼辣，未来的太子侧妃都敢甩脸子。夫人，大公子回来了。丫鬟话音刚落，便见一身寒气的谢锦绣进了正厅，姨娘们只觉头皮一麻。夫人，咱们便告退了，环儿还在午睡，只怕是该醒了。本来他们便是萧氏故意喊来的，给未进门的新媳妇来个下马威，一群不成器的东西。你爹真能生，也真厉害。我家生了4个儿子，才得1个妹妹。你家这么多妹妹，你们家妹妹可没法跟我妹妹比。我家是宝，像你们家这种，在我们村估计草都算不上。谢锦绣这下明白岳父为什么要带老3走了，这家伙时时刻刻就是来给对手添堵的。见过母亲。老大回来的真早，平时你爹可都换不回你，陛下这回赐婚怕是赐对了。大哥，咱们家里又不是龙潭虎穴，断然不会欺负周姑娘的。母亲说笑了，只是妍妍从五福村来，怕她冲撞了母亲，明日还要进宫，孩儿便带她回去休息了，不打扰母亲了。谢锦绣话音一落，面前母女2人纷纷变了颜色，甚至谢锦绣带人离开时都忘了留晚膳。把礼物直接给管家吧，他会呈上去。谢可言，你大可不必理会他，他自幼在宫中长大，见惯了尔虞我诈，再有2个你也不是他的对手。你这么单纯可爱又无害，哪里是他这个心机婊的对手？哎，媳妇太单纯，种不活，将来可怎么在京城这潭深水里面生存呢？谢锦绣不由想要找个万全之策护他，
吴奇山冷冷的在后面看着。谁刺瞎了你的这双眼睛？你还是先担心你那倒霉的运气吧。天下第一枚，就你这运气还有勇气担心你小媳妇儿？切！注意看，这个克喜7个未婚妻的大冤种终于要娶亲了。谢衰仔当场变身，成为当朝第一宠妻狂魔。这次谢锦绣未婚妻没有出家，没有摔死，没有淹死，也没有喝酒呛死，还活着，活生生的未婚妻。还活着。这倒霉孩子生怕别人不知道他要有媳妇儿了，离谱到路边的狗都要听他2句唠叨。姓李的小姑娘都快眼红坏了，这顾寡命还拉高了京城挑夫婿的水准啊！这家伙是要举家倒贴吗？一点没有谢侯爷的风采。谢侯爷纳了那么多房姨娘，可从未花过1分钱，全是姨娘们自动送上门，且还自带私房。谢锦绣走路都轻飘飘的，人逢喜事精神爽。哈哈哈！把最近时新的料子给我送20匹到州府去。对，就是你们这里女孩子最喜欢的小玩意儿，挑些送州府去。那啥，把你们酒楼里最好的菜色煮好，送州府去。他若喜欢，天天送来谢家报账。都送州府去，谢家报账。你的鱼塘我承包了，把所有的鱼都给我活着送到州府后院，到谢家报账。周延慈到京第2日，谢锦绣便大张旗鼓、极其嚣张的在京里订各种东西。这座宅子周围2家我都买了，再远一些的都是武将，全是职位没我高，全都没我硬的家伙。你想怎么着便怎么着。我妹妹毫无根基，毫无人脉，甚至连嫁妆都没有一份，连安置的宅院都要你想办法。你这么大的官儿，别人不会笑话你吗？嫁妆这方面嘛，我这边紧巴凑一凑，短时间凑个200-300万两应该是没问题。这京城说得上号的公子哥，没几个没欠我钱的，都收回来的话，花个10几辈子应该差不多，这样够吗？这逼给你装的清新脱俗，老子装了30年的逼没你这一次来的嚣张。一伙人都有些诧异，平时木讷的谢衰仔居然还是个装逼贩子。周老三这才放了心。妍妍，你且安心在这里住着，待下月选秀后，咱们的亲事只怕要提上日程了。你也别害怕，在这里我会护着你。若是有谁对你口出恶言，你大可带人打回去，没事的，这经理我扛得住。只要你别打了上面那2位。你要是没忍住，那也别怕，我也能跟他谈谈条件。他不想我每次上朝离他太近的。谢锦绣脑子里还在转悠什么东西可以有陛下能看上眼的。吴奇山没眼看了，知道你娶个媳妇儿不容易，但你这是纵其行凶，你把食人花当小白花养。你知道自己犯了多大的错吗？大概是谢家所有情商全长谢侯爷一个人身上去了吧？儿子居然蠢成这样。偏生周老三还在后边一个劲儿的点头。对，你说的都对。永安王府。王爷，方才门房说谢将军来过了，就说了一句话，便急匆匆去长公主府了。他说什么？陛下又赏他东西了吗？这家伙立功立不停，库房都快堆不下了，天生又娶不到妻。啧啧。王爷与谢锦绣是好兄弟，平时没少在他那坑东西。谢将军说，请王爷把借的2万两银票还回来，以及陛下曾经赏赐的御赐之物。他要娶亲了，他要给未来妻子对账本，他还急着去长公主家催债，让王爷勿要拖欠。这傻子还未娶亲就要把老底都先出去吗？还能不能好好做兄弟了？娶了媳妇忘了兄弟。管家脸色更惊悚了，硬着头皮继续道：谢将军猜到你会说这个，还说了一句，他说兄弟是天，兄弟是地。说着顿了一下，永安王爷面色好转了一些。管家这才满意悠悠道：兄弟是天，兄弟是地，为了媳妇可以毁天灭地。谢锦绣与狗不得入内，尼玛，你要娶媳妇了，你了不起啊！老子还娶了好多年了呢。长公主府，据说连那扇金丝楠木的屏风都被搬走了。平阳侯家抬了好几大箱东西出来，大半夜的。谢锦绣各家各户的催债，还拿着个小本本，嘴里念叨着又可以给我媳妇多添置点了。化身宠妻狂魔的谢锦绣，我有媳妇，我骄傲。你大爷的，你特么几个库房都堆不下，别以为我们不知道。几位地位尊崇的侯爷王爷被谢锦绣气得跳脚，破口大骂，哪有人催债跟他们抄家似的。骂归骂，最后还是送上了各种祝福。爹，你说好的，等我娶妻了，便让我在库房里随便挑。喝得迷迷糊糊的谢侯爷刚从粉红之己那回来，丝毫不知道他儿子干了什么天怒人怨的事情。自己去拿，看上什么自己挑吧，横竖这府里都是你的。谢侯爷叹了口气，他这28朵金花都快成京城笑话了，看来是不可能再有儿子了。横竖儿子对金银珠宝没什么兴趣，往常陛下赏赐了他都还能去谢锦绣那挑几样，此时自然也没放在心上。
给我搬州府库房去，这东西挺精致可人的，妍妍肯定喜欢，这东西大气，妍妍说不定也爱。谢景修指点江山的架势，吓得管家赶紧禀报萧夫人。我跟你说。虽然极力保护之下，却也只留下了1/3。萧夫人看着喝得烂醉的谢侯爷，告状也不成。去，给我好好查，今夜又是去哪个蹄子家了？萧夫人气得眼眶发红，只觉得心口那股子郁气闷得她生疼。喝得烂醉，被那白眼狼搬空了家底都不知晓。周延璀，我看你生来跟我作对的。还未过门便这般能折腾，母亲将来可儿怎么忍心让你受他折磨？大哥也真是被个女人哄得团团转。那周姑娘本来又未曾教导过，这万贯家财可不是被他给败了。谢可言低低地叹了口气，心中对周言辞越发憎恨。谢景修却不管这些，一心扎在宠妻的道路上飞奔。第2日一早，便前往皇宫找最大的欠款大爷讨债去了。呀，谢大将军今天怎么会来朕这里？陛下，臣最近遇到一个糟心事，实在无法解决，找陛下求个法子。这倒是奇事，你谢大将军还有解决不了的事，说来听听。臣一位叔公欠了臣一位族弟不少银两，现在族弟急需用钱，却又不好问叔公讨要，怕闹起来犯了不孝。这有什么？律法又不是摆设，要不到便送到衙门，律法总是在宗族之上的。陛下不知，却又是不想打官司，伤了情分，法也容情嘛，就只怕叔公不认账。没有欠条吗？带着欠条还有不认账，再不认账，那可真是法不容情。对啊，欠条，陛下请看看这些欠条。你小子，叔公指的是朕呢。嘿嘿，陛下，臣这不是要结亲了吗？陛下对臣宠爱。行了，别贫，这些年朕给你留下的都会给你送府上去，婚礼办得体面些。你这面了，估计这辈子也就这一次婚礼了。多谢陛下，臣告退。这个绿毛怪是有多可恨，天天吸着继母的血，却跪舔未婚夫。钱哥哥，你看，我给你带来一块肉。钱哥哥，累不累？我给你捶捶腿。钱哥哥，这束花给你，你拿去送给林姐姐，她肯定喜欢。钱哥哥，天冷了，我帮你把床拿好，你和姐姐睡起来肯定舒服。钱哥哥，你和姐姐一定要幸福。钱哥哥，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啊？继母低声下气从娘家求来2条鱼，一被他得知，立刻就去抢了，要送给未婚夫。周周啊，你把那条大的拿走好吗？小的那条给你弟弟妹妹补补身子。补什么补？2只小畜生吃点草得了，也配吃肉？他拿着鱼兴冲冲地赶去未婚夫家，兴许是老天终于看不过眼了，刚到门口的他眼前一黑，被一锄头送上了天。听说了吗？叶家那白眼狼被人用锄头砸伤了脑袋，据说破相了。哎呦，那玩意真是活该，咱们没给他砸死，畜生玩意！你说老爷那顶好的人，怎么这子女一个比一个畜生，活生生的白眼狼？叶世周昏迷了整整3天，醒来后又在床上发了3天呆。二姐，该起来吃饭了，娘给你炖了肉。虽说二姐这3天一次没打他，可每次看二姐的目光，他就觉得越发恐怖。一桌子人坐好，却见叶时周居然把肉分给俩小孩。要知道以前的他可是连汤都不许他们碰的，甚至闻都不行。一屋子人都惊呆了。这谁啊？二姐你还好吗？让我吃肉，怎么感觉比你要吃我还要可怕？吃！叶时周的语气不容置疑，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吃罢饭，叶永安照常跟村里几个二混子出去厮混了，叶时周却是坐在院子里发呆。二姐好像不一样了，哎，是不一样，但是哪里不对劲呢？太吓人了，比以前还吓人。时周你别急，周一定是会给你买最好的药，绝对不会留疤的。那伤药再贵，我也得想办法。叶时周坐在院里默默看着他，突然觉得原身不是个东西，这货狠起来自己都打，不愧是女战神。周周，长得再好看又如何？还不是个死了爹娘的穷丫头，如今连亲事都没了，看啥看？两没见识的东西，活该一辈子在这村里窝着。叶小翠横了一眼那俩双胞胎，周周，咱哪叫你过去吃肉呢？走，省得你家这几个泥腿子又来了。叶时周还在神游，莫名其妙就被拉着走了。哎呀，咱家时周来了，快来！大伯娘今儿可给你炖了鸡汤呢。那混小子，你前婶可揍他了。翠姐姐说前婶给我送了2只鸡，我是过来拿的。众人顿时呆逼，你这丫头还拿什么拿？我还短了你的不成，过来吃不就好了？许一清一脸愤恨，
不就是拿锄头锄了一下吗？又没死。再说了，你以后还想嫁给大表哥，便是伤了你又怎么的？叶时周后脑勺长了眼睛似的，回头悠悠地看了他一眼，吓得他亡魂皆冒。赔钱！几人脸色瞬间僵硬。往常这玩意一来便一口一个奶奶，今儿个这是吃错药了吗？你这丫头说什么呢？一清可是你前婶亲儿子，怎么说也是你表弟呢？你看你前婶还专门买了2只鸡过来。这死孩子，给你口吃就不错了。这许一清也是个惹祸精，竟给我们捅娄子。老太太满脸厌烦，表情就像吃了100只苍蝇。你这孩子就是这般不讲理吗？一清才多大，以后你也是钱家人，对表弟就这么苛刻，你让你未婚夫怎么看你？叶时周瞥了他一眼，仿佛从没见过傻逼。赔钱，不然砸回来，老娘啥都吃，就是不吃亏。许一清瑟瑟发抖，躲到了前世背后。石周啊，你就是这么对自家人的吗？是不是那周氏叫你这么说的？那个贱皮子，看我不扒了他的皮！他可是一个外人，一个继母，他还能指着你好不成？竟是还敢算计我许家！你以后可是要嫁给钱家的，咱们算来可是一家人。叶时周满脸正儿八经，放你娘拉布拉多拉的不多憋3天呢！屁，谁跟你一家人？砸了人赔钱，不赔就找村长。或者我给你砸个一样的洞也行，别和我扯什么许家傻媳妇算钱家账的破事。许一清本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二世祖，这会儿愣是被骂得憋了气，缓了许久，又觉得太窝囊。还赔钱？就你长那颗掺样，还想要赔钱？你等着吧，到时候我让笑表哥不娶你，砸你咋的了？那我不要钱了，我要砸回来。叶时周冰冷的眼神盯着他，这货顿时浑身发毛。我又不是故意的，再怎么说你以后是我表嫂，再说我表哥本就不愿娶你，以后吃亏的可是我表哥，你竟还想问我要钱？这傻缺玩意，哪壶不开提哪壶。石周，你这丫头性子越发不好了，许奶奶给你收着还会昧了你的，你现在拿回去，可不是被你那奶奶和继母给昧了。许老太太挑拨家庭关系十分专业，就是咱们可是一家的，难不成你还打算跟那周氏过日子？来，快把鸡汤喝了，以后想喝告诉钱婶，你钱婶以后给你哦。杨氏见势不妙，把锅推回给钱氏，反正是你儿子砸的，嘿嘿。钱氏却不以为然，姿态高傲。10周以后想喝过来便是，我家小哥儿便一直夸赞你懂事的。钱家有钱，他总觉得高人一等。好了，还说什么说？石周丫头，你把这碗端回去，这事便算了了。见叶时周不说话，许老太太以为自己挑拨成功，准备收网，几个喷子把话题都扯偏到月球上去了。叶时周半天才回过神，听人说村那头的举人老爷是最公道的，我去问问这钱该不该赔。站住！你干啥去？举人老爷也是你能见得的。老太太顿时急了，一顿跳脚。天哪，竟还想去举人老爷那里求公道！我家小子明年便要考秀才，这举人老爷可是要给小子做担保的。许老太太恨不得一口把叶时周嚼碎吃了。那就拿钱。这混账东西，往常跟傻子似的，现在居然敢伸手要钱了，定是他那小可爱继母吹了阴风，看老娘收拾不死他！一个死了相公和儿子的破落户，竟敢来我许家要钱！在场所有人都呆了。罢了，你要别拿去，许奶奶可是心疼你才给你，莫给那外人占了便宜，出去可别乱说话。许老太抠抠搜搜摸了2钱银子出来，心都疼得滴血。那钱一掏出来，院中的几人眼睛都绿了。2钱银子，便是鸡都能买好几只了，吃不死你，一家子在先。爷爷说的真对，一家人客人的面。叶时周却是一副呆头呆脑的样子没接，明显是嫌少。心痛到无法呼吸的许老太太顿时变脸。眼皮子浅的东西，你拿那么多钱干什么？你爹娘死了，那继母对你还能好的？你跟咱们自家人计较什么？叶时周眼神迷惑，你要嫁给钱家老爷吗？混账，说什么鬼话？那你一副钱家主人的模样啥意思？我什么时候跟你自家人了？烦死了！拿去，可别给那丧门星看见了。老太太脸都疼得直抽抽。这败家玩意儿，1两银子啊！叶时周掂了掂银钱，似乎依然不满意。若是脑袋有半分不舒坦，我都要回来找你的。说完，那钱是脸就跟煤炭似的。叶时周转身还带走了门口的2只鸡，赔的2只鸡我带走了哈。小兔崽子，把鸡给我还回来！作孽啊！那鸡可是要给我成哥儿顾身子的。这边的老太太都要疯。叶时周提着2只鸡走了大半个村子，就像是钓了大鱼的钓鱼佬一样，四处炫耀。爷，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叶家最贪吃、最自私的叶时周，居然舍得把东西提回家了。对了，钱家赔了我1两银子2只鸡。
都传闻你这几天要退亲啊？没错没错，这2只鸡可有10来斤呢。那啥，你发型乱了。对，10来斤的鸡，钱家赔的。石周啊，你这鸡咋不给你叶大奶奶送去？往常你有啥可都是往叶大爷家送的。一个胖娘们跳出来八卦，看热闹不嫌事大。叶石周巴不得人尽皆知，这是钱家砸了我脑袋赔礼用的。徐奶奶说咱们以后是一家人，给我收着。我又不明白这怎么是一家人？徐奶奶兴许要嫁给钱家老爷了，所以才说一家人吧，所以我便拿回来了。爆炸性的新闻啊！村情报中心当场沸腾，几天内10里8村疯传70岁徐老太太怀了80岁钱老爷子的崽，听到的人无不拍手称奇。叶石周也不管别人怎么想，一路提着鸡高调的回家了。周氏慌慌张张跑回家时，便见叶石周正和那褪了鸡毛的鸡互相瞪眼。石周啊，你真把许家的鸡扎了？叶石周却没回应，盯着鸡，就像是打算用眼神给他煮了。你咋就拿了许家的东西呢？你这把你钱婶得罪了。周姨还想着到时候请你钱婶去给那边说说。周氏急得要跺脚。石周啊，咱把这鸡还给钱婶吧，你要吃周姨再给你杀一个。周氏试图把鸡拿下来，这是我的，钱家赔的。周氏顿时手足无措，石周虽伤，余威尚在。罢了，周姨来弄吧。石周想怎么吃？烧的，喝汤喝的嘴里都淡出个鸟了。那周姨可以把鸡骨头炖汤吗？叶石周点了点头，倒也不在意。周氏处理着鸡，叶石周在外转悠，脑子里一点点回放原主的记忆。叶石周，你真的破相还被退亲了？一个幸灾乐祸声音响起，叶石周愣了愣。那钱家真不是东西，我早就知道他们看上那财主家的侄女了，如今竟是真的来退亲了。哎，石周你可怎么办啊？你这脸也破相了。这货以前既嫉妒钱家有吃有喝，又嫉妒叶石周得了这么好的亲事，如今却高兴了。长得再好看又如何？死了爹娘还破了相被人退亲，这真是爽。叶石周向他吐了口口水，十分粗鄙，吐完抬脚就走。远处传来个小子在挨揍的声音。你过去干啥？那边几个混小子正碰见了你家那俩泥腿子，正揍他们呢。三女儿贱兮兮的笑，你难不成还指望你家那大哥来帮你呀？我不是告诉你了吗？有我叶朗的地方，你们2个小家伙就得绕道走。不准打我哥哥！我要告诉我娘，你们不准欺负我哥哥！不准！我奶说了，你爹被你娘克死了，你哥哥姐姐都同意，你有啥不准的？说不定叶石周那门亲事也是你娘克的。不是我娘，我娘可喜欢石周姐姐了，不是我娘。叶石周眉头紧皱，叶石周来得好啊，你那亲事黄了，肯定是那人可没了的，咱今儿一起把他们收拾一顿。不要打哥哥，你打我吧，我回去不跟娘说，哥哥身上伤还没好。你们为什么打他们？想打就打喽，你以前不是一样？所以你想打就可以打他，我想打也可以打你吗？你们听到没？他是不是傻了？哈哈，叶石周，来，我不管你是不是疯了，朝这打，打死我都不带吭声的。大家作证，是他让我打的哈，我这辈子没见过这种无理取闹的要求。叶石周，你疯了？你们他妈都傻了吗？给我上！周围几个混小子一个个都冲了上去，殊不知叶石周挺着兴起，正好再来8圈，混乱的场面很快就结束，地上躺倒一大片。叶石周看着自己豆沙包那么大的小拳头，意犹未尽。你闯祸了！哦，是他叫我揍的。叶石周，你这个臭丫头，你居然敢打我！你这个臭娘们！叶朗咬着牙，十分憋屈。你被个娘们打了，你给我等着，看我不收拾你！你们一家都是泥腿子，都是命短的。你让个娘们打了，你让个娘们打了，你堂堂男子汉让个娘们撂翻了。叶大公子顿时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叶大公子一带头，瞬间哭声一片。不许哭！叶朗压根没理他，还在嚎啕大哭。叶石周急了，一把扯下他脚上的臭袜子，掰开他的嘴往里塞，看得人头皮发麻。呸！还哭吗？不哭了！全场哭声停下，几个熊孩子异口同声，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那你们身上谁打的？帅的，我们帅的。再哭，下次见一次打一次。这会儿被他一句话吓得直点头的小子们乖得很。你们还打吗？不打我可就收工了。家里的烧鸡估计也快熟了。二姐居然跟我们说话了，而且方才揍那几个熊孩子可都是为了我们。不打了。二姐姐，我们回家吧，待会儿叶奶奶要来了，他们告状可咋整？你们要告状吗？你们被个娘们打了还有脸告状？你才打输了，回去告状。我是爷们，你妈我可丢不起这个人。说完瞪着几个狗腿子一块再三保证，谁回去告状谁就是孙子。众人沉默不已，踉跄着回了家。三人回到老宅，便听得里边自家奶奶嚎啕大哭，还传来一阵阵的吵闹。叶奶奶又来要钱了，不给又要搬东西。
敢信，在这人均10个妻子的时代，堂堂大将军居然连姑娘的手都没摸过，只因曾经克没了7个未婚妻，这次总算未婚妻没出意外，还未过门便宠上了天，全城100万女性集体红了眼。你们瞅瞅他那死样子，像是把辈子没娶过媳妇，还特么大将军呢！我他妈的昨天走了18条街，没买到1块红布，全让这铺盖仔给包圆了。咋回事？能吃啊？还能全京城包圆了？那可不咋的，昨儿老子儿子满月，居然买不到1串鞭炮，愣是借了解放林里的10来条狗，薅出点热闹来。你也是个狠人，老人，要不你放点血，咋不染红了？你他妈有病啊！我他妈第12房，急个屁，放你大爷的血，臭傻逼！众人不欢而散，始终对谢铺盖骂骂咧咧。无论什么朝代，小姑娘出门都是要精心打扮，花费大量时间，门口等着的谢衰仔都要变成忘妻时了。小姑娘才闪亮登场。小姑娘的打扮十分奇特，就像是一朵雨后的蘑菇，鲜艳又水润。一路上，谢某人偷偷看了无数次，就有种看不够的感觉。你看我干嘛？我脸上有花？我没看，谁看了？那你脸红个啥？谁脸红了？太阳晒的。大哥，这天阴沉的都快滴出水来了，你家养的太阳吗？谢某人脸红的像个猴屁股似的。见了娘娘不必害怕，一切照实说，你有我。喂，听说你不是淡漠无情吗？怎么婆婆妈妈的？两人刚走到宫门外，皇后身边的宫女便来带周延慈进宫。你呀，就是有心，本宫难道还会欺负了你大嫂不成？难为你一大早便过来陪本宫。皇后一脸的欣慰，你这丫头就是心善，可别让人给哄骗了。昨儿本宫可听说了，那丫头进门便想要做谢家的主，大晚上的你哥哥还来搬谢家库房，真是个拎不清的。娘娘，可儿才不是傻瓜，不会被人蒙蔽呢。他只是一个人来京城，怕咱们谢家欺负他罢了。便是让他说2句又怎么了？他不喜欢可儿用言字，大不了以后可儿不用便是了，总不能让我大哥真的孤独终老吧？谢可言轻轻嘟着嘴，一副小女儿姿态，仿佛没看见皇后突然变了脸。娘娘，周姑娘到了，让她在外候着，本宫与谢大姑娘有正事要谈。娘娘，大哥要怪罪可儿了，可儿先退下吧。将来谢家迟早是要交给大嫂的，可儿不过是个要嫁出门的姑娘，以后还要仰仗着娘家撑腰呢。况且大嫂脾气不好，可儿撑腰？你怕什么？你有本宫给你撑腰，我看是谁给他的胆子。你这丫头心软又仁慈，将来可怎么立足？谢可言急红了脸，那小白花模样更是让皇后替她委屈。言字她都用不得，那谁能用的？就外面那个死丫头吗？皇后拉着坐立难安的谢可言喝茶谈心，半点不在意外边下起来的雨。大概半个时辰后，娘娘，外面下雨了。瞧本宫每次听可儿说起小时候的事，便忘了正经事。快宣那丫头进来。你女周延慈参见皇后娘娘，娘娘万岁金安。周延慈微低着头，被雨打湿了的模样显得身子极其单薄。我是躲蘑菇，我是躲蘑菇。周姑娘，你别怨娘娘，是可儿拉着娘娘聊起小时候之事，让娘娘忘了时辰，是可儿的错。谢可言一副委屈又害怕的样子，直接坐实了周延慈极其霸道的名头。皇后越发不喜周延慈，是本宫年纪大了，忘性大，去带周姑娘换身衣裳。这年纪大了便记不住事，最近身子骨差，更是恍惚。周姑娘莫不会怪罪本宫吧？哎，谢将军难得娇妻，我这老太婆却让你受委屈了。不敢，娘娘凤体欠安，自当好生将养着。谢姑娘聪慧过人，多陪陪娘娘也是应该。反正别动我，我今天是毒蘑菇。那就好，本宫可担心谢将军怪罪呢。妍妍妹妹，昨日家中搬过去那些东西可还喜欢？今日一早我便差人整理了娘娘往日送我的首饰物件，正打算待会回去给你送来呢。妹妹带着过门一定很好看，妹妹可别嫌弃。谢可言一脸单纯，似乎很是喜欢她。这孩子只怕要被这未来大嫂拿捏了。还好马上就要选秀了，哀家赏赐给她的东西都是全天下独一份，也不看看那丫头受不受得起。正当他以为周延慈要婉言推辞时，却见周延慈很畅快道：“多谢谢姑娘。谢姑娘在京中见惯了好东西，你看不上的送给我就行，往年那些旧东西都给妍妍吧。”直接无视那勾娘娘多年赏赐，直接把她按在了你不要的东西上。谢可言心口突然感觉一阵肉疼。我以为你不要的，说好的推辞呢？谢白莲面上差点没兜住，皇后只以为她是被这丫头刺激了。那待会回去便给你送来，把往年的旧东西都送来。卧槽，你要不要上天？这傻姑娘哪是心机妍的对手啊！娘娘，太子来了。
母后，你可知道左儿谢将军面见父皇去了？你猜他进宫做什么来了？他可笑死儿蝉了。此前他立了几次大功，父皇给他的赏赐都免了，说是横竖你拿着也没用。昨儿他居然进宫讨东西来了，还列了张清单，哪一次的赏赐还欠着，记得清清楚楚。他为了给将来的媳妇攒私房，居然要钱要到父皇跟前了。这周姑娘真是御夫有方，这经理只怕数头一份了。妍妍，你大概不知，这经理新月，我大哥的可有不少人呢。你呀，赚到了。能娶到我，你大哥赚到了。不过谢姑娘，看在相识一场的份上，我友情提醒你一句，今儿可别出门哦，风大雨大雷也大，听说外边不安生呢。在我们村里，我说什么大家都信的。那不信的又如何？还能咋办？全村都到他家吃饭呗，家中孝子还要披麻戴孝呢。皇后没反应过来，但直觉认为这不是什么好话。牙尖嘴利，哼！去把陛下前些年赏赐我的那套朱红首饰拿来，赐给你做天装吧。本宫乏了，你们退下吧。可儿留下陪本宫。这宫里真是无趣的很，可儿若是住在宫中便好了。您女祝皇后，娘娘岁岁有今日，年年有今朝，心中所想必定事成。皇后只当这是随口敷衍的祝福，不以为然，却不知这话是她噩梦的开端。今日她的亲戚来了，却再也不走。从此月是1年来13个月，1月来32天。那套首饰本宝宝都镇不住，就让你个臭丫头戴上，好好丢个脸。大哥哟，你这带路给我带哪来了？这还是国内吗？不能啊，俺是拿着您的地图给您带的呀，您看看。大哥，你特娘的地图拿反了。打他！揍他20块钱的，啥玩意了？今晚是谢府家宴，姑嫂2人打扮的呆萌可爱，还献上了舞蹈作为见面礼。这俩小玩意儿太雷人了，这是拿自己当青蛙了吗？谢景秋也不说管管，管个屁！你看看那边，可不也是青蛙？今儿是家宴，也是第一次见这未来儿媳妇。周老三作为娘家哥哥，自然同行。大嫂，没娘的孩子像根草，还好有大嫂。我还没抱过媳妇呢，单身狗的委屈谁能懂啊？周言辞多看他一眼，他连2个人的孩子名字都想好了。家宴开始了，我带你过去。我在宫中新交了个朋友，下次介绍给你认识。他叫朱安，他可厉害了。我偷偷告诉你呀，陛下要留他在宫中呢。也好，妍妍在京中没什么朋友，便是宫中人心思多了些。你们有个说话的人也不错。怎么总觉得妹妹想抢我媳妇儿？你爹这到底是有多少姨娘啊？大概有18房姨娘。新来的那位据说有身孕了。小心些，成儿你肚子里还有人呢，别摔着我儿子了。来人，把成儿的椅子变软些，这椅子坐了腰疼。这都什么时辰了，还要侯爷过来请你？既然进了家门，便是一家人，便要懂规矩。婉儿你太严肃了，成儿身怀有孕起的晚了些，不是正常。侯爷真是有心，当初妾身怀孕时可都没见你这般紧张，这么多姐姐妹妹可都没享受到这个待遇。成儿是北疆人，夫人我记得你也是北疆人，那可好，你们姐妹也能有个照应。呵呵，让你的大老婆跟你的小老婆聊聊怎么砍死对方吗？还顺带发展一下塑料姐妹花情谊。萧夫人看着谢侯爷，这人年轻时便不着调，当即便转开了话题。侯爷，周姑娘与咱们景休婚事定在年后，到时等可儿回来再具体商议如何？周言辞站起身，大方的见了礼，倒让谢侯爷满意了几分。起来吧，既然来了，便当自己家。你是陛下赐婚，又是第一次来京城，有什么不懂得，便多问问你母亲，便当做自己囊亲一般。妍妍定当早晚3炷香，绝不假手于人。经常听将军说，夫人知书达理，待人接物，又是京中典范，便是死了那身骨头都比寻常人白些。将来入了门，妍妍定好好跟母亲学习。谢侯爷想发火，但人家说的也没错呀，死的那个才是亲娘。周姑娘果然牙尖嘴利，这姑娘家还是要柔和些才好，才能得宠爱。你看看这屋里的哪个不是知冷暖的可心人？没出嫁前可个个都是府中姐妹的榜样。谢侯爷有些骄傲，他看上的女子每个都是他的红颜知己。大家在一屋子相亲相爱，你看岂不是美？那妍妍可不比，都是做姨娘的榜样。我是做正事的，生来就是与你差别。至于宠爱，不是将军选择了我，是我选择了将军。将军不能跟侯爷比。呵呵，老实说，我还能换人。而你儿子赠赠约莫得准备90孤独了。不行不行，定了亲不能毁亲的。他是他，我是我，你不能这般看不起我。
谢景修极其应景的阻止：“你把我看作他，那就是侮辱我。”不断想要给儿子长脸，显得不那么像倒贴的谢侯爷。得老子的，你个蠢儿子，活该你娶不到媳妇啊！不过他这模样倒是让屋里姨娘羡慕得很。这老子跟小子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至于这一屋子相亲相爱，那等妍妍过来再说。看我怎么打破这屋子妖魔鬼怪的假脸！周言辞阴恻恻一笑，这屋子姨娘竟是生生打了哆嗦。不过一瞬间，这屋里的女人竟是让他生生压过一头。大了，我这儿子不争气，本侯也无话可说，只要你别欺负我这屋子女人就行。不过是个小丫头，哪能有这么大能耐？看走了眼的谢侯爷丝毫不知道，等他发现时，府里的女人全都成个鹌鹑一般规矩了。侯爷放心，将军会努力的。将军虽然手握重兵，不过是个小小的当朝重臣，陛下又稍微那么有点喜欢他，将来必然不会如侯爷一般当个闲散侯爷的。侯爷每日流连花丛中，将军肯定比不上。是的，是的，我男人比不过你，是吧？马买批，哪来的儿媳妇如此狂妄？不造为毛，谢侯爷气死了，正事都没感到丝毫心虚，但这即将过门的儿媳妇却让他有种如临大敌的既视感。我跟你说，儿子，要不你等为父再生个儿子，你再单身2年。滚！家宴没过半，成儿便扶着腰有些乏了。谢侯爷见他眉头一皱，便知他累了。成儿身怀有孕，如今肚子大了不方便，便早些回去休息，晚上我再来找你。你们城里人都这样吗？我吃饱了肚子都比他大，你看，还没我肚子大呢。谢景修端起酒杯，遮住憋紧了笑容的嘴角。我怎么越看这小舅子越顺眼呢？这样的小舅子，给我来一打。成儿嘴角笑意僵住了，姨娘们更是扑哧扑哧笑出了声。艾玛，哪里来的活宝？人家正娇气的要侯爷哄哄呢，你这么直白真的好吗？艾玛，周三哥，你怎么这么有意思呢？这么直白的周老三让谢侯爷有些无所适从。这成儿身子骨弱，怀孕有些吃力，你们吃着，周姑娘便当自己家一般，随意些。待谢侯爷离开，周言辞才淡淡出声道：“这么兴师动众，也不怕闪了腰。”话音刚落，侯爷，臣妾的腰，侯爷，臣妾的腰好痛啊！谢侯爷吓得赶紧唤人请大夫。屋内众人鸦雀无声，只傻傻的看着周言辞。大家别拘谨，想吃什么随便些。妍妍这个人很好说话的，就喜欢懂规矩的人，该在什么位置就在什么位置。妍妍以前有些朋友总是看不清楚自己的位置，非要吃了亏才懂事。不过是个毫无根基、毫无娘家势力的少夫人，难不成还能管到公公后院里？等世子夫人进门再说了。这人啊，总要有自知之明的，逞口舌之力吃亏的可是自己。姨娘少说话，说多了女人喉咙会变粗的。哼！袁姨娘轻哼一声，并未放在心上。说起来，大姑娘进宫也好几日了，也不知宫中情况如何。想来以她的容貌，定能得一门好亲事，到时候夫人可就享不尽的荣华了。儿女大了，由不得我这做娘的，单看她自己造化了。你又没儿子，请说女儿大了，由不得做娘的。你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这儿女都一样，说起来养女儿还费心血，不过倒是开心多了。难怪说女儿是小棉袄，可儿这越大便越贴心。众位姨娘都笑着点头，谁让他们都生女儿呢？此刻帮萧夫人就是给自己长脸啊！养儿子的开心你体会不到，你就养女儿吧，也能傻乐傻乐。我觉得只有养我妹妹这样的才能开心。萧夫人面上有些挂不住，眼神跟刀子一样弯过来。谢银慧简直要笑得背气过去。周三哥，你怎么能这样可爱呢？哎，这可萧氏的大嫂，还买1赠1的。三哥，别这样说，夫人是长辈，断不可这样胡乱说话。萧夫人见他适可而止，这才面色稍缓。将来我进门了，到时候多生几个，夫人还能看着感受一下的。你怎么能这么说呢？谢景修嘴角越咧越大，茶杯几乎快要遮挡不住。第一次参加家宴，也是第一次看父亲和那个女人吃瘪，这他妈痛快！萧夫人气得一句话都不说。家宴后半段，这屋子里安静极了，大家吃好喝好，一家人最重要的便是开开心心、整整齐齐。将来咱们有的是机会好好了结彼此。周言辞站在客位上，明明是客，却有一种掌控全场的牛逼气质。身后谢银慧早已星星眼，满脸崇拜。甄大佬，鉴定完毕。快看，这是朵男浑女深的野百合，她居然女扮男装，在全城肆无忌惮的泡妞。妹子们为博得她多看一眼，却是大打出手，更有多个白富美为她全款买了房，一度成为京中奇闻。与一掷千金为妻子的谢公子被并称为京城双璧，一时风光无限。听说了吗？最近来了个外地公子哥，是个嫖赌牙养俱全，比京中最会玩的公子都会玩。你说的是七哥吧？听说玉春院还有姑娘为他打架的。
你们还不知道吧？谢侯爷有2个小知己都被他迷得神魂颠倒了，甚至还有姑娘为他购置了好几处宅子呢。那可不是，我二叔家的表妹就拿了2万两给他买了一套院子，可把我二叔气得。王兄肥水不流外人田，你二叔家的表妹能否介绍一番？博越兄，你今天可是来晚了。哈哈，博越当自法3非。对了，刚听你们说七哥，最近听说是个风云人物啊。对啊，别的不说，人脉妥妥是一流。听说他泡妞很有一手，据说有一手绝技，叫什么泰山18摸，没有一个女子不动心的。为了求他这手绝技，多少公子哥上门求教，只可惜鸡哥神龙见首不见尾，京城处处都有他的房产呢。这倒是个奇人，有机会定要结交一番。以鸡哥的人脉，对博越兄你的官途定是很有帮助。哟，只可惜小弟在京中根基尚浅，想结识都难啊。博越兄，我有个兄弟在军中任职，倒是与那七哥相识，到时候我给你引荐一番，想必是然能结交上的。谁都没料到宋老七来京竟是混得风生水起，周老四倒是为了联系他动用了不少关系，甚至好几次登门都吃了一鼻子灰，却依然执着的不肯离去。劳烦小哥通报一声，小生周博越求见宋公子。这些日子来找七哥的人多不胜数，这些读书人凑什么热闹？公子不在府上。周公子且离去吧，今儿一早便有个女子来府上做客，这回公子正忙着呢。周博越面色微沉，看着小厮隐隐流露出的不屑，压下了愤怒。等我发达之日，这些瞧不起我的人必将一个个打脸回报纸。周博越没走，只不过在拐角找了个隐蔽处躲起来。不一会，这大门才吱呀一声打开，周老四正心下雀跃，哪知见得门内身影直接定住。秋儿姑娘慢走，你做的金丝枣糕我家公子最是爱吃，每日都要吃上2块呢。秋儿和初夏前些日子便进了他的家门，2个女子为了他甚至还争风吃醋。周博越在他们身上找到了从未有过的满足和自信。此刻看着秋儿一步3回头的从宋府出来，周老四浑身都有点凉凉，也没心思去找宋七哥，只浑浑噩噩回了临时租的院里。今夜宋老七也回来了，据说是因为玉春院有姑娘为他打架，堵了他家大门。我给你扼杀了几个小猫在摇篮，你不要感谢我。宋老七啃着瓜果，把自己给谢侯爷头上戴绿之事说得这般婉转。咦，这货上辈子怎么挂掉的？你上辈子怎么洗的？话音未落，宋老七忧伤地看了他一眼，抿着唇走了，脸色还极其怪异。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死亡不问因，这是做人的基本准则。宋老七忧桑啊，自己上辈子死了之后会不会上热搜啊？难道我还会告诉你，我是史上第一个真的被脱毛淹死的人吗？原来前世的他，在周言辞消失后，彻底放飞了自我，短短1个月便把当红女团所有成员泡了个遍。被狗仔曝光后，数百万粉丝在某大佬的大力支持下，整来上百万人的口水，直接让某人成为历史第一，妥妥的热搜，还是霸榜头条。陛下，尝尝这点心，是可儿一早便送进来的，那孩子真是有心了。他是个好的。皇帝并没有告诉皇后，最近这2个月，这点心每日都会把谢可言送入皇宫，让皇帝品尝。那孩子生得倾国倾城，真不知谁有那么好的运气娶了那孩子，我可真是舍不得。你既然喜欢，便接进宫常住吧。皇后顿时喜不自胜。好，到时候定让她多陪陪我。停，以后你们2姐妹好好照应着。都老了，还什么姐姐呢？如今后宫那么多妹妹，陛下都不看臣妾了。你呀，可是向来大气，那些个女子可比不得你端庄贤惠，你可是天下女子表率。皇帝正要抚上她的脸，皇后却感觉生下一阵热流，猛地流了出来。陛下，臣妾今日身子不适，还望陛下恕罪。这月事不是昨日干净了吗？怎么今日又来了？皇帝被扫了兴致，便转身去了玉贵人宫中。他半点也没想起周言辞的那句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也不知他会不会成为第1个月是不止流血而亡的皇后。后话姑且不说，当晚屋顶赏月的周言辞心头莫名一震，一股熟悉的气息从不远处传来，像是在生死边缘徘徊的气息。此时的侯府也是热闹非凡，晚上谢侯爷来到了元阳房里。侯爷您来了，快来啊，元儿可等您好久了。迎。原本宛如黄鹂的清脆嗓音，如今粗得跟个壮汉似的。
这他妈说话跟撞钟一样，特么到底谁呀？袁岩，你这屋里藏男人了！袁一阳顿时眼泪哗哗。袁岩，咱们有话好好说，你离我远些。侯爷，您不要袁元了吗？咦！救命啊！谢侯爷当场连滚带爬的出了谢家大门。意念合一。家人们谁懂啊？这几头小恐龙在坟头蹦迪，居然把坟里的人蹦活过来了。京城中，快点，再晚就来不及了！让人赶到便把坟掘开，马上掘开！谢景修重复一遍，一群人顿时疾驰而去。你是说方姑娘可能没死啊？3日前方家人带着她去国师府求医，但到时已经病入膏肓，已经药石无救。后来皇后娘娘派了太医来诊治，若是方姑娘没死，你死刑只怕要让皇后记恨上。她请的太医又是她催着下葬。这个傻丫头，记恨又如何？眼睁睁看着人活埋致死吗？不管他是有心还是无意，这人我都就定了。救命啊！有没有人救我？救救我！怪了，这荒郊野岭的哪来小姑娘？就算有，那也是孤魂野鬼。听说有大户人家的闺女死了，葬在这山上，万一是不甘心死了，要拉人做替身呢？我没死，救我！爷，太子哥哥，救救我呀！昏昏沉沉间，似乎看到了自己出生之时父亲的狂喜，看到了自己牙牙学语、蹒跚学步，一点点长成那自己熟悉的模样。11岁那年认识了太子，被陛下赐婚，成了众人羡慕的太子妃。他想嫁给他是自己毕生的福气，乃至于后来传出太子跟在谢可言身边做跟屁虫，他都不曾难过。太子一定会回头看他一眼的，太子一定会看到他的。方小姐一直这样安慰自己，每次进宫，皇后娘娘也这般安慰她，这让她更欣喜。甚至每次去娘娘那儿，娘娘还赏赐了她翻国进贡的吃食，这些都只有她一人才有。后来她病了，病得越发厉害，在选秀前便撒手人寰，爹娘白发人送黑发人。然后她看到太子娶了谢可言，谢可言几次怀孕都没保住，但太子依然爱她，整日唤着妍妍。皇儿啊，早知如此，母后便该让你娶了方姑娘的。母后不愿她插足你和可儿之间，哪知你们子嗣缘这般薄。方小姐仿若晴天霹雳，整个人犹如傻了一般。娘娘，你害得我好苦啊！你良心何安？你好狠毒的心呐！往这边，快点！我记得，姑娘下葬时我去了。城里人就是不一样，蛮人都葬火的，真可怕，想回村。周老三一边嘀嘀咕咕，一边跟着人到处找。不管是生是死，先把坟墓掘开。让我来。玄龙分金看缠山，一重山是一重关。嘿，在呢。这么神奇吗？七哥你好牛啊！牛个屁！没看到那么大的牌子立着啊！小姐的坟在动。只见那座孤坟正在有节奏的晃动，似乎还隐隐的听见了一道声音：1、2、1、2、1、2，居然还挺有节奏，让我们跟着节奏蹦起来吧！娘的，这么多人不会闹鬼了吧？诈尸了，城里就是不一样，活埋就算了，起了还能诈尸，城里真可怕。方姑娘已经下葬半日了，若说还活着，只怕是天方夜谭。大白天见鬼系列。小姐，你死得好冤啊！你有什么怨气别找奴婢啊，你找娘娘和太子爷，你就走了吧。人鬼情未了，是没有好下场的。有头债有主，奴婢只是侍候您活着的时候，你回去躺着吧。你缺什么告诉奴婢，奴婢给你烧。公子哥儿要不要？你看上哪个我都烧给你。你回去躺着。丫鬟都快急死了，见坟墓上的土掉得更厉害。怎么办？我家小姐的棺材该压不住了。丫鬟跌坐在地，哭的鼻涕眼泪都要出来了。尼玛，好可怕啊！姑娘你安息吧。你要是遗憾自己未曾嫁人便夭折，奴婢给你烧10个8个公子哥儿。姑娘你想要哪个便哪个。周老三默默把他拖到一边，没看我妹妹还在那呢，妹妹没走，谁都不准走，要走也只能走妹妹后边。谢景修护着未婚妻，转头看了眼周老三，小舅子，你自求多福，加油！过河拆桥，我可是你小舅子。
看着坟头蹦迪的几人，大家都懵逼，却不想意外突发。到底还是来晚了，本地土著已经被占领，又是哪个外来者？只见那颤巍巍的身影站起来，众侍卫不由后退一步，感觉到一阵恐怖的心悸。啊哈，我胡汉三又回来了，没了那大铁网，没了院长，没了老大，没了压迫，放飞农奴把歌唱。方姑娘，你这是人是鬼？安满，这家伙眼中满是血丝，睁双眸子都发红。小姐，你有什么冤屈，去阎罗王那里申诉，别找奴婢啊！我倒要看看你做什么妖！呵呵，你们这群愚蠢的本地土著懂什么？我这就害怕了。你们是没见过我老大，那才是人见人怕，鬼见鬼愁。众人对视一眼，怎么看都觉得这黄姑娘不太对劲儿，带她去方府。是将军。那方姑娘眼睛一亮，三两步走上前来，摸了摸鬓间头发，抛了个媚眼，嘴角轻勾，好一副撩人姿势。周老三在身后笑得直不起腰。姑娘，你可长点心吧，你那眼睛冒红光，就跟妖怪似的，这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还瞪瞪瞪，好好做个人不好吗？就这两样，还不忘勾我妹夫？饶是周老三都看不上，啧。说话的方式婉转点儿，丑是丑了点，但不影响使用的。你是什么东西？土著都这么嚣张吗？你等着，我告诉你，你们这些土著是不懂的。方姑娘一副对天对地对空气的屌样，只是话说完便打了个冷战，仿佛那种遇上危险与生俱来的本能一般。你加油，继续做，你高兴就好。反正我很嫌弃你，一如既往的嫌弃你。你去方府做吧，千万别认出我。方小姐心里有点发毛，但转头一想，自己可是跨越了1000年才到了这嘎达，怎么还会有在她脑子上作威作福的存在？院长没有，大佬没有，连一姐都没有，统统都没有。方小姐叉腰，仰天大笑。爽，怎么一个爽字了得？我得意的笑，我得意的笑，这就是我的天下了。可以帮我给皇后娘娘送个信吗？说我还活着呢，我可是等着嫁给太子，做他的儿媳妇呢，让他可好好的等着我哟。这方小姐似乎有毛病了，莫不是气疯了吧？这疯疯癫癫的样子，可别把妍妍吓到了。我怕把他吓到，摸着良心说，我要是告诉他我是谁，我估计他能失心疯，不是冤家不聚头。这个可怜的孩子怎么又撞上了？娘的，来的是这个变态！还好我先找到大佬，要先撞上他可怎么办？哎，他好像没认出大佬。这几个人半夜跑到荒郊野外挖人，结果来晚一步，想救的原住民已经被魂穿，失望的几人在大山里随手扛了几只狼才回去。快跑啊！外面来了个拿着7匹狼的女人，太吓人了。切，什么7匹狼？我根本没在怕，大双喜在手，哟，哪都横着走。你们都是见证我的人，这就是缘分。将来你们有什么难处，都可以来找我。要跟毛那个将军，你随时都可以哦。真的是7匹狼啊！娘的，以为你来了不狠的，结果拉了炮大的，跑得比兔子还快。进城时，方小姐也没有丝毫遮掩，走到哪条街便惊叫着四处躲避，甚至有胆小的孩子当场吓哭。这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呢？娘，救命啊！救命啊！有怪物进城！偏生他还恶趣味的驻足观看，府长大笑。到底蹦出了个什么东西出来？媳妇儿，你要不要解释一下？这特么就是个人形大杀器，走哪下可能？没有院长，没有大佬，没有一姐的我，一定能大展拳脚。你想得真美，咱们比你早到了。这些人看着冷漠心还挺好的，竟然看着我进府，果然不是大佬他们那些冷漠的人呢。呀，三姑娘回来了，三姑娘回来了。这丫头疯了不成？哪知一抬眼，娘啊，什么东西？吓得面色苍白，跌坐在地。方姑娘进了门，朝着谢锦修等人咧嘴微笑。回去吧，回去吧，看我安全了。周言辞几人转身，哥，看着你吓死那么多人，我们心里也平衡了。这家伙曾经最想做之事，要么是名垂千古，要么是遗臭万年。方小姐从坟地里爬出来了，据说回来第1日便吓疯了亲爹亲娘。方夫人当时还因着女儿的死，病怏怏躺在床上，嘴里唤着若是可以为娘的愿意替你之类的话。哪知道方姑娘站在她身后悠悠道：娘，我回来了。
方夫人一转身，直接就吓得脸色一变，倒在地上。方家差点准备了第二场后事。方老爷子因着女儿早逝，上朝时皇帝安慰放假几日，佝偻着背回了家。哪知方玉英突然窜出来，拍了拍亲爹肩膀，当场把老爷子吓得三魂七魄顿失。夫妻二人差点双双见了阎王，惹得方府好一通鸡飞狗跳。方玉英被活埋，却又从棺材里爬出来之事，一时间传得沸沸扬扬。娘娘懿旨，多日不见，娘娘对周姑娘甚是想念，请姑娘进宫坐坐。有什么事明日不可吗？夜深了，马上都要宵禁了。大概方姑娘从坟墓里爬出来，爱了谁的道吧？听说本来皇后力排众议要选谢可言做太子正妃，也因着方玉英糊了。你在宫外等我，若有什么事便来禀报将军。说完便跟着宫女上了马车。谢锦绣思索片刻，骑上马便朝着皇宫奔去。哥哥，你这是要找陛下通宵喝茶吗？也不怕后宫嫔妃红了眼睛。这边周言辞入宫的片刻，谢锦绣便去御书房找皇帝唠嗑去了。我媳妇儿来多久，咱就唠多久。你媳妇儿不安生，你也别想好好过。陛下，谢将军又来了，瞧着急冲冲的样子，只怕是有要紧事。谢锦绣的出现，恰到好处地打断了正在选妃的皇帝。先退下吧，谢爱卿这么晚进宫，只怕有要紧事。这谢将军怎么回事？早点娶妻，早点回去抱媳妇啊！怎么见天的往宫中跑？去殿外守着，看谢将军什么时候离开。离开后马上来通知本宫，本宫给陛下送些甜汤喝。嫔妃们都吩咐了各自宫女在外守着。这边周言辞到了皇后宫中，却发现早已有个人先到了。小姐，您怎么不早说是进宫啊？便是打死我也不敢了。妇人哭得伤心极了，只不过这哭声怎么看都很耳熟。哭，使劲哭，跟哭灵一般。一边哭一边磕头，回去我给你再加5年工钱。好咧，您瞧好吧，奴才生来便是给有钱人家哭灵的，保准不让你失望。妇人话音刚落，便嚎啕大哭，一边哭边磕头，就差那句：“你怎么死得这么早啊？苦命的人啊！”老早便知皇后这老钱婆不会善罢甘休，还好临时请了个专门哭灵的妇人过来。你不是问我哪里错了吗？让我的老丫鬟用哭声告诉你。方玉英抬头看了眼周言辞，有点熟悉的感觉。娘娘窄心仁厚，让你们进去。你待会别说话，有什么事往我身上推。方玉英是个明白人，知晓皇后只怕是要找借口惩治周言辞。这穿的啥呀？是特地来恶心我的吗？家人们谁懂啊？坐吧，本宫看了你们俩也是心疼。哎，嫣儿啊，你可知罪？我唯一有罪的地方，只怕是没死成，害了您老的道了吧？原主傻傻的不知便算了，他还不知这具身体是中了毒的缘故。嫣儿不知，你这孩子唯一的错便是让本宫担心了。本宫疼你如亲生女儿一般，你却差点撒手人寰，让本宫白发人送黑发人。你说你是不是有错？呵呵，你说的都对。周姑娘，本宫一直觉得你是知礼的好姑娘，你可知自己错在哪儿？周言辞想了想，极其认真道：“大概是妍妍不该救方姑娘吧，她让娘娘担心，她罪该万死。不如娘呢，咱们把她埋了如何？反正她再死一回，别人也不会怀疑，到时候给太子换个正妃便可以了。”大胆，小小年纪便这般心生歹毒，谢将军娶了你也不知到底是福是祸。皇后气得把杯子朝周言辞扔来，周言辞微微侧身，那开水便倒在了身后挂的一幅女婴画像上。画我的画，气得连本宫都忘了，只颤抖着抱着画像不撒手。娘娘，快解释，您身子还不曾好，画像没了，再让画师再给谢姑娘画一张便是。如今谢姑娘整日待在宫中，娘娘该高兴才是。娘娘可是身子有什么不是？怎么手抖成这样，竟是连画都泼湿了？娘娘不要自责，听嬷嬷说这是谢姑娘画像，不如找萧夫人再要一张便是。你好得很呐，周言辞，你好得很呐。快去请了谢姑娘，别说娘娘想她了。嬷嬷转头吩咐宫女：“谢娘娘抬爱，妍妍过得极好。”皇后心中痛极，这回没了画像，她竟生出了一种孩子没了的感觉。宫殿里安静的有些瘆人。过了一会，宫女迟疑着走进来：“陛下与谢将军在宫中下棋，换了谢姑娘在一旁作陪。奴婢去了陛下宫中，陛下只说了一句：娘娘早上的请求，陛下允了。”你说什么？陛下允了？陛下真的允了？陛下还说明日便会下旨，既然娘娘执意要求，便应了娘娘所求，将来与谢姑娘要相亲相爱，不可生间隙。陛下真是杞人忧天，我只怕和可儿会是天底下最有爱的婆媳，怎会生间隙？罢了罢了，你们出去吧。嫣儿你明理，本宫也知晓，将来有什么事来找本宫即可。明日退婚圣旨将会一起下达，你和皇儿便各自安好吧。一条人命，你当就这般轻而易举抹去吗？
大概是皇后心情大好，这才没找二人麻烦。我说谢将军穿的什么玩意啊，这么雷人？也有可能是因着谢景修迟迟不离开御书房，惹得后宫中的嫔妃都等不及了，一会又来问问娘娘是否安好，整得皇后抽不出时间找他俩麻烦。今儿发生什么了？怎么都来宫中了？往常他们都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周姑娘一进宫，谢将军便来找陛下下棋聊天，迟迟不翻牌子。竟还是个痴情种，他也配？哼，去把支书两姐妹叫过来。谢公子还没娶过亲吧？送他2个丫鬟做通房。娘娘，谢姑娘来了，快请进来。亲手培养一个情敌撬自己墙角是种什么体验？当朝皇后尽心尽力培养这个女人，为了让她成为儿媳妇，下足了本钱，却不想这个女人并非要和她做婆媳，而是做姐妹。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久不来？难不成是在云英殿受欺负了？不是，是可儿不知如何面对娘娘。傻孩子，这有什么无法面对我的？我当你是亲闺女，能听你名正言顺叫声母后，足矣。谢可言低头的瞬间，脖子上露出一块红色的痕迹。太子竟是这般胆大，选秀还未结束便敢胡来。这是可儿不小心抓到的。你呀，有时候用点别样的手段不是什么坏事。男人啊，都是食髓知味，但也不能惯着。身在皇家，这男人都是妻妾成群，要抓住优势。听娘娘的。这个东西你好生保管。这可是传说中的为爱鼓掌18式，有了这个，不出3个月定能怀上孩子。谢可言毫不犹豫地收下了。当初我就是靠着太子坐稳了后位。是，娘娘放心，待成了后，可儿定当日夜谨记娘娘教诲。那就是了，成功便是秀丽江山，这大好河山都是你的。这是朕为你打下的江山，哈哈哈。有些时候该使用非常手段，便不要手软。听您的，全都听您的。好了，回去吧，已经宵禁了。本宫既为你遮风挡雨，到了现在，只差这临门一脚，咱们便是一家人了。娘娘，这下您跟谢姑娘便是真正的一家人，您也算安心了。第二天一早，宫中大选的姑娘全都放出去了。这次谢家肯定要出太子妃了。那是肯定的了。这几日太子频繁出入御书房，估计便是陛下打算赐婚了。你看看谢姑娘这段时日，光是御书房就去了好几次吧。2个小宫女不知皇后站在身后早已良久。大胆，谢姑娘的事也是你们能议论的。拔了他们的舌。皇儿胆子这么大，竟是在御书房与可儿厮混。周府马上下雨了，把衣裳收了。这晴空万里的下什么雨？当即应了一声也没理会，哪知才转了个身，便轰隆一声雷，倾盆大雨而至。三哥，当年杨氏怀我时，可有什么异象？能有什么异象？要是异象，早就村里赶出去了。就是干旱了3年，你出生那日下雨了，若不是那场雨，你也……周老三顿住了，眼珠子乱转，当即便颤颤不再说。小姐可不得了了！小喜风风火火跑进来。小姐，你出来时没同风姑娘一起吧？那姑娘胆子可大了，听人说风小姐出宫时拐了小皇子跑了，现在满城都在搜。方大人以年纪大了，叫女无方为由，已经引咎辞官。若不是朝中官员相护，只怕都出不了金銮殿大门。方姑娘可是自家小姐救的，可千万别连累到这儿来。周言辞瞪大了眼睛，一脸吃惊。现在都盛传方姑娘被太子退了婚，心有不甘，拐了小皇子要补偿一个。可小皇子才6岁呢，他可不是这样的人。那个家伙这次只怕真的要干大事了，若是抓不住，大狱只怕要倒大霉了。现在京里都在彻查，姑娘是跟他一块进宫的，估计有人要来问话了。紫苏给他做了个思想准备，不过周言辞并未在意，他俩本就毫无干联，若说唯一的联系，只怕便是他挖坟救他出来有恩了。还真是世事无常啊，这方家说垮就垮，那方家小姐格外能做啊。这些家伙个个都是搞事好能手，若是让他们发现自己，只怕能做得惊天动地。对了，这次放出来的秀女里边可有个珍珠的，皇帝应该不至于这么倒霉吧？有，还是这次选秀大热门呢。宫中还盛传陛下早就宠幸了她。呵呵，宠幸？那你是没见过他真面目。他估计能在床上让你做2套3年高考5年模拟，谁让人家高智商呢？就见不得智障。不过那家姑娘听说有个继母小时候受了许多蹉跎，这次进宫也是为了替妹妹的名额。这届大选还真是藏龙卧虎啊，一个比一个厉害。要是都进宫了，那不知道的多热闹，陛下不知道的多欢喜。小喜单纯的很，只以为陛下享尽了其人之福。欢喜是欢喜，看着都不是安生的主。
外边雷声轰隆隆的响，这边谢可言从宫中出来，便让人搀扶着回了房。你多休息休息，陛下也不知道心疼你。你这孩子，娘让你用手段可不是让你这么激进，要是被人发现，这一家子可都遭你连累了。罢了，传旨的太监还没来，你再坐会儿。你这一进宫，娘便了了心愿了。你啊，到时候多去皇后娘娘那里走走，她疼你这么多年，肯定是能原谅你的。谢可言没说话，让他引诱皇帝不是他教的。太子那儿他不管说什么都别跟他计较，告诉他将来生下的孩子会成为他的左臂右膀，定能守住这江山。娘，你对太子哥哥真好，若不是皇后娘娘记太子一个命根子，我都以为太子是你亲儿子呢。连女儿都要进宫辅佐他。萧氏一惊，随即收敛了神色。你这傻孩子，娘也是为你好。你想，你本就无心太子，若是嫁给太子，也是委屈一生；嫁给陛下，太子对你情义深重，将来定会照拂于你。萧氏算盘打个噼里啪啦响。谢可言进宫，既能帮扶太子，又能生下儿子稳固位置，还能恶心皇后。夫人，圣旨来了。萧氏和谢可言到大厅时，太监正客客气气说话喝茶。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谢家嫡女谢可言，书甚性诚，性行温良，克贤内则，淑德含章，乃当今女子表率，当今典范，诗书不可多得其女子也。这即册封贤妃。钦此，谢姑娘接旨吧。老奴还得去甄家宣旨呢。甄家那位可是个暴脾气，天生陛下就吃这一套。我与珍珠姑娘颇有几分情谊，如今能一块进宫做姐妹，当真是幸运。不知她为何未愤？不如您，差远了，不过是个昭仪。宫中本来欢欢喜喜去打听了旨意，准备回来讨赏的宫女，当时腿都软了。太监可去传旨了，是太子正妃吧？本宫等这一天等得太久了，本宫与可儿就是有母子缘的，你说呢？娘娘为你换呢，压完了。这大概有姐妹缘也不定的。娘娘饶命！娘娘饶命啊！奴婢打听过了，谢姑娘并未赐婚太子，而是……陛下把她赐给谁了？你说陛下把她赐给谁了？陛下没给她赐婚，谢姑娘她被陛下留在宫中了。皇后顿时傻住了，犹如晴天霹雳一般，只觉一股子凉意从脚底凉到头顶，直冲上天灵盖，浑身麻木。谢可言被陛下留宫了，成了陛下的女人，不可能！不行！陛下答应过我的，可儿要赐给太子，赐给皇儿做正妃。皇后嘶声一吼，整个人都快癫狂了。定是你假传陛下旨意，本宫亲自问问陛下。来人，把这个贱婢拖出去杖毙！胆敢假传陛下旨意，是可儿不知如何面对娘娘。这女人多年前为了爬上皇后宝座，竟狠心将亲生女儿抛弃，设计换走别人的儿子。贵妃娘娘，不要抱走我儿子，您杀了我都行，放过我儿子，求您了！滚开！记住，从今天开始，这是我儿子，那是你女儿。不要啊，娘娘，你让我做什么都行，别带走我儿子。别在我面前哭哭啼啼的，你一家老小做的破事，可全在我手上握着。还有，将来这孩子是太子，未来更是能登上大宝，你哭个屁！培养好女儿，将来嫁给我儿，你我不还是一家人？偷梁换柱，让男孩当上太子，从此母凭子贵登上宝座，却不想他培养多年的女儿，竟想要成为他的姐妹，嫁给皇帝。娘娘，陛下在跟谢将军谈国事。哼！陛下，本宫把当年你娶我入宫时的东西送给了可儿，待可儿嫁给太子时，让可儿带上好不好？空气突然安静。谢景修当即便要退出去，却被皇帝挥手阻止了。那些东西不必了，他的身份带不得，不合规矩。带入宫了，你多照应他些。你们这么多年感情，你也是他姐姐了。皇后几乎要疯了。姐姐？谁是他姐姐？不，他不能入宫，谁都能入宫，他不行，他是许给太子的。陛下，你定是下错旨意了，他怎能入宫？他若入宫，天理难容。放肆！当初要他入宫陪你的也是你，如今后悔的也是你。你到底要如何？况且他自愿入宫的，朕见你也多次劝朕，这才同意了。求陛下收回成命，再也不管陛下后宫之事了，只求陛下收回成命。谢可言绝对不可入宫。臣妾教导他这么多年，他却跟臣妾抢夫君，这让臣妾怎么想？求陛下怜悯臣妾。
帝后二人闹矛盾，叫我干什么？真是胡乱！朕这些年看来是太宠着你了。你是皇后，是一国之母，是大越表率，你就是这般表率。难为可儿前些日子还劝朕多陪陪你，你竟这般不知好歹！来人，把皇后带回宫中，等贤妃入宫才可出来。皇后几乎快哭出来，她若是还不知谢可言心思，那她便是傻。皇后回到宫中，立马便宣了萧氏入宫觐见。你这般作为，就不怕上天降罪吗？你明知他们乃是亲，他们怎么可以结为夫妻？萧氏，你对可儿就没有一点心吗？为什么不能结为夫妇？可儿对陛下仰慕多年，就等大选能入宫伺候陛下，等这个机会可等了好多年了。这还得多谢娘娘给机会呢。若不是娘娘时常召唤可儿入宫，她哪能入得了陛下的眼？这么多年都是你说了算，是不是也该我做回主了？皇后正在想说什么，脑子里一刹那突然想到什么，整个人犹如雷劈一般。她还是我的公主吗？娘娘，你觉得呢？你觉得是那就是，你觉得不是就不是了。毕竟当初是你先放弃他，如今又用这般眼神看着我做什么？至于你说那孩子早在1岁时的冬天便病死了，那时我不是给您送了一幅画做念想吗？我可从来没说可儿是你的小公主。死了，我的孩子早在1岁时便病死了。皇后痛得心口发麻，她亲了10多年，养了10多年的谢可言，居然不是她的孩子。你这般大胆，就不怕我将那件事公布出来？你萧家满门抄斩吗？你觉得公布出来，你又能逃得了？你早就算计本宫，从本宫诞下皇宇那时，你便算计本宫。不是算计你，是算计这大越的江山。娘娘，你去告诉陛下吧，到时候娘娘死了不要紧，娘娘的娘家可是一大家子人呢，只怕诛3足够了吧？那你们就这般害了我的小公主，害死了我的小公主。萧氏，萧氏，萧氏，你好狠呐！本宫不会放过你的，本宫要杀你全家，诛你9族，为我孩儿报仇。皇后一双眸子充血，她的孩子仅存的画像都已经被萧氏新进门的儿媳妇毁了。娘娘，可儿倾慕陛下，陛下与可儿两情相悦，臣妾真的没有唆使她。萧氏没想到皇后能疯癫成这般，半点不顾皇后体面，当场打起来。若是早早知晓，只怕打死也不敢激怒她。幸亏皇后这些时日吃喝极少，这才没追上来。萧氏，且走且看着，本宫定让你全家不得好死，觊觎皇位。害我皇儿此生之仇不共戴天。宫里宫外一片哗然，全京城都传闻皇后发了疯，发狂起来，到处咬人。侯爷家的萧氏脸都被咬毁容了，甚至宫内的狗都被他生吃了2只。这几日将军在帮着找小皇子，这是差奴婢送来的糕点。周言辞这些日子脸都被养得圆了一些。妹妹，咱还是少吃点。三哥怕妹夫背不动你。周言辞脸一黑。没事没事，你吃，妹妹吃胖了也好看，我妹妹全天下第一好看。没事，背不动咱们还可以抬嘛，到时候哥哥抬你上花轿。妹妹你怎么要哭了？妹妹你怎么不吃了？妹妹。周老三傻傻的看着夺门而出的妹妹，赶紧追了上去。你说我这哥哥还能娶上媳妇儿不？这么傻会不会把未来嫂子气跑？像周三哥这种人，对自己人掏心置腹的好，嫁给他的姑娘定是很幸福。此时杨氏来到周府，东摸摸西摸摸，眼睛都亮了。咱们妮儿真是有能耐的，都住上这大宅子了，娘真是没白疼你。等你成亲了，这宅子也没用，将来就给你四哥用。你四哥今年要考试了，到时候就住你这大宅子，娘也跟着你享福。见得周老三，你这个没良心的，你四弟一个人在外面住，也不叫四弟过来。你住这么大宅子，可不是浪费了。赶明儿把你屋子搬出来，将来你四弟考上状元，给你娶个媳妇儿。杨氏怎么看老三都不顺眼，没出息的东西。哎呦，这周围都是官太太吧？瞧瞧他们穿的戴的，赶明儿让女婿给我也买点。老头子，干脆咱俩就不回了，让老三回去把地里种着。这孩子太年轻，人情世故都不懂，在这里没咱帮衬，可别得罪了人。周老三顿时怒了，你要住老四那去，老四早就傍上大官儿了，他难道没告诉你，人家还有了2个妾，还是贵公子送的呢？住在那高宅大院，孤孤单单的，你不去给他看着，万一让外人把家底搬空了，到时候你和爹2个人可就指望不上他养老了。周老三也不傻，当即便把人指使过去。娘，你还不知道呢，前段时日老四为了找个送七哥帮忙，托人送了1万两银票呢，结果连人家大门都没进到。1万两啊，娘，光是这大宅子能买好多了，要是全福镇你能买一排铺子了，那就是全福镇老太太的命了，只可惜被人骗了。
周老三再丢出个炸弹，顿时把杨氏气得鼻子冒烟。这败家子儿，他这是要存心让我不好过是不是？娘不在就捅娄子。杨氏又惊又怒，惊的是儿子那么多钱，居然1文钱都没给过他；怒的是居然让人给唬了。四弟那宅子空着都没人帮忙，平日里也没人出过主意，一个人在外打拼不容易啊。说起来，估计是怕爹娘受累。周老三话音一落，杨氏便顺着他指的方向一路找了过去，带二人去找老四。天道亲闺女即将出嫁，京城异象频发，城外野猪频频叫喊，群熊出没，带来各类山珍野禽。京城内外彩虹经久不散，层层叠叠，据说还出现了凤凰的迹象。这几日城外日日有动物送贺礼，天边早晚挂彩虹，甚至喜鹊都在京城上空盘旋，只怕真是有喜事。这京里最近出了什么大事？听说是谢家闺女要嫁给皇上。你说的是谢可言吧？真是好命，难怪谢侯爷原配会去世了。这谢姑娘命里这么正好，她娘没道理是个外室啊。说起来还是原配不够福分啊。那可不，生个谢姑娘，你看整个谢府都没再出生过男丁，只怕这是谢家最大的气运了。走走，谢侯爷也不知该哭该笑。走走走，咱们去谢家偷几把土，说不得能沾点福气呢。尼玛，你要好运，要好名声，但你莫踩我母亲，莫踩妍妍。谢家谢可言母子机关算计，为了蹭上这一项，训练不少鹦鹉来回叼着珠宝飞来飞去，对外疯狂散布消息，说是天命所归，百鸟朝凤，各类飞禽叼着宝物来送礼。咱们小姐是得上天眷顾的，是上天的宠儿，不然为什么经历这么多异象，还不是咱们小姐要嫁人了，都赶来庆贺？当年大姑娘进门，我就觉得大姑娘与众不同的，那模样跟观音坐下头女一般，眉目精致的跟画一样。坐下头女，你说的是屁股下坐扁了的头女吧？尝她那妖妹子样儿。说完便一阵风似的跑了，留下一屋子姨娘，尴尬不已。谢可言气得牙齿紧咬。哥，你别听他们胡言乱语，等成亲后你就知晓了。这些人就是欠收拾，我就不信没人治得住你们这些妖艳贱货。谢银慧听了外边传闻，一点都不生气。呵呵，等成亲之日咱们见分晓。嫂子家小野可不是随意让人占便宜的猪，现在就使劲儿往脸上贴金吧，等我嫂子一层一层给你扒拉下来。谢锦修都快给他气乐了。你还真把妍妍当神了？怎么信他都不信你哥哥？我可是大将军，陛下都信我。哥，你先进我金銮殿大门，咱们再说吧。陛下怕你都快怕死了。谢锦修喉咙一堵，竟是没法反驳。马上到正月初6，这谢可言乃是天命所归之人，传遍京城。谢家不行，可儿是进宫做娘娘的，将来必定会为咱们谢家带来荣耀，她先出门才行。在爹娘面前被妻子否决，谢侯爷面上有些难堪。景修是唯一的儿子，又是长子，哪有在妹妹后边的道理？萧夫人还想再争，却见老太太突地睁开了眼睛。好了，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我谢家也不是靠着你女儿才走到今天。说难听点，她既然进了宫，将来少不得有仰仗娘家的时候。你既然没儿子，就只得把景修当亲生孩子养。萧夫人一听没儿子，脸色便是一变。再说可儿嫁进去又能帮谁呢？咱家又没多的儿子要谋事，你没事少出门，多在佛堂念念经。气得萧氏冷着脸便出门了。谢银慧站在房内轻笑，骗了皇后那么多年，上赶着做妾做小，还要做正式的大嫂，让你先出门，哪有那么好？只怕是想趁着这几日京城异象往自己身上贴金吧，也不怕喜鹊拉的鸟屎贴你脸上，臭不要脸。屋内丫鬟笑作一团。二小姐从全福镇回来，似乎开朗多了，更像个小姑娘了。咱们这府里也要迎来女主人了，等了好多年了，到时候可别让府里那么多姨娘欺负啊！丫鬟们有些担心，毕竟少夫人没有娘家撑腰，又是乡里长大没有心机，好担心啊！瞧着可不正像纯洁无瑕的小白兔进了狼窝窝，就等着扒皮吃肉。明便是大喜之日，府里已经摆满了谢锦修四处搜罗来的嫁妆。作为九师第一次娶媳妇儿，面子什么的不重要，娶上媳妇儿才是正经。媳妇儿，你美美哒就行，其余的都交给我。快快快，清点出来，明儿还要送进谢家呢。这将军也真是的，院子都摆不下了。寻常世子娶妻也不过几十台嫁妆，七哥居然也掏空了家底凑了30台，真是怪了。还有拐着小皇子逃出京城的方小姐，居然也送了30台回来。你们都是认真的吗？这么多七哥还一个劲儿的喊委屈了委屈了。
紫苏一边数一边惊呼：尼玛，你们嫁的是天仙吗？皇后估计都没你们多，这都要有180台嫁妆了。当年长公主嫁给驸马都不过120台。傻孩子，你不觉得谢将军还是赚了吗？这么多东西还是抬回给谢将军，而且吧，能娶上周姑娘，真是他赚了。到了正月初6早上，整个京城笼罩在一层彩色的彩虹里，就像在欢迎水一般。感恩当初你出生之时比这还壮观，全城跪拜。太子不是第一次听这种话了，每每听的都会有种不和谐的感觉。可儿要嫁给朕，皇儿你可知为什么？太子没出声。他不是和你，朕找青天剑和国师都算过，你们若是结合，只怕会上天震怒，更何况是他亲自找的朕。你当真以为朕还能做出抢夺儿子心头好之事吗？太子抿着唇，看着远方没说话。皇帝只说完这番话便回去了。太子脑海里突然就出现了那个圆脸小姑娘，腰间挂着7彩鸟毛的姑娘。你把她口吃了？哦，对啊，那么好看的大鸟，肉肉也很好吃。可是那可是凤凰啊！什么凤啊凰啊的，好吃就行。这个送给你，以后你就是我小弟了，记住哦。那我呢？我也要漂亮羽毛。不给，我要留到以后嫁人的时候戴。8辈子没娶过老婆的都知道，娶个好老婆是多么值得开心的事情。一大早，谢某人就打扮成大人模样，穿上一身帅气新装，欢天喜地的接亲去了。周府，周老三亲自背了周延慈上花轿，没有什么传说中的母女情深，两眼泪汪汪，倒是周成礼拉着谢景修的手，两眼泪汪汪。别惹怒我女儿，她发起火来，我这当爹的都拉不住。你们小两口好好过日子，别跟她动手，你大概打不过。女儿退婚3次，她算是看出苗头了。您这样说，我就有点害怕了。岳父大人，岳父放心，小婿一定照顾好妍妍，定不让她受委屈。我不怕她受委屈，我怕你受不住。毕竟前3个过得都不怎么样，你保护好自己就行了，千万别缺胳膊断腿的。周老三把周延慈背上花轿，放进去时还偷偷说了一句：“妹妹你不重，不用哥哥们抬，3哥一个人就能背起你了。”显然这是记着前几日自己说了周延慈胖要几个兄弟抬进花轿的事儿呢。三哥你怎么这么可爱呢？待周延慈上了花轿，谢景修一翻身也上了马，身后嫁妆直到最前边的走了好几条街，尾巴上的都还在周府没出来。一个嫁出门，一个迎进门，这谢家还真是双喜临门。咦，不是说谢将军娶的是农家女子吗？怎么这么多台嫁妆？众人这才注意到，这不显山不漏水的谢家新媳妇竟是这般能耐。当初长公主出嫁也不如今日十里红妆吧。哼，伯玉，这可是你亲妹妹，你不去送送。我和她各自不相干，夏公子何必把我和她混为一谈？周伯岳如今得了萧大人赏识，在京中颇有盛名，远远看着谢府大门。谢可言虽然为宫妃，但毕竟是妾，要让周延慈一头，周伯岳心中替他委屈。那一个风华绝代的女儿，偏生命运却这般不公，她为妾当真是可惜。他第一次见谢可言回来，便梦了他3次，却未曾对任何人说过，甚至他还想过要不要娶了谢银慧，然后结识谢可言，这样可以在他身边保护他。落脚。怎么不是谢姑娘先出门？谢姑娘是天命所归之人，乃是上天的宠爱，这般抢占了谢姑娘的吉时，不怕遭报应吗？这么好的吉兆都是谢姑娘带来的，这新进门的大嫂也太不通情达理，让谢姑娘在一旁等着，岂不是让她受委屈？此时的谢可言早把意象通通揽在自己身上，这种东西玄之又玄，谁又说得准呢？太不懂事了，让谢姑娘等着。嫁进这高门大户又有什么用？还不是福薄的，真以为自己跟谢姑娘一样的好命啊！说着都朝着周延慈的方向吐口水。谢姑娘出来，谢姑娘出来，谢姑娘出来。若是寻常女子，只怕早就气哭了。偏生周延慈是个福厚人胆大的，伸手换过面色铁青的谢景修，让他出门。他一个做妾的也配走在你前面，这不合规矩。况且我也见不得你受委屈。他造势不就是为了让我难堪吗？我便如了他的意，看谁更难看。谢景修向来为媳妇儿命是从，干脆便让喜婆进去通知了谢可言先出门。今天间选的日子也真是蠢货，选了同一天吉时。没多时，谢府大门便缓缓打开。此时，谢府门口一圈一圈的彩虹聚集，喜鹊全都聚集谢家上空，好一派喜气迎门的景象。谢可言在众人欢呼声下踏出一步，底下呼声突然停了一瞬，怎么声音弱了？便再踏出一步，这下外边更安静了。姑娘，彩虹要散了。散便散了，这几日造势也够了，到时候便说自己已经入宫，祥瑞之气才散了便可呀。
怎么听着丫鬟语气不太对？姑娘，几圈彩虹，你向前走一步，便散一个。这般说着，又散了一个。谢可言心中有些不妙的感觉，什么东西落到了盖头上？啊！救命啊！怎么这些鸟到处都在拉屎？拉我头上了！谢可言身子一晃，差点倒在地上，只感觉盖头越来越重，身上也雨点般打下来，眼泪都要出来了。走，马上走！咬着牙喊了一声，绿萍几人竟是拉着他顶着鸟屎在屎中奔跑。众人似乎都没想到，竟是有这般变数。活该，让你们嘴贱！你以为我大佬是做慈善的，谁都便宜都敢占，也不看看我大佬是谁。最让人吃惊的是，鸟屎竟是在周延子周围空出一个圈，干干净净，半点痕迹也没有，简直不要太明显。活了这么多年，竟是第一次体会到这种被上天厚爱的感觉啊！这不赖啊，爽，真爽！此时，天上的凤凰突然冲下来，便朝着谢可言飞去，把他盖头连带着头发都抓了去。妍妍，太子哥哥救我！此时一阵微风袭来，将周延慈大红盖头掀起一个角。太子满脸震惊，见周延慈随意拿起腰间把玩的七彩鸟语，捂着心口，只感觉浑身一阵麻木。我叫妍妍，你叫我老大，我也不介意。太子哥哥，我就是妍妍呀。妍妍，妍妍。萧氏赶来时，见得谢可言那狼狈的一声，竟是没忍住捂了捂鼻子。一群瞎了眼的，还不把小姐扶起来！场面一度混乱。往宫里扶，嫁出门不能走回头路。门口的百姓自下逃窜，找不到半个人影。吉时快误了，赶紧进门吧，快火盆！进了谢家正厅，正厅内坐了10几个姨娘，主位上谢侯爷和萧氏一拜天地，高唱一声，二人便携着红绸朝着大门外跪拜。晴天一声惊雷，把谢锦绣还给唬了一跳。来自老岳父的警告，惊雷过后竟倾盆大雨，好吗？看来你老岳父还哭上了。2拜高堂。小喜硬着头皮把白色口袋里的牌位掏出来，顶着萧氏吃人的目光放在了萧氏茶杯旁。生养之恩大于天，虽然母亲走得早去得急，但做儿媳妇的定会好好尽孝，一日3次上香为母亲祈福。周延慈拉着谢锦绣，莹莹跪倒在地，得完再拜你二娘吧，你二娘这些年劳苦功高，也算夫妻对拜。话还未说完，身旁便响起了3拜之声，谢侯爷顿时无语。闹哄哄了一整天，终于迎来了洞房花烛夜。周延慈那低头刹那的风情，看得谢锦绣喉咙微紧。你是不愿娶我吗？瞧着你都不敢看我的样子，要不我还是回去好了。周延慈有心逗弄他。不，那个，我就是有些不可置信。我是说，我是9世孤独之命，没成想我还能娶上媳妇儿，上天待我不薄啊。周延慈见他青涩至此，没忍住低低笑了。嫁给我委屈你了，我家烂摊子颇多，你恐怕有所耳闻，将来我会慢慢讲给你听，你别担心，我会在后边护着你。妍妍，天色晚了，咱们就寝吧。说完，耳根子都红透了。哟，真是捡到宝了。你蹬被子吗？我不蹬被子，我可以帮你盖。周延慈一脸无语。来啊，妍妍。谢锦绣便笑眯眯的把两人盖得严严实实，只剩个脑袋，就跟个泡菜坛子似的。哎，终于娶上媳妇了，我也能过上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子了。睡吧，明早起来咱俩就是夫妻了，有媳妇有孩子，真好。周延慈被捂了个严严实实，此刻心中一震。这就完了，你倒是告诉我，你怎么有孩子的？要不咱们好好聊聊。那个，成婚前没人给过你什么东西吗？我爹给过我一本书，叫什么《闺房之乐》，我看了，里边都是说夫妻之间要盖上被子，多聊天，才能夫妻和谐，才能长久。周延慈额角青筋一阵一阵的跳。你喝过花酒没？那永安王不是最爱喝酒，你俩没去过？喝过，喝完就走了。不过他们有姑娘陪，我没有，大概是怕被克死吧。他该不会以为就这样能生孩子吧？周延慈从床底下掏出本小书，淡淡的叹了口气。我们来学点有意义的动作，完成这个，咱俩才算夫妻。谢锦绣有些迷茫。首先，你先脱掉自己的衣服。不好吧，我有个东西不听使唤的，我去冲个冷水澡。我大概是有什么病的，从10几岁便开始这般模样。你的嬷嬷呢？世家弟子不是自幼便有嬷嬷教养呢？我半夜挖我娘亲的尸骨，把她吓昏了，就再也没嬷嬷了。谢锦绣一脸震惊。不过我幼时听我娘说过，她告诉我，两夫妻就是躺在一张床上睡觉，然后就会生孩子。
周言辞瞬间整个人都思密达了，一脸无语，直到谢锦修把书看下去，周言辞才感觉到边上似乎有个烧开的水壶，谢某人死机了。相公，你流鼻血了。娘子，给我一匹骏马，我越过高高山岗，换上我的红装，我一路放声歌唱。天地间一幅画，我在画的中央，我是草原上活泼的姑娘。一夜驰骋，马意犹未尽，骑手累劈了。周言辞浑身跟散了架一样，爬都爬不起来。谢锦修正两眼亮晶晶地望着他。妍妍，我们什么时候在玩游戏？我现在知道为什么我无法娶妻，大家很怜悯地看着我了，确实很可怜啊。周言辞都快哭了，明明作为老司机打算带他，到最后哭泣求饶的却是自己。妍妍，我该有多庆幸能遇见你啊！遇见你真是上天对我的恩赐。哦。